秦六娘半晌没说话，突然间，她走到了我身边，淡淡的幽香入了鼻翼。秦六娘反手取出来一块铜镜，竖在了我脸前。我尽量屏住呼吸，没去闻那香味儿，却瞧见铜镜里头，我脸上布满了细密的黑线，凝聚在眉心。我脸色骤然就变了，头皮都有些发麻。冤孽缠身，秦六娘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瘸子张，她摇了摇头，眼神深邃地说：“老张，这徒弟我没那个胆量收。”我愣住了，收徒？瘸子张不是带我来让他超度蒋幽女的吗？怎么谈上收徒了？还有冤孽是什么？是缠着我的蒋幽女吗？一时间，瘸子张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他皱了皱眉，道：“六娘，那冤孽就是蒋幽女，等超度了，那就没了。红河是个好孩子，天赋好，能吃苦。我张张嘴，想开口说话，可瘸子张让我插不上嘴。另外，他应该有自己的用意，虽然没和我商量，但我不想违背他的意思。”秦六娘却还是摇了摇头。她收起铜镜，说：“这冤孽已经深入了印堂，一个小小的血煞，又怎么能称作为冤孽？”我心里又咯噔一下。瘸子张眉心紧蹙，又道：“不可能，红河除了被蒋幽女缠身，虽然还有一些说不清的事情，说不清的人缠着他，但绝没有更凶的鬼祟。”秦六娘叹了口气，道：“老张，你想我死吗？”瘸子张的脸色骤变，说：“他当然没那个意思。”秦六娘又说了：“冤孽是肯定有的，因为他这面铜镜不一般。1年前，他去了一趟内阳市，机缘巧合下见到了内阳前几年横空出世的大先生。那大先生给他卜了一卦，说他命在旦夕会遇到一个冤孽缠身的人，并且碍于情分收其为徒。想要活下去，就不能收徒。这铜镜就是那先生让人打造的。”顿了顿，秦六娘又说：“刚才他也是试探，才拿铜镜照我。如果我不是被大先生算出来的人，他肯定收我。现在他却没办法。”我听完这番话，脸色顿时变了。可我还是不理解啊，因为我目前身边围绕着的就只有那几人，他们都是活人，唯一一个死人就是蒋幽女。那缠着我的冤孽又是个什么东西？他在哪儿？瘸子张神色更阴晴不定。这时秦六娘又说了：“虽然不能收徒，但是能帮的他肯定帮忙，先超度了血煞，再说其他。”瘸子张嗯了一声，朝着楼上走去。我驱散了脑中杂乱的思绪，跟着上了楼。一转眼，我们就进了2楼房间。瘸子张伸手拉起来了被篓，可下一瞬，他脸色大变，反手直接将被篓朝着床上一倒。分尸刀、老牛角、驴蹄子、铜爪、背尸人的家伙事儿都给倒了出来，但独独没有蒋幽女的尸体呢？瘸子张脸色难看，语气都变得惊疑不定。我面色也变了，一把接过来竹篓，更愕然不已。我背来的呀，怎么会不见了？我刚说完这句话，额头顿时密出了大颗的汗珠。我下午并没有一直在这里，而是去找了茵茵。蒋幽女被人带走了，还是说我刚才睡着的时候，她自己不想被超度，所以离开了？我不自然的和瘸子张说了猜测。瘸子张脸色却阴晴不定，他没说话。一时间我心里格外懊恼，可却不知道该咋说了。半晌，秦六娘打了个圆场，说让瘸子张和我也别太担心，血煞虽然凶，但是能抓住1次就能抓住2次，他觉得应该是跑了，没人会想不开来偷这么凶的尸体。瘸子张却摇了摇头，沉声说了句：“红河，儿女情长，便英雄气短，你要谨记。”我脸色再变了变，很显然，我听出来瘸子张语气中的失望。对不起，老张叔，我话还没说完，楼下却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好似有人进了铺子。秦六娘轻咦了一声，说：“应该是有生意上门了，她下去看看。”他人走了后，我又想道歉，瘸子张却打断了我，他告诉我，道歉其实是最没骨气的做法。蒋幽女不见了，肯定会引来不小的麻烦，很有可能是吴先生跟来了，他那人行事诡谲，我们不知道目的，太麻烦。本来他想着能超度了蒋幽女，也能减少吴先生手上对付我们的筹码。我心里突的一跳，瘸子张说的没错，吴先生的确诡谲，蒋幽女能忽然帮忙，他就能忽然害我，全凭了吴先生的念头。我今天坏了大事，我没有道歉了，只是郑重的告诉瘸子张，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瘸子张叹了口气，拍了拍我肩头，也让我不要太担心。本来他想让秦六娘收我为徒，他会一些算命术，再加上超度的本事，我学上了以后好处不少，秦六娘也能一起保护我。现在虽然不能收徒了，但他还是会让秦六娘帮忙。我抿着嘴，心头更为感动。可就在这时，楼下却传来了秦六娘的喊话声，她让我和瘸子张下楼，并且还说了楼下来了贵客，大人物，是来找我的。瘸子张面色不解地看我，我也一愣，大人物，
找我？我虽然在仙桃市读书很多年，但也不认识什么大人物啊。还有，咋会到这里来找我？我和瘸子张两人下了楼。铺子里头，秦六娘脸上挂着笑容，正在和一个年轻的男人讲话。那男人一身的衣服都价值不菲，而且铺子外边还跟着好几个人，都是西装革履的保镖。一眼看清了那男人的长相，我脸色却变了，因为他不是别人，居然是戴卢。秦六娘立即就说道：“戴少爷，红河下来了。”他又笑盈盈地看向我和瘸子张，说道：“老张，你和红河藏得挺深的，居然和戴家熟悉。我听明白了，戴家的家世不凡，戴卢能找到我，更说明了他们家族的本事。”我沉着脸看向戴卢，瘸子张眯着眼睛盯着戴卢的后背，眼中若有所思。红河，你怎么会和这种人打交道的？下一刻，瘸子张的眼神就变得极为不满，还有一丝丝的厌恶。刚才即便是我犯错弄丢了蒋幽女，瘸子张都没有不满的眼神，可想而知，看见戴卢多让他不舒服了。秦六娘的脸色却变了变，她正要开口，我深吸了一口气，迈步往前，扫了一眼屋外的人，我又看向了戴卢，沉声道：“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不要打坏了这里的东西，出去。”文学三四戴卢的脸色却变了变，他冲着屋外招了招手。我顿时浑身紧绷，做好了大打出手的准备。那些个保镖从铺子两侧疾步走入，不过他们并没有动手，反倒是最后一个保镖拿着一个箱子，他一手托着箱子，另一手一掀，满满当当一箱子的100元大钞暴露在我视线中。戴卢脸上堆砌起了笑容，没了白天的针锋相对。蒋兄弟，我不是闹事来的，这里是50万，想请你帮帮忙。我眉头紧蹙，心头都在狂跳。50万，这是一笔巨款了。戴卢又正色很多，道：“咱们都是年轻人，初次见面，闹点口角正常，都怪殷家那2人和我说了一些坏话。你看，我也带了诚意来，白天的事儿就算了吧。”语罢，他又一脸陪笑的看了看瘸子张。瘸子张一时间没说话。我心眼其实不小，如果戴卢的事情是另一个人，我肯定会直接答应帮忙。可他还缠着茵茵呢，我帮他，再让他去坑茵茵。思绪落定，我直接摇了摇头，道：“我帮不了你的忙。”戴卢的脸色微变，那些个保镖则神色不善起来。戴卢伸手拦住了保镖，他又笑了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蒋兄弟，50万不够，100万，怎么样？”我摇摇头，说：“请回吧。”戴卢抿了抿嘴，又道：“200万。”我抬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又道：“钱买不来命，也买不来原则。你有现在花钱解决麻烦的心念，怎么没有当初好好对待你孩子的善心？我管不了你，也不会管。”我这话说完，戴卢的脸色陡然变得阴翳无比，他连声说了3个好字，又让我等着，便转身带着一众保镖出了铺子。瘸子张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秦六娘却满脸的愕然不解。她先走到了门口，望了望外边，再回头看我和瘸子张，她更不解的看我，又看向瘸子张：“老张，这是闹哪出？200万都不要啊？而且戴家在仙桃市应该能排进前10了，教好一个这样的家族，远比得罪重要。红河和他有矛盾，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开口管？”瘸子张拿出来了烟嘴儿，点上之后抽了一口，烟雾缭绕间，他唇中蹦出来2个字：原则。秦六娘，他看我和瘸子张的眼神只剩下古怪了，又叹了口气，他道：“我倒是想去管，不过却没看出来他什么问题，你们能说说不？”瘸子张没开口，我尴尬不已，字也没说话。铺子里的氛围凝滞了半晌，瘸子张先打破了沉寂，说让秦六娘不要眼见那200万动心，这种钱拿了也是昧良心。瘸子张又言简意赅地解释了戴卢背后的怨气以及来由。秦六娘听完，气得都露出来牙花子了，只说了“该死”2个字。顿了顿，秦六娘又说：“今天太晚了，让我们先好好休息，暂时就住在他这里，先静观其变。”我和瘸子张对视一眼，他点了点头：“的确，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蒋幽女丢了，超度的事儿只能搁置，没有多余的线索，想解决也无从开始，只能等算计我的人上门。”又上了一下楼，我去收拾了床上的东西。秦六娘安排瘸子张住在我对面的房间，她自己一直住第3层的阁楼。等我收拾完了，才反应过来自己一天都没进食，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去找瘸子张，问他要不要去吃东西。瘸子张才说他和秦六娘在办事的主家那里吃过白席，没饿。我就说自己去找点吃的。瘸子张让我注意安全，将背篓背上。我表示明白，带上了家伙事儿，便下了楼。不知不觉已经快11点了。整条街都变得格外安静，只剩下这一个铺子亮着灯。我从老街走出去，
看到右侧的远处灯光更多，就往那边走去。半晌，才总算找到一家饭店，进去随便对付了个盖浇饭，填饱了肚子，便出了饭店，又回到老街。正当我朝着秦六娘铺子走去的时候，耳边却听到了一个怪异稚嫩的喊声：“哥哥！”我一个机灵，猛地回过头去，马路边一棵老梧桐树下站着一个女婴，泛红的皮肤，红色的眼珠，手上还握着一个拨浪鼓。那不正是蒋幽女吗？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嘴角挂着阴翳的笑。我心猛地一跳，差点没从嗓子眼蹦出来。蒋幽女是自己跑出来的？之前我揣测，要么她不想被超度，自己跑了，要么被吴先生带走。这会儿她出现，便让我又喜又怕。真要和血煞动手，我还打不过，可看她的模样，不像是很凶。屏着呼吸，我低声喊了句：“幽女，你别跑。”轻身提气，我缓步朝着老梧桐树下走去。很快，我就要走到蒋幽女跟前了，她还是没有异常的动作。我心头更喜，伸手就要去抱她的尸体。可怪异的一幕发生了，蒋幽女的眼珠直溜溜地对视着我，我似乎又听到了一个稚嫩的笑声，但那笑变得极为阴冷，很厉。我身体一时间僵住，无法移动。下一刻，我竟鬼使神差地站直身体，更是控制不了身体一般，走下路边，朝着马路中央走去。不是我控制不了身体，是好像我身前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正在拉着我走。地面出现了一连串的脚印，余光却能看见蒋幽女还在树下站着，她手中的拨浪鼓被风吹的木珠子不停撞击，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这声音更让人心神不宁。次目地灯忽而从右侧出现，喇叭声更是穿透夜空。我脑袋一嗡，扭头一看，一辆大货车像是失控了一样朝着我冲来，我被吓得快疯了。想要咬舌尖，我咬不下去；想要挣扎着跑，我迈不开步。耳边拨浪鼓的声音成了催命的魔咒，悠悠的，我好似听到了一句话：“哥哥，我好冷。”他说你来了，我就不冷了。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他？谁是他？吴先生？可吴先生闹哪出啊？帮了忙又要害人。货车已然进至20-30米，下一瞬恐怕就要将我撞飞。我甚至都看到车窗里头面色焦急的司机，他似是在打方向盘，却怎么都转不了向。电光火石之间，一个老迈的话音传入我耳中：“士官，魂蔽体。”刹那间，我竟忽然能控制身体了。来不及多想，我猛地朝着前方一扑，整个人就像是滚瓜葫芦一样滚到了路对面，砰的一下撞在了石阶上，疼得我眼冒金星。轰轰的疾驰声夹杂着司机的咒骂声传来，凛冽的劲风从耳边掠过。我粗重的喘息着，额头上大汗淋漓，盯着远处那货车消失在远处，腿忍不住在发抖，手也在站立不止，在看公路对面梧桐树下，蒋幽女已经消失不见了。我心头惊骇恶寒，衣服都被冷汗浸透了。稍稍回过神来，我立马回想那个老迈声音，刚才太紧张，我没来得及分辨。这会儿仔细一想，好像是那算命的老先生。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轻微的触碰声，像是棍子敲击在地面。我又一个机灵，爬起身回头看去，站在我后方路边的阴影下站着一个瘦小年迈的老人，他持着一根细长的竹棍，棍子上挂着布条。果然是他。我趔趄地往前走了几步，到了那老先生跟前，张嘴不知道讲什么，只得干哑地说了声谢谢。老先生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眼神更为深邃。他还会来找你？老先生的语气极为平静。我脑袋很乱，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之前还和瘸子张说好了，如果老先生出来了，肯定不能让他走了，得将事情弄清楚。可他刚才救了我，我肯定就不能强行拉住他了。隐隐的，我还知道我肯定拉不住，求您指点迷津。我双手抱拳，向他鞠躬行礼。老先生眼中的思索更多，他嗯了一声，道：“看来瘸子张应该和你说了一些事情了。你的表现比我想的要沉稳。”我没忍住，睁大眼睛，呼吸急促了几分。老先生又道：“你肯定想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想杀你，对吧？”我用力的点点头。猫是怎么死的，知道吗？老先生和我对视，我身体一僵，点头说：“好奇。”老先生点点头，又嗯了一声，道：“现在的你知道太多就会死得很快，活下去往往比知道的多重要。在那镇上，处处都是眼睛，处处都被掣肘，我不能帮你太多。”他这话让我的心跳加快到了极点，他果真在帮我。老先生话音未顿，想要你命的不止一个人，眼前这个却最为歹毒阴狠，他就像是暗处的蛇，随时会出来给你致命一击。我找不到他的位置，你得有机会的时候将他引出来，
再将这个东西拍在他身上。他伸手递给我一样东西，那是一块淡灰色的玉石，上面却有一个怪异的符。不，看上去是符，可实际上又像是一张人脸。我接了过来，他转身就要走，我赶紧追了2步，问询他我怎么引那人出来。老先生瞥了我一眼，道：正常做你的事儿，他自然会来找你。另外，我见你这件事情不准对任何人提起。我心里头想到，那人来找我，又像是讲幽女这一出，直接要送我走。我又赶紧问他，那能给我点别的什么吗？譬如保命的东西。老先生摇摇头，说没有保命的东西，让我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凭借或者底牌，人一旦有退路，就容易死。我顿时无言以对。突然间，他手上的细棍朝着我脸上一甩，那条布瞬间笼罩了我的脑袋。在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人已然消失不见。我不知道往哪儿追，就只能作罢。夜太幽静了，路边的梧桐树像是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鬼。手机又开始嗡嗡作响，我接通了电话，瘸子张问我怎么出去吃个饭，吃了那么久。我迟疑了一下，老先生不准我说他，我便换了个口风，说了我刚才遇到蒋幽女了。瘸子张立刻问我抓到了没，语气紧张不少。我简单解释说我没抓到，还差点被他弄得让车撞死。我怕瘸子张担心，又赶紧说了我现在没事儿了，正在走回来。瘸子张又问了几句细节，我将老先生的事儿全摘了，别的都如实回答。电话挂断了，远处已经能瞧见秦六娘的铺子。瘸子张在门口站着，我瞧见秦六娘居然也没睡，她在一旁皱着眉毛，手抄在胸前，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进铺门，瘸子张上下看我，问我受伤了没。我尽量不让他担心，笑了笑，说就一些小擦伤。瘸子张却一脸凝重地看向了秦六娘。六娘，还是得拜托了，红河的和你寸步不离。秦六娘点了点头，她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说道：今晚应该没大碍了。她又沉思了一下，才道：老张，照你们刚才电话里说的，蒋幽女是被那个吴先生带走，那吴先生诡异无比的害你们，帮你们，现在又要红河的命，他应该是在让红河放松警惕。不过这里头还是有些蹊跷。瘸子张点点头，我不敢插话，认认真真的听着。秦六娘长吁了一口气，道：那人行踪诡异，也只能等蒋幽女或者他再出现，只要我们保护好红河，他就无处下手。瘸子张眉头紧锁，轻叹了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很晚了，先休息吧，不出门，我这铺子很安全的。秦六娘神色柔和了很多，她其实只是瘸子张的朋友，帮忙是情分，她帮这么多，就让我很感激了。回到了楼上，瘸子张一直看着我进屋，躺上床之后才帮我带上了门。静静等了一会儿，屋外没声音了，我摸出那块灰色的玉，正对着白炽灯，玉好似都有些透明。困意开始涌来了，我将玉收好，沉沉的睡了过去。次日醒来的时候，瘸子张刚好敲门，喊我下楼去吃早饭。一楼铺子里头摆了一张小圆桌，放着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油条，还有一种我没见过的油炸饼子。秦六娘示意我们坐下，她笑呵呵地说让我们尝尝她的手艺，那东西是油炸鬼，她去内阳的时候吃过，觉得吃这东西寓意好，味道也不错，就学下来了。我和瘸子张坐在两旁，也开始吃东西。吃着吃着，秦六娘又提起了一件事儿，说她前几天答应了要去一家人超度，那尸体是凶尸，但因为死得太冤，一直找不到人办丧事，如果能跟着去一个背尸人，那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我手僵了僵，先看向了瘸子张。瘸子张点了烟嘴儿，眯着眼睛说了句多怨，这条街找不出个办事儿的。秦六娘正要说话，可我却觉得有些怪怪的，好像有人在盯着我看似的。扭头我便看向了铺门外，却瞧见铺门口站着一个身姿飒爽的女人。她身穿紫色劲装，腰间盘着黑色长鞭，马尾便高高竖在脑后，一双清冷的丹凤眼正在看我的脸。我喉结滚动了一下，这女人不只是冰冷，简直像是一座冰山。还有，她一直看着我做什么？我下意识地和她对视，可一时我却挪不开目光了。她着实太好看，古典精致的脸庞上，一双黑眸仿佛摄人心魄。忽然，女人迈步走进了铺门内，瘸子张和秦六娘也看向了她。秦六娘立即站起身，笑容满面地招呼道：这位客人是要看符还是看辟邪的桃木？女人压根没理会秦六娘，径直走到了桌前，上下打量着我。我尴尬地挠了挠脑袋，可我还是没忍住，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好看吗？女人突然问我。我下意识地点点头，脱口而出：好看。女人轻声又道：若是再多看一眼，我便剜了你的眼。我感觉自己都掉冰窟窿里头了，
这女人话音虽然平静，但是她那一瞬间透出来的冰冷和杀气，好像真能杀了我一样。瘸子张的神色变得极为警惕，额头上迷出大颗大颗的汗珠。秦六娘也从笑脸变成了警觉，铺子里头的氛围瞬间凝滞起来。你是谁？女人又问了一遍。我懵了，她在铺子外看我，她进屋到我面前，她却问我是谁。女人眉毛微蹙，我没看清她的动作，她纤细的手指已经触碰到我的脖子，冰冷还有锋锐，我丝毫不怀疑，她稍稍用力，我就没命了。额头上密出豆大的汗珠，我哑着声音说：“我叫蒋红河。”蒋红河。女人的脸色忽然一下子变了，她好看的丹凤眼睁大的变形，冰山一样的神情顿时失态。也就在这时，瘸子张忽然一声低喝，陡然从腰间挥出细长的分尸刀，直接刺向女人后背。我瞬间反应过来，噔噔的后退了数步，躲开了他的手。下一瞬，我却只瞧见了一道残影。铿锵一声轻响，瘸子张的分尸刀被鞭影弹飞，钉在了天花板上。瘸子张一个趔趄，便朝着后方一撞，柜子都凹陷了一个大坑。而那女人又一次逼近我的身前，我砰的一下撞在了铺子里侧的墙上。那女人的手肘直接抵住了我的脖子，我和她的距离近在咫尺之间。她的眉心郁结在一起，看我的眼神惊异却更多。你来自什么地方？她语气更急促。我呼吸其实很困难了，艰难地说了3个字：八毛镇。下一瞬，那女人松开了我，她飞速的后退，这速度简直太快。一眨眼，她已经离开了铺子，消失不见。瘸子张才从地上爬起来，我趔趄地往前2步，揉了揉自己的脖子。瘸子张神色阴晴不定，他盯着铺门外，久久不言。秦六娘同样不自在，皱着眉头说了句：“好厉害的身手，可看不出来头仙桃是风水界，没这号人啊。”我同样茫然，可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女人的一番动作，在我脑海中却挥之不去。瘸子张干巴巴地说了句：“她很危险。”秦六娘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我抿了抿嘴，瘸子张所说的不错，他来得很怪异，更是危险。毫不夸张地说，刚才他真要我命，我就死了。可为什么他听见了我的名字会那样失态？我百思不得其解。足足过了5、6分钟，秦六娘先开了口，她说多想无益，那女人好像没什么恶意。瘸子张点点头，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整张脸都拧巴了起来。我吐了口浊气，稍微平缓了一下思绪。秦六娘又喊我们先吃东西，不能因为那莫名其妙的人乱了计划。我和瘸子张都坐了下来，剩下的饭食吃完了，秦六娘也说完了刚才被打断的话。她告诉我们，要去超度的那家人死的是一个女人，那女人死因很离奇，尸体被冻在了冰箱里头。她男人常年在外打工，2人一直都微信联系，一直到她男人觉得不对劲，以为老婆出轨了，忽然回家发现家里长时间没人居住，他又以为老婆跟人跑了，四找无果之下报了警。警察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最后那男人无心打工，打算去乡下居住，关掉了家里头的电源，邻居闻到恶臭报警，冰箱里的尸体才被找到。我听完了这些，身上都凉飕飕的。瘸子张脸更拧巴了，他说寒气一直冻着尸体，这不胡闹吗？秦六娘苦笑，点了点头，说这就是没人敢去接丧事的原因。尸体进了一次警局，最后又被接走，按道理在家里办了丧事就要送去火化，城里死的人不好再土葬，死者的男人也没那个心思。瘸子张手轻轻敲击在桌面上，他思忖了半晌，又看了看我。我没吱声。说实在的，这尸体比蒋老汉凶，被害死首先怨气就重，冻冰箱里好几个月，阴寒之气一直日夜萦绕着，不诈尸也得成厉鬼。再加上去了一次阳气很重的关衙警局，受了激，还不能全尸囫囵的下葬，要先火化，那最凶的就是去火葬场的路。成骨灰下葬倒是没什么麻烦了。这时瘸子张抬头看了看秦六娘，不自然地说道：“六娘，你实话说，这尸体你也超度不了吧？”秦六娘这才点点头，叹了口气，才道：“主家只想火化了，我其实只能勉强压住他，冤魂不出来，主要是没人能带他进火葬场。酬金多少？分几成？”瘸子张直接问道。秦六娘比了一个数儿，说37开。瘸子张眉头一拧，说55。秦六娘一双杏眸睁得更大，她问瘸子张，不是对钱没多大兴趣吗？200万都看不上眼，这点小钱怎么要那么多？瘸子张白了秦六娘一眼，又道：“这也是原则。”秦六娘他们2人争论不下，我却在想着今晚上怎么背诗了。半晌后，2人达成了协议，4、6分，少的那1成，算是我和瘸子张付了在这里的住宿费。
秦六娘收拾了桌上的碗筷，瘸子张点了烟嘴里头的烟草，纵身一跃，才将分尸刀拔了下来。这时他才看向我，又和我说了一遍要小心，这事情是越来越怪，越来越鬼淡了。我自然明白瘸子张的意思，深以为然地说了明白。不多久，秦六娘就出来了，她提着一个小小的皮箱，同我和瘸子张点头示意。我们从他铺子离开，关门后朝着老街口走去，上了路边一辆黑漆漆的大金杯。40来分钟，我们从仙桃市的郊区出去，进了一个离城郊10分钟左右的乡镇。车停在了一个红砖院子外，那院子角落支棱起来了一个白布棚子，里头摆着一口棺材，棺材盖子开着一半，灵堂上放的供果已经发霉了。我皱了皱眉头，即便死人停尸不能办丧事，怎么能这样不敬重？我们3人下了车，秦六娘上前去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30岁出头的男人，长得其貌不扬，酒糟鼻，皮肤粗糙，毛孔很大，还有些秃顶。男人见了秦六娘，眼中露出喜色。秦六娘先介绍了我和瘸子张，说我们是来背尸去火葬场的。接着他又介绍说男人叫洋葱，洋葱毕恭毕敬的要我们进院子，先喝口热茶休息休息。瘸子张摇摇头，说先看看尸体。洋葱脸色一僵，点了点头。他领着我们到了白布棚子里，阳光一被遮挡，阴冷的气息就上来了，我没忍住打了个寒噤。目光所及，棺材底部躺着一具女尸，这女尸的年纪却不大，最多25、6岁，泛黄的死人皮肤虽说缩水了，可依旧能看出来她活着时候姿色容貌都是上佳。洋葱叹了口气，眼中透着复杂和无奈，还有一点点的厌恶。瘸子张又看了看我，问我觉得怎么样。我思索片刻，先伸手进了棺材，掰开了女尸的眼皮，看了一眼她眼珠，她眼珠同样缩水了一些，还是黑色。我松了口气，道：能背，要是能镇得住活儿更好。瘸子张看向秦六娘，秦六娘也点了点头。洋葱脸上喜色就更多了，他苦笑着说：总算能送走了，家里头稍微安生些。我没接话茬。听了这女尸的那些事儿，我能明白洋葱的情绪，其实他能办丧事儿都算是好的。在之后用不着再多看尸体，洋葱把我们领进了院子，坐在院中晒太阳，喝了一会儿茶水。临到中午的时候，院里头回来了2个老人，他们瞧见我们就贴着墙走。洋葱和我们说，这是他老丈人和丈母娘，他是个上门女婿，家不在这儿。瘸子张没什么反应，秦六娘倒是平和的点点头。我在翻手机消磨时间，等天黑。天黑让秦六娘镇尸，我背尸上她的大金杯，再去火葬场。这事儿就算是办好了，能拿一笔钱。刷了几条短视频，我又给英英发了条消息，问她怎么样了。英英告诉我在和闺蜜逛街，我才放心了不少。可鬼使神差的，我又想起来了早上那冷若冰山的女人，她到底是谁？不知不觉中午了，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又枯燥的等天黑。临近傍晚的时间，秦六娘起身去简单的归置灵堂，她要求给换上新的供果，洋葱去厨房取了，堂屋那边的老两口却在低声说着一些话，大致就是干嘛还要给那败坏门楣的女人新的供果，多花1分钱都是浪费。秦六娘充耳不闻，洋葱很尴尬，我却因此想起来了蒋淑兰，也就是我妈的遭遇。在这儿的事情或许真的是那死了的女人出轨然后被害，但我妈却的确是遭受了无妄之灾，又让蒋老汉和蒋老太坑害了一生。农村里头的这种颜面有时候太过无情，毕竟人死灯灭，又何必这样冷漠。秦六娘已经开始镇尸了，我和瘸子张就站在院门口等。灵堂换上了新的供果，洋葱被要求穿着校服站在棺材旁边，秦六娘围着棺材，手中持着一把香，绕着棺材转圈儿。Wanks you 3这期间，他口中念念有词，只不过语速太快，语调也怪异，我听不明白念了什么。临到最后，他忽然一声斥喝，直接用燃烧着的香在棺材上画了一道符。就在这时，棺材里头的尸体猛地一下直立了起来，月光冷寂，白布棚子里头火光弥漫，那女尸泛黄的脸更映射出冰冷死寂。啪的一声轻响，秦六娘直接将一张符拍在了女尸头顶。她立即看向我和瘸子张，瘸子张立即点点头。我匆匆走至棺材旁边，手中持着一根朱砂绳，快速用绳子缠绕至女尸的双臂，一直到腰间。用绳子借力，我直接将尸体给拔了出来。我并没有直接让尸体落地，而是让他脚掌踩在了我的脚背上。再接着，我躬身下去，一手控制着尸体平衡，另一只手不停地缠绕着红绳，连带他的双腿都绑得严严实实。做这一切的时候，这女尸隐隐想要朝着棺材里头倾斜，我一直都控制着，没让她能倒下去。
他没诈尸，是在闹鬼。这并不奇怪，横死不入门的规矩，虽然洋葱守了，但人不能进关，他却没管。按道理，这尸体已经很难背尸上山，不过好在他要去的是火葬场。很快，我就完全绑好了尸体，站直身体，我和女尸面对面。她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让我眼皮微跳。冷不丁的，女尸嘴巴好像动了动，我睁大了眼珠子，脑袋都嗡了一下。幻觉？这女人应该都被镇住魂魄了啊！刚才那点闹鬼，代表她很凶，这要能动嘴，那就凶得没边了。盯着她看了许久，我吐了口浊气，觉得自己应该是眼花了。秦六娘正在一旁认真地看着，眼中露出赞赏。另外一头，瘸子张冲我点点头，也极为满意。我深吸一口气，一手提着女尸，身体骤然一转，瞬间我就将她背在了背上。尸体死沉死沉的，我耳边却似是被吹了一口凉气儿。她还没来，我不走，哀怨尖细的话音钻入了我耳中，我头皮猛地一下发麻了。一时间，我觉得周遭都极为安静。余光看秦六娘，她已经朝着白布棚子外边走，看动作是去开车。瘸子张朝着我走来，他一瘸一拐，但走得平稳，显然他啥都没发现。我额头上汗珠更多，微微扭头盯着背后的女人，她缩水的小脸，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抽起来了，像是在笑，可她眼珠子里头却淌下来2道水迹，这分明是哭。尸体又哭又笑，生前情怨难了。瘸子张教过我，这是情杀尸，极为棘手。上山路上9成会拉翻背尸人，摔倒在地成孤魂野鬼。去火葬场也可能会翻车。汗水钻进了我眼角，我用力眨了2下眼睛。瘸子张到了我身边，他皱眉道：红河怎么不上车？我强忍着心悸，立即就和瘸子张讲了，尸体有问题，又哭又笑的，是情杀尸。瘸子张又拧巴着一张脸道：红河，你再仔细看看，这尸体没问题啊。我一愣，瘸子张老花眼了吗？我亲眼所见眼泪和笑脸，咋可能没问题？再扭头去看女尸，还真见鬼了，她头顶那张符好端端的贴着，脸上哪有泪痕，倒是有一些香灰，嘴角同样平复着，并没有丝毫笑容出现。第46章，我嘴唇抿成了一条线。路边黑色的依维柯大金杯开了前照灯，瘸子张细细地打量了女尸一遍，又说了一句没问题。我点了点头，低声说好。瘸子张的经验是要比我老道的，应该是我才第2次背尸，太敏感了。压着嗓子，我低声喝道：死人命中去，夫婿送至亲，黄泉有路走，家里莫停留，起尸离地。话音在夜空中回荡，一股热气从身体内流淌至4肢百骸。我背着女尸，迈步朝着金杯车走去。瘸子张在我身边领路。经过洋葱家门前的时候，站在那里的洋葱却忽然笑了笑。说实在的，他笑的嘴巴都咧到耳后根了。我眉头下意识拧了起来，扭头看了他一眼。瘸子张皱了皱眉，但并没多言，只是催促我快些走。一转眼到了金杯车后边，瘸子张帮我拉开了后备箱，里头垫着一张白布，布上还有符。我立即将女尸放在了那张符布上，随即纵身上了金杯车，警惕无比地看着女尸。她并没有别的变化。瘸子张和我点点头，关上后备箱，转身走向金杯车副驾驶。很快车发动了，我下意识的又从车窗看了一眼院子门，洋葱还站在那儿，我却瞧见他冲着地上吐了口唾沫，脸上的神情更是厌恶，皱了皱眉。再看女尸，我摇了摇头。我们此行是来送女尸去火化，不让她闹鬼害人。钱拿了，事儿办了，该说的也说了，其他的事情我们管不着。车缓缓地朝着村外行驶而去，这期间我一直很警觉，因为我怕女尸出问题。不多时，我们就到了村口。突然间，车一个晃荡，猛地停了下来。我心头一紧，本能地问了句：秦姨，怎么了？有人拦车？秦六娘的话音不怎么好听。我扭头往前看，才瞧见我们车头前边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运动衣，被金杯车的大灯照着，脸都是苍白的。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的车。瘸子张低声道：死人上路，拦车的拦的不是车，是夙愿，绕过去。我吐了口浊气，瘸子张反应要比我快一些。其实死人上路不只是拦车这一种，还有很多地方会挡着棺材，甚至堵在路中间不让人去下葬，这都是生前和死者有仇怨的，或者其他口角纷争。人死灯灭，却要了却生前夙愿，往往这时候会有子嗣家人出面，说上几句好话，或者给出一个白事儿的封口钱，就能将事情了断。这一趟洋葱没跟着来，
就只能照着瘸子张说的绕路。秦六娘用力按了按喇叭，那人没让，她只得换了方向。很快，我们就绕过了他。村路太窄，车身却还是和他擦肩而过。他脑袋朝着车窗这边扭了过来，睁大了眼睛，似是要看车窗里面。这样近的距离，我刚好看清楚他的脸。20出头的年纪，虽然看似狼狈，但实际上他还有些帅气。只是他脸和眼神都太痛苦，太悲哀。车速变快，那人消失在了窗外，可车内的温度变了。那女士头顶的服居然完全发黑，脱落了下来。她一双眼睛睁开，流淌下来的是2道血泪，而她嘴角怪异地抽起，这又哭又笑的表情绝非幻觉。车又是猛地一顿，女士的尸体竟然朝着后备箱门撞去。我眼疾手快，一把就抓住了她的肩头，那股大力让我一声闷哼。不过我堪堪抓住了尸体，我丝毫不怀疑，如果我失手，她绝对能撞开门下车。这时候车开始剧烈的左右摇晃起来。秦六娘惊异的话音传来：“这么凶，刚才不还好好的？”显而易见，车的晃动和女尸有关。瘸子张沉声道：“六娘，你稳住车，红河，你稳住尸身，刚才那男人有问题，过了这段路就好了。”我呼吸凝重，浑身肌肉绷紧。当感觉到尸体稳定的那一瞬间，我快速松开一只手，反手掏出来了一根锁尸的铜爪，直接扣中了女尸的肩头。另一头的朱砂绳则紧紧地攥在手中。铜爪镇尸，再加上我还有一手压着尸体，这女尸彻底平静了。金杯车行驶也变得平缓下来，我喘了口气，还是没松手。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我腰身都觉得僵硬的时候，金杯车停了下来。到了，瘸子张喊了我。我扭头看了一眼车窗外，外边是一个厂房的大铁门，门头上贴着几个掉漆的大字：仙桃第3殡仪馆。火葬场现在都不直接叫火葬场，因为会惊尸。后备箱门被打开，我先下车，最后才将女尸背在背上。铜爪我依旧没松开，朱砂绳缠绕在手腕上。刚才的事情还是让我心有余悸。瘸子张赞赏的点点头，说我刚才反应很快，很不错。我勉强笑了笑，可我依旧不太自在。瘸子张同样皱眉瞥了一眼女尸，说了句：“还真是情杀尸，应该是院主来了。老张叔要老眼昏花了，不过送到了地方就好，有惊无险。”秦六娘下了车，她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说：“本来以为赚个小钱，结果差点出车祸折进去。刚才那拦车的男人应该有问题，甚至可能和女尸的死。”他话还没说完，瘸子张一把就捂住了他嘴巴。“红河，送他进归处吧。六娘，话不要乱说，等会儿你就通知洋葱，明天来领骨灰。”我不多言，背着尸体朝着火葬场里头走去。秦六娘不多说话了，和瘸子张一起跟着我走。几分钟后，我们到了一片平房的区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儿，还有挥之不散的尸臭。路边的那些灯都极为晦暗，随时会熄灭一样。瘸子张领着我到了一道门前，这期间秦六娘在打电话。1-2分钟，来了个火葬场的工作人员，示意我们进去。我一直将女尸背到了焚化间，放置在了灵棺中，才彻底松了口气。等会儿灵棺就会被推进焚化炉，将尸体烧成骨灰。焚化间挑梁很高，焚化炉也做成了房间的样式。从一开始，我至少看见这焚化间里有6口这样的炉子，这种数字同样有所寓意。瘸子张和我点点头，往外走去。很快，我们离开了火葬场，回到了金杯车上。秦六娘蹙眉说了句：“洋葱的电话怎么打不通了？”瘸子张淡淡的说了句：“钱给了就行，发个短信通知他去领骨灰，别的事儿和咱们无关了。”秦六娘点点头，说也对。车上了路，不多久，我们回到了老街铺子。可上台阶的时候，我竟莫名其妙的平地摔了一跤，手上还磕破了一个口子。瘸子张脸色不太好看。秦六娘左右瞅了瞅铺门口，伸手便从腰间摸出来一个小罐子，循着台阶撒了一圈。结果台阶面上出现了几个小小的脚印，我心头像是堵着一块石头。这小脚印是蒋幽女留下的。秦六娘低喃道：“又是那个女婴，的确阴魂不散，而且来得很快。”我笑不出来。瘸子张面沉似水，他望了望四周，显然也一无所获。其实我们很被动，敌在暗，我们在明。吴先生本就手段诡异，他先害我们，又帮我们，现在又要杀我，这态度更是多变。想要化被动为主动，就得先见到吴先生的人。可我们怎么能主动见到吴先生？那老先生说了，只能正常做自己的事儿。等秦六娘同样讲了，先保护好我，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可这种方式却让人极为压抑。红河，去休息吧。瘸子张将烟嘴夹进唇间，吸了一口，吐出来一团辛辣的烟气。在这里站着无益，
我只能进铺子，上楼。回到房间后，我清洗了一下伤口，又拿出来背诗人的疮药，涂抹了一遍。疲惫涌来，我沉沉地睡了过去。可这一觉，我没睡得那么安稳，我居然做了个梦，而且梦到的是白天那个马尾辫的冰山女人，她一直冷冰冰地看着我，一直到后半夜，梦才消失不见，我彻底睡死。第二天早上起床，脑袋清明了很多，手上的伤口结痂。我刚下楼，才瞧见瘸子张和秦六娘已经在铺子里头了，桌上放着和昨儿一样的豆浆油条，外加有炸鬼。我过去吃东西，还有点神不守舍，时不时看看铺门。瘸子张奇怪地看我，秦六娘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她眼神更怪异，问我是不是丢魂了。我晃了晃脑袋，赶紧说没有。也就在这时，铺门口传来了脚步声，我没挪开目光，更为凝神。可出现在视线中的并非昨天那冰山女人，而是3个变装的男人。他们刚进了铺子，秦六娘就起身，笑眯眯地问他们要买什么东西。结果为首一个男人拿出证件，说他们是警察，要问我们几句话，请我们配合调查。瘸子张脸色不好看，我也愣了一下。警察来干什么？秦六娘同样不解，她尴尬地笑了笑，说她做的是小本生意，不知道出了啥事儿。那警察板着脸扫过我们一眼，喊我们也过去。瘸子张咳嗽了一声，冲着地上吐了口痰，才一瘸一拐地走到秦六娘身边，我也跟了过去。而那警察问的问题便有些古怪，他先问我们昨天是不是去了杨村的洋葱家，之后又问了我们去那儿干嘛，什么时候走的。秦六娘如实回答。那警察又问了有没有行车记录仪，他们要看看。秦六娘说在车上。那为首的警察就派了一个人跟着秦六娘去取。接着他们又开始问我和瘸子张话，话里话外大致还是洋葱家的事情，以及我们和洋葱的交谈一类的。瘸子张不喜欢洋叉，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答，我怕惹麻烦，说的就比较详细。不多时，秦六娘回来了，那民警手中拿着行车记录仪，他们又摸出来个设备，把行车记录仪打开看了。半晌后，几人留下来了我们的联系方式，让我们随时接电话配合调查，便从铺子离开。等他们走了之后，秦六娘才说了句稀奇古怪的。瘸子张没吱声，我眉头拧巴着，却觉得肯定出事了。没出事，警察来上门干啥？这会儿秦六娘却在打电话，好像问着什么。片刻后电话挂断，秦六娘整张脸都变了色，她告诉我和瘸子张，洋葱家里出事了。洋葱连带着他老丈人、丈母娘一家3口都死了。我心跳顿时落空了半拍，一家都死了。莫名其妙的，我就想起来昨晚上拦车的那个男人，事不关己，做这行的别太好奇。瘸子张巴搭了一口烟，似乎没有丝毫好奇。我一下子不知道咋接话。秦六娘嘀咕了一句，老张，就你能高高挂起，没点好奇心。瘸子张笑了笑，说不好奇，活得久。秦六娘，这会儿我们都没啥胃口了，我帮衬着秦六娘一起收拾桌子。之后我又问瘸子张，我们现在干嘛？瘸子张告诉我，等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和以前在家里一样消磨时间。我虽然不自在，但瘸子张说的的确没错，这也是因为我们太被动，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奈。在铺子里头闲着待了一会儿，我想着和英英聊会儿天，可给她发了信息，却半晌没人回我。正当我百般无聊的时候，铺子外头又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了一群人，都穿着制服。进来之后，他们就说要查这里的消防、卫生一类的安全隐患，并且也出示了证件。我和瘸子张都退到了铺子外，秦六娘跟着，脸色却不好看，一直在低声说着什么。可那群人对秦六娘半答不理，还冲着许多地方拍了照，让秦六娘限时整改，说不符合规定。很快那群人走了，秦六娘满脸的气愤。她说那群人有病，她这是办丧事的铺子，又不是饭店，哪有那么严苛，简直是故意找茬。我正想安慰她2句，远处却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了几个人。最前头的是戴家的少爷戴卢，几个保镖跟着他。到了近前，戴卢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又问了句刚被检查了。秦六娘脸色一变，她怒眼看着戴卢。戴卢咳嗽了一声，又道，我就是想请你们帮忙，可你们见死不救，我能有什么办法？铺子开着不做生意，还不如关了算了。蒋红河，你说对不对？ Wings You 3还有英英爸妈和我说了，看我这几天身体不好，打算先办了喜事冲冲喜。你不想英英刚结婚就守活寡吧？我不想死，更不想我真死了，刚娶回来的老婆又跑了，到时候我做出来点什么事情，你会不会后悔？戴卢这话顿时就让我气得浑身发抖。以前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以为我情绪能控制得很好了，可他的威胁是真的无耻可恨。你敢？我死死地盯着他，语气更是冷厉。瘸子张微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没多言。戴卢笑了笑，说了句：“我真要活不下去了，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语罢，他瞟过我，又看了看秦六娘，最后又扫了一眼铺子，转身，戴卢要朝着老街外走去。刚两步，戴卢又驻足回头，冷声道：“对了，茵茵已经被我接走了。我看这铺子也不长久，明儿没关张，都算我代驾无能。”我心彻底沉了下去，怪不得茵茵没回我消息。陡然往前迈步，我就要去抓戴卢的肩膀。那几个保镖同时挡在戴卢身前，凶神恶煞地将我们隔开。阳光下，戴卢身后怨气形成的暗影更重了，就像是在挣扎一般，连带着他的脸都变得愈发狰狞。我猛然驻足，场间的氛围顿时凝滞下来。光脚的的确不怕穿鞋的，我不想帮戴卢，可他真要做出来那些事儿，茵茵受害，秦六娘也会受影响。我额头上泌出汗水，扭头看向了瘸子张。瘸子张一脸阴霾，他冲我点了点头。我眼中有疑惑，他是让我放开手干，直接拿下戴卢，还是怎么做？我正思索的时候，瘸子张却先开了口，冷声道：“光脚是不怕穿鞋的，但小子做事是要考虑后果的。你听没听过八毛阵杀人不眨眼，睡觉都不闭眼的马脸背诗人？”戴卢脸色陡然一变，瘸子张语气更为冷冽道：“红河可以帮你，但有几个条件。第一，200万1分不能少，这是酬劳。第二，你不准动红河的女人，不然我管你是戴家的还是赵家的，把你脑袋削下来做了痰盂，你家族也不敢说二话。”瘸子张的话更让我心头落空半拍，马脸被诗人，他居然有这样的花名。此外，这条件并没有让我们太吃亏。秦六娘甚至都眼前一亮。戴卢满脸都是阴霾，他声音沙哑地说：“钱戴家有的是，女人对他来说也没那么重要，只要能将他的事情解决好了，什么都好说。”瘸子张点了点头，示意戴卢进铺子谈。戴卢倒是干脆，摆摆手让保镖散开，径直走进了秦六娘的铺子里。我尽力让自己平息下来，收起急躁。戴卢才说了他最近遇到的事情。他说近些年他谈了不少女友，那些女人都想怀上他的孩子，嫁入豪门。不过他一直都认为那些女人不真心，最后都分手作罢。最近又谈了一个女友，那女孩有抑郁症，分手了就用自杀来逼迫他。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彻底选择分开，却没料到那女人居然烧炭自杀了。这段时间他总是夜里梦到那个女人。除此之外，就是常年来他经常半夜看见小孩子在乱跑，也曾找道士驱邪，都没多大作用。语罢，戴卢紧张地看向瘸子张，瘸子张则看向了我。我其实一直在思索，戴卢的话不能全信。他说是女人缠他，可茵茵都告诉我了，他是玩弄那些女孩子的感情。半夜看到小孩子，应该是真的。他害了那么多孩子，不见天日就夭折腹中，被怨气缠身极为自然。可那烧炭自杀的女孩，恐怕是被戴卢给逼死的。一个冤魂作为诱因，在引动了戴卢身后的怨气，才是他命不久矣的原因。但我并不想真的解决了戴卢的麻烦。思绪间，我抬头和戴卢对视，我问他，那女孩的尸体是不是一直没下葬？戴卢怔了怔，才点点头，说对。我眯了眯眼，道：镇住尸体，再下葬了即可。正常下葬其实得带尸体去火化，成了骨灰之后，再大的怨气都得平息。可那样一来，我要背负很大的因果。如果背尸人知道死者的怨气，还要强行镇压的话，就会被冤魂缠身。简单镇住尸气，将其葬下，他反倒是会诈尸破坟而出，到时候依旧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会找上戴卢还债。有这一段时间缓冲，足够我将茵茵带来身边了。我思绪飞快，立马落定了主意，但这些我自然不会告诉戴卢。戴卢脸上都是惊喜之色，他立即做了个请的动作，道：红河兄弟，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一行人出了老街，在路边上了戴卢的车。约莫40分钟左右，车停在了一个老式小区外。先进小区，又进了一处单元楼。戴卢敲开了右边一个房门，开门的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女人，她满脸的憔悴，眼睛里都是血丝，怔怔地打量着我们。我心里头其实有疑惑，人死了，如果在农村停尸很正常，可城里头应该将尸体放在殡仪馆才对，留在家里头不隔音吗？这时戴卢笑眯眯地喊了那妇女一声吕阿姨，又介绍了我和瘸子张是背尸人，秦六娘是专业超度的。接着他又和我们介绍了，这妇女叫吕凤，是他前女友吕月的妈妈。
出了这事儿后，他给了吕家50万，算是抚恤。这话他当着吕凤的面讲，我总觉得不自在。吕凤勉强笑了笑，请我们进了屋。屋里头阴气很重，凉飕飕的，一直有冷风。他指了指右侧的房门，干巴巴地说了句：“小月在那里面。”戴卢低声告诉我，吕月死了之后，殡仪馆待不住，闹鬼闹得厉害，尸体都直接消失，会回到家里。我找过好些个道士了，都管不了。我没多言，径直朝着右侧房门走去。瘸子张和秦六娘缓步跟在我身后。到了屋门前，我取出来老牛角，抵着门把手，往后一拉，门便开了。一股寒气迎面来，一部分钻进我脖子里头，冷得我打了个寒噤。可让我脑袋一嗡的是，门口居然站着一个女人。我距离太近，脸都快贴在她脸上了。她穿着一身单薄的睡裙，双手捂着小腹，一双眼睛睁得极大，她脸更狰狞，精致白皙的脸蛋隐隐笼罩着一层黑蒙蒙的东西，像是绒毛。我屏住呼吸，没有轻举妄动。瘸子张见怪不怪，他仔细打量着那女人，也就是吕月。后边的戴卢显然被吓了一跳，他还骂了一句脏话，说阴魂不散。我回头瞪了戴卢一眼，语气严厉：“死者为大，他本来就和你有关，你真想他一直跟着你？”戴卢被我这句话镇住了，白着脸，一句话都没说了。吕凤捂着嘴，瘫坐在地上，又开始掉眼泪。戴卢脸色青红交加的挤出来一句话：“红河兄弟，你赶紧看看，把他送走吧。事儿没问题，钱我在家。”我没回答戴卢，又回头看吕月的尸身。他怨气极其重，明明是白天，他嘴巴居然微张着，似是有黑气流淌出来。的确死于自杀。瘸子张悠悠地说了句话，我嘴巴抿成了一条线。背尸人有一条训诫：横死最凶，自杀最冤。自杀身亡尸，不可投胎为人，入畜生道。若非别无选择，切勿不可背尸，因尸葬无归处，必会破坟而出。如果这事儿真是要办，我肯定会拒绝，瘸子张毅然不会同意。可我已经打算好了，是要坑戴卢一把，这因果变和我无关了。最多我拖延一下这吕月找戴卢索命的时间，不会有大碍。思绪至此，我侧头看了瘸子张一眼，稍微眨了眨眼。其实刚才我直接说了镇尸下葬，瘸子张应该听出来了我的言外之意，毕竟我是他教出来的，有什么后果他比我更清楚。瘸子张咳嗽了一声，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我心头定了不少，瘸子张明确同意，我更放心了。快速取出来老牛角，我伸手捏住了吕月的下巴，将老牛角塞入他口中。吕月睁大的眼睛缓缓闭合，他脸上的黑气和绒毛都在逐渐收敛，不过那些绒毛像是倒贴在了皮肤上，形成了一种怪异的纹路。几秒钟后，吕月的尸体朝着后方倒下，我立即抓住他肩头，没有让他躺倒。目光一扫屋内，这是一个卧室。我提着一口气，将吕月尸体拉到了床上放下后，用铜钱绳缠住了他的脖子，又用一根朱砂绳将他尸体从头到脚缠绕起来。很快，吕月像是一个粽子一样，朱砂封四肢，铜钱绳缠魂魄，老牛角定煞气。吕月的黑气和绒毛应该是白、黑、血、青中的第二等黑煞。有我这3层镇尸，他别说诈尸，就算是魂魄都不可能跑出来，连鬼上身都做不到了。但我也打算好了，埋他的时候就用一个老牛角塞在口中就行，他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开来。我不牵连因果，只是损失一个老牛角，时间也拖延够了。吐了口浊气，我站起身，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一下筋骨，回头刚好和瘸子张对视。他和我点点头，道：“封得不错。”我笑了笑。秦六娘若有所思，戴卢其实一直凑在卧室门口，偷偷地往里瞄着。我喊了他一句，让他去找人准备口棺材，最好再弄个墓碑，刻上吕月的名字，等到天黑，我们就出城去埋尸体。我刚说完，戴卢的脸上就尽是喜色，他连连点头，就和鸡吃米一样。他立即就开始打电话。我们没一直待在房间里头，去了客厅。吕凤孤零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抹眼泪。我不太会安慰人，只觉得这房子里的气息格外压抑。看样子吕凤就吕月一个女儿，却被戴卢给害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几分钟后，戴卢凑到我身边道：“红河兄弟，棺材一会儿就送到楼下，墓碑有现成的，刻上名字就行，你说还要准备啥东西不？”我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说没有别的了。戴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似是也松了口气。在之后的时间略有难熬，我时不时地看一眼手机，时间慢得分秒度日。好不容易到了晚上6点半，天开始擦黑了。我起身朝着房间里走去。床榻上吕月的尸身没有别的变化，
还是静静的躺着。只不过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他腰身位置的绳子稍微松了一些？我走至近前，检查了一下绳结，绳结没有被打开过，看样子是他小腹瘦了一点点。这就很奇怪了。我给朱砂绳上多补了2个绳结，将松弛的绳子重新勒紧。天彻底黑了，屋里的阴气重了不少。吕月虽然闭着眼睛，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在盯着我一样。定了定神，我直接将吕月尸体拽起来，一个转身就将他背在了背上。我并没有喊背诗人送诗的那句话，直接走出了卧室。瘸子张干巴巴地和戴卢说了个走字，戴卢匆匆往前走，秦六娘和瘸子张则跟着我身后。等我们走到单元楼出口后，我本能的抬头看了一眼楼上，因为我觉得有个视线在看着我。结果这一眼我就瞧见了，窗户那里有个女人，不正是吕凤吗？她一脸怔怔地看着我们离开，我心头更有种说不出的唏嘘了。正准备收回视线往小区外走，可下一瞬我就瞧见吕凤的头上爬上来了一个东西，月光和屋里射出的灯光全都汇聚在那个黑漆漆的东西上。那怎么好像是一个婴儿？我头皮陡然发麻，耳边恍惚像是听到了一声凄厉的啼哭，让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顷刻间，吕凤关上了窗户，没有继续看我们了。只是我心头全是阴霾，那婴儿是怎么回事？红河。瘸子张皱眉看我，我回过神来，干哑地说了句：“老张叔，有点不对劲。”我不确定老张叔有没有瞧见什么。余光看秦六娘，她倒是没怎么察觉。瘸子张脸拧巴着，语气郑重地说道：“不管有什么，事已至此，先把人埋了，回头再说别的。”前边停下来的戴卢也极为紧张，道：“红河兄弟，你别吓我了，这张老爷子说的对，先埋了吕月，我马上给你钱，再让茵茵来找你。我亲自告诉殷家，让他们不要狗眼看人低。”我没多言，继续往前走了。瘸子张的态度是没错的，不管有什么麻烦，我背着自杀院尸呢，得先放下才行。同样，我还不能破坏了我们现在的计划，得完成了答应戴卢的事儿，才能让他放人。不多时，我们出了小区门。之前戴卢的车旁多了一辆皮卡，皮卡上放着棺材，那几个保镖在车旁等着。我过去之后没有犹豫，直接上车，让他们把棺盖打开，将吕月放了进去。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正常流程，尸体得去坟地放棺，但我一点流程没走，就是让吕月能找回来。现在他是完全被震尸的状态，直接进棺材也无妨。将棺盖扣上之后，我回到了刚才那辆车上，同瘸子张他们一起上去。这时瘸子张和戴卢说了句话，让他们带着随便找座山挖个坑埋了尸体就行。戴卢让保镖开车，他则是满脸喜悦地冲着我们笑。只不过我却瞧见戴卢背后的怨气开始朝着他身上钻进去了。另外，戴卢的车窗外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出现了几个细小的巴掌印，那巴掌印瞬间又消失不见，就好像有个什么无形的东西爬过了一般。我背上泌出了不少冷汗。那东西和蒋幽女有些相似，但它并不是蒋幽女。我立即想到了刚才吕凤从楼上看我们的时候，脑袋上爬着的那婴儿，难不成跟在戴卢背后的那些夭折婴儿现形了？可如果那些怨婴都现形了，戴卢应该会死才对啊，而不是此时的怨气入体。车快速地朝着城外而去。深夜，路上没什么车辆，我们半小时左右就出了城。YXU 3车停在国道上，我们下了车。保镖在我的示意下，将棺材抬到了近处的山脚下，又开始飞速地挖坑。月光太凄冷了，我总觉得毛毛的，四肢百骸都在钻凉意进来。很快，一个深坑挖了出来，墓碑先被竖在了棺材前头。那几个保镖要将棺材放进深坑，偏偏就在这时，棺材里头却传出来了轻微的抓挠声。我脸色骤变，吕月不应该出问题啊，我都3层防护的封了尸体，按道理我得等会儿取掉朱砂绳和铜钱绳后，吕月才会慢慢有一点反应，这会儿他绝不可能诈尸。保镖们被吓得不轻，都惊惶无比地看着我和瘸子张以及秦六娘。戴卢的脸色煞白，不安地问我们这什么情况。我和瘸子张对视一眼，眼神交流后，他先点点头，缓慢地靠近了棺材。我立即就会了意，匀速靠近过去。我们肯定得短暂地镇住吕月，否则肯定达不成目的，戴卢也不会放心。来到棺材前，瘸子张的右手一把抓住了棺材盖子，他用力往下一拍，咔嚓一声，棺材被推开了。月光照进棺材内，我脸色骤变。吕月的双眼睁得极大，他嘴巴里头的老牛角没了，落在了棺材底部，甚至他身上的朱砂绳居然也都断了，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是咬过一般。唯独还绑在他脖子上的就是铜钱绳。棺材四壁都是细细的抓痕，
吕月脸上更是根根竖立的漆黑绒毛。忽然，啪嗒一声轻响，那铜钱绳似是从后边断裂一般，从吕月脖子上滑落，他的尸体猛然一下竖立起来。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后退，而是快速摸出来另一样可以镇尸的驴蹄子，直接朝着吕月口中塞去。与此同时，瘸子张手握一张符，重重拍向吕月的头顶。可我余光中却瞧见更令人心惊的一幕，那几个保镖就像是撞鬼了一样，他们忽然扬起手中的锄头，朝着戴卢挥了过去。戴卢被吓得三魂不见七魄，拔腿就要跑。冥神！瘸子张低声喝道。我一瞬间乱了的心神快速平稳下来。吃的一声，我将驴蹄子塞入了吕月口中，瘸子张的符也刚好落在了他头顶。那几个保镖的身体直接僵在了原地。秦六娘几乎同时到了戴卢身前，她手中握着一面铜镜，横扫一圈，那几个保镖都砰砰倒地。戴卢被吓得傻眼了，他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话来。我心口咚咚直跳，刚才一幕太惊险。其实我刚才有破绽，吕月诈尸后让那些保镖撞鬼伤人，我刚才第一反应是想救戴卢，可实际上如果我去救戴卢，反倒是救不了，最快速度镇住了吕月，才让那些保镖停下来。老张说。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瘸子张皱了皱眉，说了句怪事。他伸手捡起来了棺材里头的朱砂绳、铜钱绳以及老牛角。我又看了一遍，再次确定这肯定不是吕月自己弄断的，鬼使神差的。我又瞟了一眼棺材内，我脸色在变，因为棺材里头居然有一些细小的脚印，是刚才那个婴儿。我刚想到这里，突然戴卢猛地拔腿，直挺挺地朝着坟坑冲来。月光下，他本就苍白的脸居然有些皱巴巴的，就像是小老头一样。他眼珠子更是漆黑一片，几乎瞧不见眼白。被上身了！瘸子张语气顿时惊变。秦六娘陡然伸手去抓住了戴卢的肩头，阻止了他的冲势。戴卢口中发出一声凄厉的啼哭，这分明是一个婴儿的哭声。他转身就去掐秦六娘的脖子。瘸子张迈步要去帮秦六娘制住戴卢，我没有立即动，而是警觉无比地四扫周围。刚才的保镖撞鬼是因为吕月，可现在吕月被符和驴蹄子镇住，戴卢又发出那种声音，分明是被一个鬼婴上身，十有八九就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可他在什么地方？余光瞧见瘸子张逼近了戴卢，戴卢没能掐住秦六娘的脖子，却像是发疯一样拽住他的胳膊。瘸子张一掌击中戴卢的胸口，他就像是没反应、没痛觉一样，松开秦六娘，又扑向瘸子张。我额头上冷汗直冒，双眼更加仔细地在四周寻找。一个撞鬼的人并不可怕，有瘸子张和秦六娘，他闹不出来什么幺蛾子。可如果不制止的话，他会没有痛觉、没有意识，一直到死都会逞凶。虽然我和瘸子张身上有一些东西能让戴卢清醒，但那对背尸人来说也很珍贵，这样用了太过可惜。我得将那鬼婴找出来。显然瘸子张能看明白我的意图，他一直在和戴卢缠斗。秦六娘在一旁帮衬的情况下，戴卢没能伤人，他们也没太伤到戴卢。可让我额头上汗水更多的是，我一直没找到那鬼婴在什么地方。忽然哗啦一声轻响传来，我猛然朝着左边扭头过去，却瞧见吕月头顶的符居然没了，他嘴巴中的驴蹄子居然也要吐出来。更让我惊骇不已的是，他肩膀的位置居然趴着一个皱巴巴的婴儿。那婴儿眼珠子漆黑，身上全是细密的黑色绒毛，他正阴翳无比地盯着我，那眼神太过怨毒，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时我才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吕月怀孕了，这鬼婴儿是他的孩子。眼看驴蹄子已经出来了2/3，要是吕月再闹起鬼来，一大一小两个，这不是简单的两个诈尸，我们恐怕得倒大霉，还得破坏了我的计划。我飞速反应过来，一把抽出分尸刀，猛然抛出，嗤的一声，细长的分尸刀直接扎在了鬼婴的头顶，他的尸身被分尸刀的惯性带着飞射而出，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我一个箭步纵身上前，一把拍中了吕月口中的驴蹄子，将其完全塞入他嘴巴里，甚至撑得他牙齿碎了2颗，2道猩红的血泪从吕月眼中流淌而出。我耳中仿佛听到了凄冷绝望的哀哭，那哭声让我心跳都落空了半拍，好似心口被人攥住了一样。吕月脸上的绒毛骤然消失不见，黑驴蹄子的作用和老牛角相似，不过老牛角需要将尸体穿破才有最大功效，黑驴蹄子则能尽可能保证尸身的完整。我疾步走至那鬼婴前头，分尸刀一端没入了泥土之中，鬼婴脑袋被完全扎穿，他一动不动，黑漆漆的血从伤口处溢出。背尸人的分尸刀用的是老铜打造，常年被黑狗血浸泡，
凶尸都可以分尸，更何况一个鬼婴。可我心里头还是极不舒服，这鬼婴魂飞魄散了，他应该是吕约的孩子。背尸人的禁忌中还有一点，遇到孕妇必须要避而远之。有一句话说得好，井水不犯河水。背尸人处理的是要去投胎的尸体，但孕尸背尸人解决不掉。瘸子张和我说过，孕妇死亡，腹中胎儿叫婴胎，这得由专业的接阴婆来处理。刚才我没有别的选择，给了鬼婴一刀，让他魂飞魄散。这因果我算是背上一部分了。伸手，我拔出来了分尸刀，用一张布将鬼婴包了起来。回头看去，戴茹已经倒在地上，他没有在撞鬼，嘴巴不停地吐白沫子。瘸子张和秦六娘警惕地看着我这边。我拿着包鬼婴的包裹走至近前，额头上依旧冷汗涔涔。魂飞魄散，瘸子张眉头拧巴着。我刚刚点头，秦六娘就愕然地说了句：是母子煞还是婴胎落地成了鬼婴的母子煞？吕月已经杀过人了，怪不得他们这么凶。红河，你摊上事了。瘸子张眉头紧皱，让秦六娘说清楚点儿，我们对母子煞不是很了解。秦六娘才说她以前也不了解，还是1年前见了内阳的大先生才知道了一些母子煞的细节。那大先生叫做罗十六，兼并一身阴阳术，而且极为年轻，是95年生人，只有20多岁。内阳四处流传着他的传奇经历，他才知道那大先生罗十六是从下九流的接阴婆起家，最后名震一方。说着，秦六娘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又道：你杀了鬼婴，母煞是闭不上眼睛的，如果不将他也打得魂飞魄散，他迟早会钻出坟来，冤有头债有主，戴茹要付出代价，他也要杀了你。我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分尸刀，扭头又看向了棺材，可我没动。瘸子张却立即说了句：不能再诛他魂魄了，背尸人背送的是尸体，也是送死人了断今生，如果总是诛灭死人魂魄，身上就会带着戾气，会让很多尸体恐惧而诈尸，甚至无法背弃。我死死咬着下唇。瘸子张说的没错，秦六娘脸色更难看了，她迟疑了一下，道：就只能再想别的办法。我思索片刻后问秦六娘，能不能托人去那罗先生那里打听打听，怎么用更好的办法让母煞安息，不来找我。秦六娘苦笑道：哪有那么容易，我能见他也是他1年前召开了一个阴阳界大会。红河，他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个大人物，我是运气好，他给我指点迷津了几句。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可冷不丁的，我又想起来了一个人，就是那算命的老先生，他或许会有办法呢。思绪至此，我稍微定了定神，先低声答了句我晓得了，又和瘸子张说我们再想别的办法。转身我走进了棺材，一眨眼的时间，我才发现吕月脸上刚刚消失的黑色绒毛居然又长了出来，而且正在逐渐朝着血色转变，他眼珠子更是黑中带血，分外怨毒阴森。黑驴蹄子居然有逐渐腐烂的征兆。瘸子张和秦六娘也到了一旁。瘸子张让我取出来所施的铜爪，多加一层防护，尽量能拖多久是多久。这事儿算我们惹上了麻烦，也算带茹好运了。我自然明白他的话外之音。取出来铜爪，我分别扣住了吕月的四肢、头顶，又用朱砂绳将他死死缠住，最后盖上棺盖。我和瘸子张捡起来地上的锄头，将坟完全垒砌起来。做完这一切，天都快亮了。之前被撞鬼的那些保镖以及戴茹才堪堪清醒过来。那些保镖一个个都神情恍惚，一般撞鬼被鬼上身了，脑子都会断片，很难记住当时发生的事情。戴茹一直揉自己的胳膊和胸口，说他怎么昏倒了，浑身都疼。瘸子张和秦六娘对视一眼，低声说了几个字，秦六娘便朝着戴茹走去。她笑盈盈地告诉戴茹，刚才埋棺材的时候吕月太凶，出了一点意外，他们被冲撞了才会昏迷。不过现在意外已经解决了，吕月也埋了，我们完成了事情，希望戴茹也履行承诺，酬金和茵茵都得给我们。戴茹怔住半晌，脸上才露出喜色，不过他又顿了顿，眼珠子一转，道：钱马上就给，不过茵茵我还不能立即叫出来。秦六娘顿时僵住，我心头一沉，脸色骤变。我呼吸粗重的迈步朝着戴茹走了过去。戴茹看向了我，一本正经地说道：红河兄弟，今天这事情你们的确办得利落，帮了我大忙，可你忙还没帮完呢，我身后还有很多怨气，你不是说了吗？他们在跟着我，你得帮我解决了那些，我才能给你茵茵。我停住在戴茹面前，死死地盯着他的脸，不要蹬鼻子上脸，也不要欺人太甚，这次的事情我已经帮了你大忙，救了你的命，而且那些怨气现在不会将你怎么样。我沙哑地说道。现在不会，那以后呢？戴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语气冷了不少，继续道：红河兄弟，
人要讲道理的，如果你不……我没有说话，而是扬起了拳头。我这一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戴茹的鼻梁上，他一声惨叫，一下子翻倒在地。那些保镖面色大骇，几人顿时朝着我冲来。我猛然拔出分尸刀，朝着周围一挥，吓得那些保镖又后退不止。下一刻，我将裹着鬼婴的布包直接丢到了戴茹的脸上，一字一句地说道：“吕月一尸两命才会那么凶，这才是让你出事的根源。那些怨气是你做的孽，没那么容易要你的命。我不是你爹，管不了你那么多。如果你不把茵茵交出来，我现在就将吕月挖出来，让你看看被你害死的女人到底凶成了什么样。”戴茹身体一哆嗦，脸上青红交加，就像是被我戳穿了秘密一样。同时，他本能地接住我丢过去的布包，手一抖，布包开了，那鬼婴就滚到了他肚子上。戴茹一声惊恐的惨叫，猛地一把将鬼婴打下去，惊慌地朝着后边爬了7、8米外。我弯腰捡起来鬼婴，又朝着戴茹走去。瘸子张没阻拦我，秦六娘也冷眼看着，那些保镖更不敢往前。蒋红河，你变态吗？那是一个死胎啊！戴茹站立地骂道。我还是往前走，他都要被吓哭了，又一下子跪在地上，哆嗦地说：“不要过来了，我放人。”我这才停顿脚步。戴茹勉强从地上站起来，又咒骂了那些保镖是废物，还不来扶着他。保镖立即上前将戴茹搀扶住。戴茹才一脸苍白地说：“茵茵被他弄去他一个私宅了，等会儿就带我去找他。他希望我信守承诺，别去动吕月的坟头。”我点了点头。随后，我们一行人快速离开了这座山脚，车朝着城里的方向开去。不知道为什么，我冲着窗户看了一眼后方，却瞧见路边站着一个人，他怀抱着一个女婴，那女婴手里头还握着个拨浪鼓。我顿时一阵心惊，距离还不远，我能认出来，那女婴不正是蒋幽女吗？抱着她的男人，我开始以为是吴先生，可瞬间我就知道不是了。停车！我一声低喝，车猛然间刹住，我一把拉开了车门，直接下了车，猛地朝着后方狂奔回去。这会儿不过刚刚天亮，又是进山的地方，路上雾气很重。等我跑回刚才那位置的时候，那抱着蒋幽女的男人已经消失不见了。我脸色阴晴不定，因为我认出来了，他是当日破坏我背瘸子张假尸，又和我说过李代桃僵的男人。我心头更恶寒啊！我还以为是吴先生诡谲多变，可居然是他。蒋幽女是被他偷走的。更令我惊疑的是，他居然一直在跟踪我。只是我一时间不理解，为什么他会忽然出现在我们身后，故意暴露了自己？还是说，他本以为我们上车后就不会回头？车倒着开到了我身边，瘸子张探头出车身，皱眉问我怎么了。秦六娘格外疑惑，戴茹也神色不解。瞧见了一个老熟人，我嗓子有些干哑。接着我和瘸子张说，先去接茵茵，我们回去之后再说。重新上了车，瘸子张不多问，车继续朝着城里行驶而去。差不多6点钟，我们回到了城内的一个高档小区里。这小区里都是独栋别墅，我们到了小区中心才停车。下车后，戴茹去开了别墅大门，我们跟着走进去。可到了别墅里面后，戴茹脸色就变了变。她先喊了一个名字，可别墅里空空荡荡，无人回应。戴茹又紧张地朝着2楼走去，我立马跟了上去。瘸子张和秦六娘紧随着我身后。到了2楼，戴茹打开了门锁，进去之后，房间里头空空荡荡，却没有人。怪了！戴茹立即拿出来手机打了一个电话。我眉头紧皱着，心却沉了不少。很快，戴茹挂断了电话，不安地说道：“人跑了。”我心猛地一沉，沙哑道：“戴茹，你别和我耍花招。”戴茹一脸苦涩，说她没耍花招，她让她的心腹联系了茵茵的闺蜜，将人骗到了这里，就把他们2个一起关起来了。可刚才她心腹手下没接电话，甚至关机了。我脸色大变，拳头紧握着，关节都挤压着，发出了咯吱声。戴茹又尝试地打了电话，脸皮抽搐了2下，不安道：“可能茵茵回家了，要不红河兄弟，你等等我找到她。”说实在的，我很难相信戴茹。可就在这时，我手机嗡嗡地震动了起来，打过来的居然是茵茵的号码。我脸色一喜，茵茵真跑了。立马我就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一个虚弱无比的声音，似是还透着恐惧：“红河，鬼，救我！”我的心一瞬间跌落到了谷底，死死地攥着手机。我尽量让语气平稳镇定，让茵茵先不要怕，告诉我她在哪儿，都遇到什么了，和我说清楚，我马上去找她。结果茵茵的声音却消失不见了，手机中传出了一个笑声，这是个男人的声音，很平静，也很冷漠。
我手攥得更紧，沙哑道：“你是谁？”安静又持续了几秒钟，笑声停止，平静的话音入耳：“我是谁？蒋红河，你猜不到吗？”我瞳孔紧缩，因为这声音很耳熟。他又悠悠道：“死在八毛镇或者死在蒋家村，对你来说都是个好地方，非要逃，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我告诉过你，蒋家是被命数唾弃的，你也是该死的人。你出生就注定要死，又何必牵连那么多无辜？”我死死咬住牙关，一字一句道：“放了茵茵，这事儿和他无关。你来找我，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你只能一个人来。如果你敢带上那瘸子或者其他人，我可以保证，你今晚上看见的就只有你这小女朋友的尸体。”电话一下子挂断了。我手机收到一条微信，是茵茵的账号发过来的地址。瘸子张满脸凝重，他问我怎么回事。茵茵被人抓走了。戴卢也神色愕然地看着我，不过他显然又松了口气，立即小声说了句：“这可和我无关，是你仇家来抓了茵茵。”我呼吸抑制不住的粗重，冷眼看过戴卢。戴卢赶紧往后缩了缩。瘸子张面色更凝重，秦六娘也问我怎么一回事儿。我抿了抿嘴，却沉默了。那人的警告还在耳边回荡。很显然，瘸子张、秦六娘、戴卢都是从我的只言片语中推断了茵茵被抓走，具体情况他们并不知道。那人太阴险诡异，我不敢赌。老张叔、青姨，我们先下去，回到老街再说。我哑着嗓子说道。瘸子张点点头。我们一行人下楼，出了别墅，回到车上，戴卢就匆匆喊保镖开车回老街。这期间他又打了个电话。等我们在老街口停下来的时候，差不多7、8点钟，还有一辆车和几个保镖在那里等着，每人手中都提着一个皮箱子。下车后，那几个保镖在戴卢的示意下将皮箱子递给我们。戴卢只急促地说了句：“这是200万，从今儿起他和我两清，让我别去找他的晦气。”语罢，就飞似的上了车。我没兴趣去找戴卢，而他的麻烦没那么容易甩掉。等吕月挣脱从坟里头爬出来，恐怕都成了血煞，我一样被牵连进去，都会倒霉。不多时，我们回到了铺子里头。我们先放下手头的皮箱，秦六娘快速的全部收拢起来。4个皮箱，她一点都不费劲儿，全给提上了2楼。瘸子张一脸问询的看着我，我又沉思了半天，等秦六娘下来了，才将刚才那电话的内容全部告诉了他们，并且我还说了，刚才从城外回来的时候，看见了那人抱着蒋幽女在偷看我们。瘸子张满脸的阴霾，秦六娘眉心紧蹙，脸色很不好看。看来是他偷走的蒋幽女并不是吴先生，他一直在跟着你，是因为我和老张都在，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动手，在暗地里用阴招。秦六娘凝重的分析。瘸子张开了口，他告诉我今晚不能去，这就是明摆着的陷阱。我脸色又变了变，没有接话。瘸子张眼神顿时严厉了不少，低声又道：“红河。”我嘴唇抿成了一条线。铺子内的氛围一下子变得格外凝重僵硬。六娘，今儿你的铺子不开门了，锁上吧。瘸子张垂手，他又看了我一眼，道：“红河，你累了一夜，上楼休息吧，睡一觉。我们还得想办法，怎么摆脱吕月的麻烦，不能招惹上一个血煞。”我转身朝着楼上走去，瘸子张一直跟着我，一直到了我房门口，他才停下。我进屋的时候，又听见瘸子张叹了口气，道：“莫怪老张叔心狠，老张叔养大你不容易，你就这一条命。那劳什子的蒋家肯定有问题，否则不会有这么些人物一直缠着你不放。你得活下去，以后赚多了钱，要什么女人找不到。”话音落下，吱呀声传来，屋内的光线暗了不少，房门被关上了。虽然关了门，但我没听见脚步声远离。瘸子张是在门口守着我。我回到床上坐下，拿出来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个浅灰色的玉石，其上有一道似是人脸般的符。老先生不让我说这件事情，我便只字不提。如果说那个男人一直在盯着我，老先生会不会也潜藏在另一侧？不能带瘸子张和秦六娘，便让他们放心不下。可危险伴随着机遇，那男人太过小心谨慎，不贸然出现，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对付他的机会。将符贴在他身上，他就无所遁形。此外，我能看着茵茵被害死吗？还有蒋家的事情，那男人一口一个，蒋家是被命数唾弃的，我是该死的。蒋家必定对他做过什么？蒋家到底有什么隐秘？吴先生以及那个假装薛老根传信的人，还有那老先生，都是因为蒋家而守在我身旁。我隐隐感觉到一缕缕疲惫袭来。我先点开手机，又看了看那个地址，距离老街约莫30分钟的车程。电话里他差不多说了天黑让我过去。我很清楚，天黑阴气重，他对付我离不开尸鬼，蒋幽女都是他的利刃。
可茵茵在他手里，我只能被动收起手机。我闭上眼，躺了下来。很快我就陷入了睡梦中，只不过这一觉睡得我迷迷糊糊的，格外疲惫。我还乱七八糟的做了很多梦，梦到了蒋老汉将我脖子拧了180度的圈儿，他说我丢死了蒋家仙人们的脸，生出来就是野种。又梦到蒋幽女拉着我的衣角，让我和她一起走。最后我梦到的是那个和我说李代桃僵的先生，他站在一个4世大湖的河湾之前，在他身后的水面上飘着一具大红嫁衣的女尸。那先生的手比划在脖子上，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我猛然间睁开了双眼，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看了看时间，我这一觉居然睡到了下午4点多钟。屋内弥漫着一股饭菜的香味，侧头一看，床头柜上放着一碟子炒肉，1碗米饭。我端起碗筷，大口大口的吃着，3两下便填满了肚子。再起身，我到了房门前，拉了一把门，结果门纹丝不动，从门缝里能瞧见外边上了锁。我其实预料到了瘸子张会这样做，不动声色，我在门前站了好久，静静的侧耳倾听。瘸子张不在门口，应该是我睡了一天了，他觉得我会好好待在这里。提气轻身，我极为谨慎地转过身，往屋子里侧走去。同时我打量了整个房间的布局，这房间左右2面墙是实心的，后边的墙上却有一个十分老旧的小窗户，暗淡的光线便是来自于那窗户。我瞄着窗户，又拿出来了那灰色的玉石，看了5、6分钟，反手将玉石收好。我彻底让思绪镇定下来，便轻手轻脚地走至窗户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旧窗。后方是一条脏兮兮的巷街，还有人在下边买菜。对面是一排平房，巷子2米多宽，平房距离我直线不到3米。吆五喝六的嘈杂话音传入耳中。我先将竹背篓挪动到胸前，才小心翼翼地从窗户往外钻。当整个人都钻出窗户的时候，我双腿蹬着窗沿，双手反抓着窗户内侧，身体紧绷成弓形，双腿狠狠用力一蹬，双手骤然松开，便冲向对面的平房顶部。尖叫的声音从巷子里传出：“妈呀，有人跳楼了！”我下方的人四散逃离，生怕我砸中了他们一样。我反应极快，双腿落在平房顶上的瞬间，借着惯性猛然躬身，就地滚出去5、6米远。双手护住了胸口的竹篓，没将其损坏。卸力之后，我飞速起身，踩在平房顶上，朝着前方狂奔。嘈杂的声音逐渐消散，路上很多人都傻眼了一样看我。一转眼我就跑出了这条巷子，侧身进了另一条街。我从房顶跳下来，混入了正常的人群中疾走。开始有人看我，等我走远了，其余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里不是老街，应该是老街并行的一条街道。我一直走到街口，手机却在嗡嗡震动。拿出来一看，打电话过来的不正是瘸子张吗？我咬了咬牙，没敢接电话，点了拒接来电，又发了一条短信过去。老张说我有把握，也有机会，不要担心。瞬间短信回了过来：放你娘的屁，你给老子回来！我下意识攥紧了手机，不再看短信了。电话又打过来，我干脆直接开了飞行模式。很快我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我立即说了地址。车朝着前方开去，很快就经过了老街口。等车过去后，我才彻底松了口气。这个点差不多是高峰期，城里头很堵。40分钟了，火烧云挂在天边，我们还堵在一个高架桥上。我关了飞行模式，手机被打了20多个未接。短信里头，瘸子张问我去了什么地方，他们立即来帮忙。我没有回信，因为我的确不敢拿茵茵的命来赌，而且我觉得那老先生肯定也在跟着我。我虽然弄不明白蒋家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不光是我的命数，那几个跟着我的人说不定相互认识，甚至还有一些纠葛。堵着的车总算又有了一些松动。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夕阳垂暮，夜色侵蚀了最后一丝天光，车总算停在了一条街口。我给了钱，下了车。这条街很寂静，两侧都是居民楼，来回有一些居民在走动。打开手机，点开了茵茵账号发给我的那个地址定位，我循着街道往里走去。等到了街道尾端居民楼尽头的时候，眼前出现一排3层高的房子，一道高墙和铁门拦住了我。门头上粘着几个吊色的字：仙桃东城区第3人民医院。下方的铁门上挂着一个木牌，上边是印刷的字，写着本医院已经搬迁至东城区迎宾街道。我眯着眼睛明白了过来，这是一个医院旧址。那人选这么个地方更让我警觉万分。我拿出来手机拨通了之前那个电话号码，一阵铃声后电话接通了。没等他说话，我低声说了句：我来了，你人呢？呵呵，我看见你来了。阴冷的话音入耳，我眼皮微跳，
视线第一瞬间看向了铁门内的那排3层楼房。这一排房子少说30米，只是窗户都黑漆漆的，数量又多，我不知道他躲在哪儿看我。我按照约定来了，放了茵茵。既然是蒋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不要牵连无辜。我压着心头的怒气，低声又道。那人却没回答我，反倒是阴翳地说让我进门上楼，右转去3楼最尾端的房间，到那儿了，自然能看到我想看到的人。说到这里，电话啪嗒一声就被挂断，我脸色却阴晴不定。可我也差不多料到了，他不会那么轻易的放人，他是想杀我的。茵茵是筹码，他怎么可能直接不要筹码？收起手机，我取出分尸刀握在手中，推开了铁门。吱吱呀呀的声响告诉我这里年久失修。进了院内，我就闻到一股股难闻的药水味儿，那些味道好似渗进了墙体，即便是医院搬迁都挥散不去。余光能看到院墙上有很多抓挠的痕迹，院头更有铁丝网，是要阻拦人翻出去。我从左侧的楼梯走进去，缓步上了楼。啪嗒的轻响，过道的声控灯亮了。节能灯光线太暗，楼梯墙角的绿色逃生标识让人心头多了几分沉重。上楼途中，我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话。张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你牙齿里面。这声音很严厉。另一个声音则很胆怯，说他吃了，真吃了。骤然间，又是一声惨叫传来，灯啪嗒一下灭了，骤然的黑暗让我攥紧了手里的分尸刀。我在原地停住了半晌，眼睛适应了月光，视线才总算好一些。声音变得很微弱，一直在耳边萦绕着。我身上毛毛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我大抵是知道，为什么那人要把地方弄在这里了。这儿不只是蒋幽女，还闹别的鬼呢。我脚下的速度变得急促起来，很快我便到了3楼，一眼我就能看完这幽深的楼道，也就30-40米的距离就能看到尽头的一道房门。只不过这过道上还有至少10几个病房门。我隐隐又听见了一些声音，就像是压着嗓子在尖笑一样。我抿着唇，额头上的汗水更多。深吸了一口气，我迈步朝着前方走去。只不过我很警惕那些房门，我怕里头突然冲出来什么东西，扑穴3-4那些黑漆漆的窗户都给我一种感觉，好像有人在里面偷偷张望着我一样。30-40米的距离好似格外的长。总算走了一半，我却怪异的听见自己身后好像有脚步声。我猛地驻足，骤然往后看去，后边是幽静的过道，空空如也，半个鬼影子都瞧不见。我抑制着狂跳的心脏和眼皮，不再耽误，疾步朝着过道尽头走去。一转眼，我便到了那门前。没有犹豫，我一脚踹开了房门。这是一个空寂的房间，只有窗户透进来的月光。靠着阳台入口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女人，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昏迷不醒的女人是茵茵。只是我还没高兴起来，心头就像是压着一块巨石。茵茵应该还活着吧？我快步往前走去，可身后又传来了一个轻微的脚步声，似是如骨覆髓的跟着我。我猛然驻足，那脚步声却又消失不见了。跟着我的是那个人，还是这废弃医院里的鬼？这一次我没有回头，但我浑身肌肉紧绷，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继续迈步，我走到了床边。茵茵躺在床上，她脸色苍白，不过我能看见她胸口微弱的起伏，她还有气儿。我立即伸手掐了一把茵茵的人中。茵茵艰难地睁开眼睛，她眼中先是惶然，紧接着是惊喜，片刻间就成了恐惧。红河，快点走，这里有鬼！妍妍都死了。茵茵话音站立到了极点。妍妍死了？妍妍是谁？我心头忽然猛跳了一下，顿时就反应过来，难不成是茵茵的闺蜜？我们先出去。我极力让语气镇定下来，按住了茵茵的肩头。可茵茵的身体却忽然僵住了，她呆呆地看着我，唇缝中挤出来一个稚嫩的声音：哥哥。我脑袋嗡的一下，头皮都发麻起来。我骤然松手要后退，可手却仿佛被粘在了茵茵的肩膀上。茵茵张开口，冲着我吐了口气。这会儿茵茵的脸一瞬间居然都变得和蒋幽女有几分相似了。我脑袋朝着右侧一偏，躲开了这口气儿。茵茵却一下子从床上直立起来，双臂朝着我脖子一夹。我心头更冷，却不敢用分尸刀伤到茵茵，将刀快速别在腰间。我从背篓中摸出来一样东西，那是一颗2-3厘米大的圆珠。这是用超过7年的黑狗骨头磨出来的辟邪珠，又用黑狗血浸泡，平日都藏在糯米缸子里，放置在阳光下暴晒，阳气极浓，是驱逐鬼上身的利物。但此物制作太困难，非到关键时刻，我和瘸子张都不舍得用，我身上也就这么一颗辟邪珠。我飞速将辟邪珠朝着茵茵嘴巴塞去，她反应更快，居然直接就闭上了嘴，双手换夹成扫。
辟邪珠击中了茵茵的嘴巴，我来不及用另一只手捏开她的嘴，可她双臂却扫中了我的脖子。被这一股大力击中，我砰的一下朝着斜侧倒下，重重撞击在了地上。茵茵跳下了床，她低头看向我，眼神愈发阴翳冰冷。哥哥，你不好，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那稚嫩的话音仿若九幽之中的寒冰，更让我头皮发麻。我正要起身，却一眼瞧见了那张床底下站着一个浑身生满了血色绒毛的女婴。女婴手中拿着拨浪鼓，不正是蒋幽女吗？那人用茵茵引我来，蒋幽女就放在这里，这就是她的阴招之一。转眼间，茵茵已经冲到我跟前，她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一把匕首，朝着我胸口扎下。我放弃起身的动作，直接朝着床边滚去。躲开了这一击，我已然到了床前。探手，我直接朝着蒋幽女嘴巴抓去，要将辟邪珠塞进她口中。我已经顾不上肉痛了，而且我也不可能用分尸刀去斩了蒋幽女的头，况且她是血煞，我也斩不掉，至少辟邪珠能拖延足够的时间。这电光火石之间，眼看我就要得手。另一侧，阳台那里一道门居然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女人陡然冲了出来。她速度太快太突然，直接冲到了我的身上，连带着我滚了出去。混乱之中，辟邪珠落了地，一双手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冰冷尖锐的手指几乎快掐进我的肉里。我瞪大了眼珠，一把拔出腰间的分尸刀，就要朝着他手臂切去。只不过他微弱起伏的胸口让我脑袋一麻，立即停手。这顷刻间，我已经被他带着滚到了一处墙角。灰暗的光线中，我才发现他脸上细密的白色绒毛，白煞。白煞已经不是人，但有气儿，是活尸。看他姣好的容貌，差不多和茵茵一般年轻，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是茵茵的闺蜜，她手更用力更狠，掐得我快要窒息。我不再犹豫，手狠狠往上一提，微微的顿挫感后，一双细长的胳膊生生被我一刀切断。她好似没有痛觉一般，张开口直接朝着我脸上咬来。我曲起双腿，双脚狠狠蹬在了她腹部，她的身体猛地弹射而出，我翻身而起，身上满是暗红色的血，两条断掉的胳膊落在了地上，分外恐怖。这瞬间，被蒋幽女鬼上身的茵茵也冲到了我面前。她扬起匕首，尖锐地喊了一声哥哥，一刀扎向我心口。我骤然探手，一把抓住茵茵的手腕，一个错身到了茵茵的背后。虽然我心疼，但现在留手，我要死，茵茵也活不了。抬起膝盖，我击中茵茵的膝窝，她砰的一下跪在了地上。目光飞速扫视地面，我发现了辟邪珠，刚好滚落在这屋子的门口。我飞速松开茵茵，直接朝着门口冲去。这期间，断掉胳膊的那女人满脸狰狞地朝着我跑来。就在我冲到门口要捡起来辟邪珠的时候，一只脚忽然探进了屋内。啪的一声，那只脚踩在了辟邪珠上，辟邪珠发出了嘎吱一声轻响。我猛然抬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瘦脸。他一身长衫布衣，看起来正派无比，像是个高人，可实则却阴险歹毒，诡异狡诈。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忽然出现在门口，可对我来说，他踩中了辟邪珠又怎么样？ Wings U 3，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站起身体，分尸刀直刺他肩头。他瘦长的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表情，骤然朝着右边一侧身。在他身后居然还有一个人，这人骨瘦如柴，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身白大褂，他手里头拿着一根起码1米多长的棍子，朝着我头顶劈头砸来。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这就是刚才跟在我身后的那个东西。看着穿着是医院遗留下来的尸还是鬼，情急之下，我只能猛然举起分尸刀，硬着接向那一棍。铿锵一声，火花迸射，我架着刀勉强撑住了这一击。他怒视我，狠狠往下一压，我险些没有抵挡住。可就在此时，茵茵的闺蜜冲到了我身后，她脑袋一埋，一口咬中了我肩头。剧痛让我忍不住闷哼一声。我抬腿用力一踹她的腰身，可她死死地咬着我，怎么都不松开。腹背受敌，顿时让我落了下风。茵茵也朝着我这边疾走过来，她手中持着匕首，面目冰冷，嘴角还勾着阴冷的笑。那男人冷冷地看着我，毫无情感地说道：反应再快，小聪明再多，可你反抗不了命数，蒋家早就该绝后了，就让你们兄妹相残。我目眦欲裂，因为我不甘心啊，我都弄不明白蒋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人显然是来寻仇的，死在他手里，我太不甘心。而且他就在我面前，我却没办法拿出来那老先生给的玉石符。额头上汗水直冒，我同时也在用力挣扎，可我挣脱不了茵茵闺蜜的牙齿，手里的分尸刀又被面前这医生压着。转眼茵茵已经到了我面前，她扬起手臂，
朝着我胸口扎来。我眼珠几乎快要完全瞪出来了，厉声喝道：幽女，我是你哥，你不是都要保护我吗？杀我，轻者痛，仇者快，你被利用了，还不快清醒过来！此刻我已经被逼到了绝境，叫醒蒋幽女是唯一的契机。那男人却轻蔑地嗤笑一声，毫不在意，匕首距离我胸口只剩下2尺的距离，我的心彻底沉到谷底。茵茵的手骤然停顿下来，她眼中充满了挣扎。我眼中一喜，果然血煞没那么简单，更没那么好控制。那男人脸色骤变，他直接拿出一个2厘米大小贴着符的铃铛，猛地一摇，叮铃的脆响传出。茵茵的眼神立时一狠，又要朝着我胸口刺来。我面色在变，可下一瞬，茵茵的脸忽然变得无比狰狞，发出一声破音的尖叫。那男人手中的铃铛居然应声而落，茵茵手腕猛然向侧面一翻，匕首竟直接刺中了那挥棍打我的医生胸口。鬼上身之下的茵茵力气奇大无比，她用力一推，那医生砰的一下撞到了后边的墙上。我飞速反应过来，身体猛地往前一弓，茵茵闺蜜被巨大的惯性从后方往前甩去，我顺势向后扬起右腿，小腿击中她身体，她猛然一下撞向门口的那男人。这一切发生的极快，那男人显然没来得及反应，砰的一下就被撞中了胸口，直接倒飞出去好几米。我抓住机会，快速捡起地上的辟邪珠。这时那白褂医生刚好站起身，凶狠无比地朝着我冲来，他口中冷不丁地传出一声咒骂：见鬼的东西，又该吃药了。我眼疾手快，飞速将辟邪珠朝着他嘴巴里头一塞，温热粘稠的唾液让我恶心的不行。他双目瞪得溜圆，却像是没反应一样，还是朝着我一棍子砸下来。我脸色大变，辟邪珠没用，可瞬间我就反应过来，这医生不是鬼，也不是尸，他是活人。时间太紧迫，我来不及仔细去想，但我侧身一躲，避开了那一棍子，并顺势闪避到他身后，手成掌刀，狠狠击中他的后心。他发出一声闷哼，直挺挺地软倒了下去。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死死地盯着他，果然是人。再抬头一眼扫过茵茵，因为被鬼上身，她依旧神似蒋幽女的外貌。待在你身体旁边，不要过来，我沙哑地说道。虽说蒋幽女被我喊醒了，但茵茵毕竟是个普通人，我不能让蒋幽女用她来对付那男人，万一伤了茵茵，便得不偿失。轻微的波浪鼓声传来，茵茵又吱声喊了句哥哥，才转过身朝着病床那边走去。此时过道中那男人已经站起来了，茵茵的闺蜜也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模样更狰狞恐怖，又朝着我扑来。这会儿我已经镇定了下来，飞速摸出来一张符，我迎头朝着茵茵闺蜜脑袋上一拍，她刚好冲到我面前，被符打中了脑袋，朝着斜边倒去。我正蓄势待发，要去对付那男人，那男人却从腰间取出来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只手，皮肤黑中发青，好似干尸一般。他又露出一阵怪异阴毒的笑容，摸出来了一张纸，用那手朝着纸一挥，撕拉一声，纸被穿了一个洞。我本来不知道他在做啥，可刹那间我就觉得心口一阵剧痛传来，我没忍住那疼痛，一声惨叫，直接半跪在了地上。他脸上露出狞笑，沙哑道：蒋红河，知道这只手是谁的吗？你们蒋家逃不掉。他又迈步朝着我走来，我勉强抬起头，瞧见他取出来了一把短刀。他喃喃道：人家子孙人和，将手刃天元蒋家所有血脉，替先祖。我想要撑起来身体，可心口着实太痛，就像是被一只手死死捏着一样，根本站不起来。但我并没有因为疼痛和惊惧而乱了阵脚，索性放弃了起身，暗中蓄力，并伸出左手去兜里摸出来了玉石符。我又咬破了舌尖，以痛止痛来恢复行动能力。转眼人和走到了我近前，他挥出手臂就要割断我咽喉，我身体猛然斜撞了出去。他这刀没割断我喉咙，反倒是插进了我右臂，我肩膀撞到了他的腹部，同时左手一挥，那张玉石符一把就贴在了他的胸口。光秃秃的玉石符仿佛有一股吸力，直接吸附在了他胸前。他一声闷哼，被我撞飞出去3、4米，可我却站不起来了，因为胸口的疼痛简直太厉害了，我感觉再起身，我心口都要被撕裂。挣扎着抬起头，我红着眼睛看着前方，人和趔趄的要从地上爬起来。他一张脸惨白，死命的用力把胸口的符。我还瞧见了地上那张被穿透的纸，纸上画着一个人，那人和我的模样有7、8分相似，纸张被穿透的位置还正好是心口。我头皮发麻，这是什么诡异的手段？瘸子张梅和我讲过啊。我几乎是失去行动力了，舌头的疼痛已经麻木，怎么都站不起身来。
可符打中了他，我应该也算是得手了。那老先生在哪儿？怎么还不来？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分秒都让我觉得极为煎熬。因为我是计算好了，那老先生肯定跟着我，我才敢那么大的胆子直接赴约。人和死命拔了半分钟符，还是没能拉下来。他似是作罢了，一脸阴霾的盯着我，一字一句道：都是一些该死的人，能找到我又怎么样？今天我先杀了你，明天我再杀他。我心头狂跳，他说的就是那老先生。这时他又迈步朝着我走来，可异变突生，他胸口的玉石符忽而闪过一丝灰色，月光好似都凝聚在了那玉石符上，符文形成的小脸显得格外严肃。人和的身体僵直了一瞬间，一动不动。在下一刻，他身上似是掉下来一样东西，那东西落地之后，他才恢复了行动能力。不过他眼中却透着恐惧，他没有再靠近我，而是捡起来地上掉的东西，转过身体，猛地朝着过道那头跑去。一眨眼，人和就跑进了楼梯，不见了踪影。我没瞧见那老先生出现，可那玉石符显然是起了作用，才会让人和逃走。紧绷着的身体终于松懈下来。随着人和离开的越来越远，我心口的那股疼痛总算减缓了。我皱眉看了一眼右胳膊，少说3厘米的伤口在不停的冒血。我收起分尸刀，取出来疮药，倒在伤口上止血，然后撑着起身进了房间里头。茵茵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显然蒋幽女没上她身了。她闺蜜妍妍的尸体躺在血泊中，满屋子都是血腥臭。被我打昏的那医生还没有醒，我先去检查了一下茵茵，她除了一些皮外伤，并没有别的伤患。我将蒋幽女从床底下拉了出来，又将她放在了竹篓里，用一张布盖着。最后我将竹篓挂在胸前，背起茵茵朝着屋门走去。临离开之前，我先从医生口中掏出来了辟邪珠。不多时，我走出了废弃的医院，到了路边。月光太清冷了，将我和茵茵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忍着肩膀的疼痛，又朝着街口走去。总算到了街口，我打算打车离开。这时我才开始回想刚才的事情。那男人叫仁和，他果然和蒋家有深仇大恨，甚至还说要手刃了天元蒋家所有血脉。可天元蒋家又是什么家族？想到这里，我心里头就很压抑。他们的仇怨凭什么落到我头上？我不过是出生就要被蒋老汉掐死的弃婴罢了。若非瘸子张，至此我心里头又咯噔了一下。瘸子张埋我是一点，可他埋我的原因却是那老先生的指点。老先生是算命的高人，他算到了我出生的灾劫。我脸色苍白许多。可这灾劫真的是他算到的吗？有没有可能本身我出生的灾劫就是他一手造成？我背上也开始迷出冷汗，觉得自己这想法有些过于可怕。真要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刺目的远光灯打断了我的思绪，一辆出租车行驶过来。我立即拦车，车停在路边。我带着茵茵上去之后，那的哥不停偷瞄我，还和我搭话，问我发生啥事儿了，浑身弄的是血，还有人昏迷，要不要帮我报警？我麻木着一张脸，说不用报警，我们就是路上遇到了混混打劫，现在得回家。我和他说了老街的地址，夜里头不堵车，差不多40分钟我就回到了老街。半夜了，整条街都关了门，就这一家铺子灯火通明。我背着茵茵走，隔着老远就瞧见瘸子张在铺门口踱步，秦六娘在里边坐着。随着我靠近了一些，瘸子张猛地抬起头和我对视，第一瞬他眼中格外惊喜，下一刻他脸色就变成了隐怒。我额头上隐隐冒汗，等走到铺门前头时，瘸子张瞥了一眼茵茵，就喊秦六娘带茵茵去休息。看茵茵的模样是被鬼上身过了，得赶紧定一下魂魄。秦六娘立即从我背上扶下来茵茵，她欲言又止的看看我和瘸子张，才朝着楼上走去。只剩下我和瘸子张两人，铺子里变得格外安静，几乎是落针可闻。瘸子张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才点点头，说了个好字。我听得明白，这个好可不是真的说好。下一刻，瘸子张喊我跪下，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便感觉到膝盖窝的位置受到了一个重击，我砰的一下就跪倒在了地上。瘸子张拔出来了一柄尺子，啪的一下抽在了我的背上，我疼的一声闷哼。瘸子张接连抽了我3下，剧痛让我眼前发黑。就在这时，清脆的啪嗒声忽而响起，我脸色骤变，立即喊了一声住手。瘸子张身体一顿，却是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眼神。住手！红河，你太让我失望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一次你运气好，活着回来了。下一次你没这么好运气，是让老张叔给你去收尸。瘸子张沙哑无比的呵斥道。我脸色一变，才赶紧解释，我不是让他住手，放下胸前挂着的竹篓，
我拉开了步快，蒋幽女的尸身完全变成了血红色，她小脑袋仰着，嫣红的眼珠子正盯着瘸子张呢。瘸子张显然被吓了一跳，他惊疑不定地看着蒋幽女，又看了我一眼，眼中的疑惑也更多了。瘸子张咳嗽了一声，摇了摇头，道：“看来那人看起来奸计很多，可实际上是个废物。”我茫然了一下，不解地问瘸子张什么意思。瘸子张才告诉我，只有废物才会被一个莽夫对付了。显然瘸子张说的莽夫就是我了。他还在气头上呢，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因为瘸子张只有在之前以为自己快死的时候才去找了细分，之后知道事情有变，细分的丧事他都放弃了，我却没忍住去救了茵茵。铺子里头安静了半晌，瘸子张又长叹一声，语气中尽是无奈。我抿了抿嘴，先开口认了错，说只此一次，我下次再也不犯了，让他别气了。瘸子张却露出若有所思的眼神。为了拉开话题，我立即就说了晚上发生的事儿，讲了那男人叫做仁和。我快速问瘸子张知不知道仁和，知不知道天元蒋家。稍微停顿一下，我又将自己对那老先生的猜测说了。瘸子张低头，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半晌后，他摇摇头，说他不认识仁和，也不知道天元蒋家，但他能确定那老先生并没有算计我的出生。我愣了一下，不自然地问瘸子张为什么能那么肯定。瘸子张却又摇摇头，这是关于那老先生的秘密，他不能说。总之老先生会指点他去买我，是因为他帮了那老先生一个忙，并且在我出生之前，老先生此前10数年，此后10个月都没来过八毛镇，也没进过蒋家村。他根本不可能算计到我妈，算计我又从何说起？我眉头紧皱，自己的推断被打破了。那吴先生呢？我的出生会不会是他的算计？我又问了瘸子张，瘸子张却让我先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弄清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那仁和会不会死了，减少掉我身边的麻烦。我告诉瘸子张，这是有意义的。其实过往10几年，我都一直在想，从上次蒋老汉去世，我又见了张公，看到了蒋淑兰的善意，我才想清楚很多东西。他是个可怜人，他明明有很好的一生，却活生生给人毁了，甚至他都不敢来找我。我这辈子本来也不用那么狼狈，如果我的出生真是被人算计的，我肯定是要报仇的。我话音刚落，瘸子张却怔住片刻，他眼中露出了不少感伤。我一下子明白，我又说错了话，我赶紧和他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瘸子张又笑了笑，说让我先去休息，既然我这么执拗想弄清楚这件事儿，他肯定会帮我。我正要继续解释，瘸子张却转身先往楼上走去，我立即追上去，他已经进了屋了。我连续敲了几分钟的门，他都没开。无奈之下，我只能回了自己房间，将被篓放下。我正想着明天的好好和瘸子张解释清楚，还有得和秦六娘商量商量超度了蒋幽女。手机响起了铃声，我接通电话，传来的却是蒋淑兰的声音：“红河，你能回家一趟吗？有个女人想见。”我眉头一皱，女人？什么女人？我没有回答。蒋淑兰又不安地说道：“我意思是回一下蒋家村，不是你家。”显然蒋淑兰以为我恨她，说话都变得举足无措。说到底，曾经我对蒋淑兰更多的也只是怨她不来找我。在看过张公一家之后，我对她连怨都怨不起来了。蒋淑兰这一生充满了悲惨凄凉，我只恨蒋家。我最近没时间回蒋家村，事务缠身。我语气缓和了一些，又道：“蒋家村里我不认识什么女人。”这蒋淑兰明显还想说什么，下一瞬却传来一个清冷的女声：“谁？”手机里出现了丝丝的电流声，电话已经断线了。我瞳孔紧缩，那声音显然在蒋淑兰身边，是有人进了蒋家。那女生是在质问。我又拨通了电话，只不过这一次却成了无法接通。可我苦思冥想，都不知道我认识什么女人来找我。茵茵是我女朋友，她找到八毛镇事出有因，别的女人又有什么缘由，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是说这又是什么算计？在蒋家村能算计我的也就是吴先生了。我尽量让呼吸平复镇定，没有继续打电话，也没再多想。这么多年吴先生都没伤害蒋淑兰，他不会有事。一安静下来，四肢百骸都传来疼痛，尤其是右臂上的刀伤。我检查了一下伤口，又起身出房间，去3楼秦六娘那里看了一下茵茵。秦六娘的房间很简朴，透着淡淡的幽香。茵茵躺在床上，身边点着几根白烛，还有一个檀木的香炉。秦六娘告诉我，茵茵没大碍，明天就能醒来。我感激地和她说了谢谢。她又喊我下楼去休息休息，别透支了精力。
我这才放心的下楼。回到房间后，我忍不住疲惫，沉沉的睡了过去。这一觉，我睡到了次日清晨。醒来的时候，屋子后边那小窗户都照射进来阳光了。我翻身下床去洗漱了一下，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出了房间，我本来准备上楼去看茵茵，却听到楼下有清脆的话音传来，不正是茵茵的声音吗？我立即朝着楼下走去，一眼我就瞧见了秦六娘在路边打电话。瘸子张坐在桌旁，桌上摆着不少吃食，茵茵正坐在瘸子张身边，她拉着瘸子张的胳膊，可怜巴巴地说道：“老张叔，你就说一说嘛，红河小时候那些事情，我也可以。”瘸子张板着一张脸，他瞧见了我，额头上都冒了汗。茵茵的话音也戛然而止，他看到我，眼中顿时一喜，松开瘸子张，起身朝着我走过来。到了近前，他一下子就扑进了我怀中。瘸子张眉头一皱，又咳嗽了一声。茵茵赶紧松开了我，我松了一大口气。茵茵显然没事儿了。回想瘸子张刚才的表情，应该被他软磨硬泡了不短时间，不由得脸上有些苦笑。茵茵，先吃点东西。我轻声喊道。茵茵一直挽着我，朝着桌旁走去。她小声问我昨天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和我说了有鬼，一下子就失去意识了。话语间，茵茵好像想起来什么，脸都白了。我怕吓到她，就简单说了几句。那医院的确有一些闹鬼，但不是太厉害。麻烦的是抓他走的那个人，以及那个看似闹鬼，但实际上是个活人的医生。茵茵恍然大悟，又喃喃道：“抓我过去的那个人很奇怪，他一直和我说蒋家的人都该死。”至于那个医生，茵茵脸更白了，他惊魂未定地跟我讲了妍妍遇害的细节。那医生当着他的面不停地给妍妍灌药，还用电棍打他。至此，茵茵闭口不言，我眼皮一直跳。瘸子张反倒是松缓一些，他摸出来烟嘴，点了里头的烟叶，猛吸了一口。这时秦六娘走进了铺子，她语气略凝重道：“你们去的那个医院是个精神病院。”我没打断秦六娘的话，茵茵也呆呆地听着。秦六娘又说了几句，当年精神病院闹鬼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不只是病人失踪，还失踪了一个精神状态有问题的医生。之后那医院就搬迁了。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医生还真不是被鬼上身，应该是人和蛊惑了他，再加上一些阴邪手段。茵茵不安地又问了一句：“那妍妍的尸体呢？怎么办？”没等我说话，秦六娘又道：“小丫头，这事儿还是不要管了。昨天红河为了救你，差点死了。”茵茵一下子开不了口了，眼泪顿时就溢出眼眶。我见状，立即轻拍她手背，安慰了她几句。这时，瘸子张却开口道：“红河，等会儿你就送茵茵回家吧。”茵茵面色再变，就像是傻眼了一样。我脸色也变了变。瘸子张继续说道：“那个戴卢不敢对茵茵做什么了，他也怕你。你带着茵茵多有不便，你应该很清楚。你不想她再陷入险境吧？”可我欲言又止，但我眼神已经说明了我的担忧。瘸子张用力吸了一口烟，又道：“我仔细分析了你说的话，那人和应该被老先生追着，顾不上去找茵茵，让他回去之后多加小心，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仙桃市，确保安全。”瘸子张是真的了解我，他两句话将我的担忧给阻断。他说的没错，茵茵跟着我的确不安全，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我点点头，说了个好字。再看茵茵，我眼中露出几分歉意。我正想解释，可茵茵没露出什么不满，她只是小声问了句：“为什么戴卢会怕我，还不敢做什么了？”我立即简单说了帮戴卢解决的麻烦。茵茵先是恍然大悟，接着她嘴唇却抿成了一条白线。戴卢真不是个东西。茵茵低声道。秦六娘又开了口，说让我这会儿去送茵茵回去，时间刚好。她才找人打听了消息，或许等我回来的时候就能得到一些线索了。我眼皮微跳，线索是什么线索？不过我并没有立即去问秦六娘。起身，我示意茵茵跟我一起走。两人出了铺子，朝着街口走去。阳光照射在她精致的五官上，她的脸色依旧苍白，透着令人怜惜的病态。我回想这2天的事情，鬼使神差地问茵茵：“你不害怕吗？”茵茵低头，认认真真地说：“怕。”我心跳落空了半拍。下一瞬，茵茵抬头看向我，认真又道：“可有一个男人，他为了保护我，能豁出去性命，我还怕什么呢？”他搂着我的胳膊更紧了，头微微靠在了我肩头。我一时怔然了，不知道怎么说话。很快，我们到了街口，又很快打上了车。我和的哥说了萤火湾的地址。时间过得飞速，一眨眼居然就到了萤火湾外。下了车，茵茵撅着嘴问我为什么不说话了。我思绪才被打断。我认认真真的告诉他，
他这样相信我，我肯定不能让他失望。现在不能一直和他在一起，是各种事情缠着我，但我肯定能解决那些事情。此外，毕竟殷家家境殷实，我会多赚钱，不让他爸妈反对。殷殷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我们进了小区，一直到了他家的别墅前头。我本来打算送到了就走，却没想到殷殷的爸妈居然刚好要从别墅出来，我们直接就在门口遇到了。殷殷爸妈的脸一瞬间都成了猪肝色，殷殷他妈眼中惊怕，而他爸则是满脸惊怒。混账东西，你还知道回来？殷殷他爸指着殷殷的鼻子，直接就骂了一句。殷殷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正要解释，我眉头微皱，和殷殷他爸对视了一眼。显然殷殷他爸被我吓了一跳，后退了好几步。可我们隔着铁门又让他镇定下来。他冷冰冰地冲着我说道：蒋红河，我劝你不要做梦，我殷家不是你能攀上的高枝，戴家也不是你得罪得起的家族。我没有那天的急躁了，语气平静下来道：我没觉得殷家有多高不可攀，戴如在我面前恐怕也不敢再大声说话。大言不惭！殷殷妈妈眉毛都快竖起来了。我没有和他们争执，而是问殷殷有没有戴如的电话。殷殷小声说有，我让他给我。殷殷拿出来了手机，我看了号码，用我的手机拨了出去，并且我直接开了扩音。殷殷爸妈就成了一脸疑惑。很快电话接通了，戴如先喂了一声，问谁？我语气平静地说了句：是我，蒋红河。戴如的语气骤然谄媚起来，道：红河兄弟，你怎么有我电话的？他后半截话音显然有些不安。殷殷给的，我打电话是想问问你，你还打算和殷家？我话还没说完，戴如就紧张无比的接话道：红河兄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是？我肯定不敢再去纠缠殷殷，要是殷殷他爸妈有什么麻烦，我去解释。咱们兄弟俩不说二话。铁门后边的殷殷爸妈已然傻眼了，两人呆滞地看着我。我和电话里头说了句没事了，就直接挂断。下一刻，殷殷爸妈的脸色变得青红交加。你对戴家做了什么？殷殷他爸眼中的惊惧更多。我不再解释其他，又侧头和殷殷说了，有事情要找我。殷殷用力点点头，我这才转身离去。倒不是我不通礼数，殷殷一家人对我还没好感，只能先不争执起来，再打消他们的念头。下一次我再来找殷殷，再带上一些见面礼，才能缓和很多。很快我就出了小区，没花多久便回了老街秦六娘的铺子。瘸子张和秦六娘正在一块交谈，我进去后，瘸子张便喊我过去坐下。他们两人的面色都极为严肃，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问怎么了？秦六娘沉凝了片刻，告诉我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大致打听到了一点点关于天元的事情，只不过她朋友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他得过来见我们。我一颗心都悬起来了不少，又问秦六娘，那现在打听到了什么？秦六娘摇了摇头，说她朋友还没说。我身体有些僵硬，不过我思绪却极为紊乱。这时秦六娘又开口说了句，想超度蒋幽女却没那么容易了。她和瘸子张聊过，蒋幽女的手头居然有至少2条人命，本来她就是血煞，再加上2条人命，不是她能办到的事情，这也得另觅他法。一时间我不知道咋开口了，铺子里的氛围一瞬间僵持下来。秦六娘迟疑了片刻，才道：或许等我朋友来了，他能给出一些意见。我算命术不精通，但他却是个本事不错的阴术先生，应该也有办法。我吐了口浊气，点点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还有关于那母煞吕月，我也得想办法提前做个应对解决。请不到那大先生罗16，得找机会和那老先生见面。这当口，铺子又匆匆走进来了一个人。此人生着一副圆脸，穿着考胶，手上一串釉色反光的珠子，脖子上还挂着玉牌。进门他就喊了一句：秦六娘在不在？秦六娘立即起身，颇为疑惑地问道：您是？那人喘了口气，说明了来意。他是城南区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最近他们包了一片地施工，可总是闹一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四下打听了，才得知老街有个铺子，老板叫做秦六娘，专门替人超度做法。秦六娘略迟疑，没有立即答应，而是看向了我和瘸子张。我一下子就明白意思了，秦六娘是想接生意，又怕耽误事儿。可我们现在依旧很被动，没有办法主动插手介入，就只能等着事情上门。于是我先开了口，说没什么事儿，让秦六娘该忙生意的就忙。秦六娘便开始和那人谈了起来。我看向了瘸子张，迟疑了一下，我和他道歉，说我昨天不是那个意思。瘸子张点了点头，说他知道。我稍稍松了口气。正当我想继续开口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一看，打过来的号码已经让我有些眼熟了。怎么又是蒋淑兰？我犹豫了片刻，正要接通，可电话又挂断了。我再拨过去，那边却成了不在服务区。瘸子张问我怎么了，我如实告诉他蒋幽兰打的电话，之前他还找了我，想我去蒋家村，说有一个女人要见我。瘸子张果断地摇了摇头，说不能去，指不定又是谁在暗处算计。我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收起手机。我和瘸子张的注意力都在秦六娘身上了，现在关键是要等秦六娘的朋友来，超度蒋幽女，还有关于天元蒋家的线索，都得看他朋友。秦六娘和那建筑公司的老板聊得差不多了，两人握了握手。那老板慎重地说道：“那我就静等秦女士到场，我现在就回去让人停工。” Thanks you 三语罢，他又转身同我和瘸子张对视一眼，笑了笑，才急匆匆朝着铺子外走去。等他走远了，秦六娘隐隐露出几分喜色。他告诉我和瘸子张，这是个大买卖。顿了顿，他又吁了口气，道：“老张，你招财，只要来一次仙桃，我铺子的生意就要好上几天。”瘸子张脸皮抽动了一下，说他也闹不明白，秦六娘这话是在夸人还是骂人。我尴尬的没开口。秦六娘杏眼睁大，不满地嘟囔了一句，说瘸子张这话能把人呛死。没等瘸子张再开口，秦六娘就又说道：“这事儿他一个人恐怕办不利索，得让我和瘸子张跟着一起去。”我略有迟疑，不过转念一想，秦六娘的朋友还没来，我们待着也只是待着，还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况且秦六娘一直在帮忙，我们要是太坐视不理，也不合情理规矩。瘸子张倒是直接说了句：“还是46。”秦六娘似是肉痛的点点头，又说了：“这一趟100万，事情办妥了，我们40，他60。”瘸子张说了个成字，又道：“戴卢那200万，还是46，不过主事的是红河，他6。”秦六娘的肉痛顿时化作了喜色，快速的说了个行字。我心跳咚咚的加快了几分。如果秦六娘这事成了，再拿40万，再加上戴卢那份120万，这就是160万的巨款。有这么一笔钱，家里头就不会坐吃山空了。很快，秦六娘就开始说起来那建筑工地的事儿。那老板叫做龙有德，他们工地上的闹鬼比较怪异。半夜的时候，一群工人会集结起来，在一片荒地上跑操。更怪异的是，总有人喊腿疼。3天前更可怕，一群工人被鬼上身了似的，将一个工人给活埋了。还好他们发现的早，不然就闹出人命了。那被活埋的工人被挖出来的时候，都只剩下半口气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头。我听完了这些，心里头直犯怵。鬼上身那么多人，得有多少鬼？瘸子张巴搭了2口烟，若有所思道：“应该是一整片荒地闹鬼。”秦六娘点点头，说：“也有可能是他们施工的事情。”龙有德说：“那里以前是个职校，10几年前就搬迁了，我觉得肯定发生过事情，得过去看了才知道。”秦六娘又让我们拾掇一下家伙事儿，她也去收拾收拾，立马就出发。语罢，她去收银柜子里捯饬。瘸子张和我一起上楼，他进了自己房间，我则到了我屋里头检查了我的东西。出来没几天，我家伙事儿的损耗已经不小了，朱砂绳只剩下一半，铜钱绳只剩下最后一根，黑驴蹄子也一并留在了吕月的坟里头。老牛角经过几次恶斗，伤痕累累，我感觉撑不住太久就得断掉。我将能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放进了兜里，蒋幽女的尸身则还是放在竹篓里背上。吃一堑长一智，万一老先生还没解决掉人和，让他再偷了蒋幽女，恐怕就没那么好对付。准备到位了，我就出屋下楼。瘸子张没有背他的大背篓，只是身上鼓囊了许多，看样子和我一样。他瞟了一眼我的竹篓，我冲他点头暗示，瘸子张点点头，神色满意了些。不多时，秦六娘就下楼了。她手上提着一个小皮箱，腰间还绑着一个很长的木桶子，不晓得里头装了些什么。从铺子离开，径直到了老街口，上了秦六娘的依维柯大金杯，油门一响，车便上了路。差不多40分钟左右，我们到了一处工地，周围人烟稀少，还有一座城中山。工地的铁皮围栏和彩钢房透着一种难言的死寂。秦六娘将车停在了工地大门外，我们3人径直走过去。右侧的保安室匆匆走出来了2人，一个是油光满面的保安，另一个就是刚才找我们的龙有德。龙有德脸上喜色不少，又扫过我和瘸子张。秦六娘开门见山，直接说了我和瘸子张是专业的背尸人，他带上我们，确保事情万无一失。龙有德更是惊喜不已，那保安却惴惴不安。工人该回家的回家，剩下一些外地的都回宿舍休息，我先带你们过去。龙有德指了指路，便往前走去，那保安则跟着他一起。很快我们便穿过了前方的工地，到了后边，一眼就瞧见一片堪比一个草场大小的荒草地，杂草被清理掉一部分了，剩下的
还是浓密杂乱。就是这里，晚上一大群人撞鬼了跑步，吓死个人。龙有德胖脸哆嗦了一下。秦六娘问他埋人的地方在哪儿。龙有德又带着我们往前走了2-3分钟，穿过一部分凌乱被踩踏过的杂草，便看见地上有个1米多深的大洞。阳光照射下来，这大洞给人的死寂感更强，就像是有人在盯着我们看一样。我眼皮不由自主地微跳了一下，看了看瘸子张。瘸子张叼着烟嘴，眉头拧了拧。除了以前这里是个职校，你还知道什么？秦六娘又问龙有德。龙有德挠了挠头，说他别的都不晓得了，不过他这2天打听过，当年的职校也没出啥事儿，单纯就是因为这里的地方太小，他们搬迁去了更大的校区。顿了顿，他又嘟囔了一句，其实也不小，你看，以前这地方是操场，我们给规划成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这都能用。秦六娘眼中的疑惑更多了。这时我却闻到了一股怪异的味道，就像是有人在烧纸钱。抬头，我顺着味道传来的方向看去，这角度刚好就能瞧见，在远处的山脚下还有一排砖瓦房子，那房子的院里头正在冒着浓浓的黑烟。秦六娘也顺着我的目光看了过去。工地都要施工了，还有人住着？秦六娘不解地问道。啊，钉子户给了500万都不搬走，非要1000万，我打算修一堵围墙，把他们的房子隔绝开，可还是很麻烦，因为后山我们也得规划，通行权的事儿不好整，还僵持着呢。龙有德苦笑道。瘸子张咳嗽了一声，道：他们家死人了。龙有德立即摇了摇头，说可没死人，那一家就住着2口子人，40来岁，孩子在外边读大学，身体都好得不行。瘸子张摇了摇头，眼睛微眯起了一条缝，喃喃道：没死人，大白天烧纸钱的不正常。我和瘸子张想法差不多，这地方以前既然没出过事儿，那问题肯定在别处，白天烧纸钱怎么看都不对劲。秦六娘喊龙有德和保安回去，我们再四处看看，有事情再联系他。龙有德点了点头，不过他看钉子户房子的眼神就有些变化了。他又和我们讲了，那家钉子户，男的叫车居，女的叫李兰，都不是好接触的人，让我们小心一些。说完，他才和保安转身离去。秦六娘则朝着山脚下走去，我和瘸子张紧随其后。一转眼，我们到了那排砖瓦房前，竹篱笆的院里头放着一个大火炉子，旁边站了个妇女，她将一捆纸钱扔了进去，火舌嗤的一下窜起2米多高，黑烟变得更浓郁了。李兰，秦六娘喊了一声，那妇女扭头瞧了我们一眼，脸色就和吃了苍蝇屎一样难看。离我家门口远点，一群膈应人的东西！李兰直接破口大骂。秦六娘脸色变了变，她又道：你误会了，我们不是工地上的人。李兰却更厌恶了，道：又是哪个社区哪个单位的领导？反正我家不搬，要么1000万，要么我家一直在这里住着，有种你们再来强拆。说着，他居然从旁边拿出来一个火钳子，夹出来一坨还燃烧着的纸钱，朝着我们就甩了过来。瘸子张抓住秦六娘的肩膀，一下子闪到一旁，我也立即闪开。李兰做事又要夹纸钱。这时屋里头又走出来了一个人，那男人生着一张方脸，眼睛狭长，嘴巴很薄，一副刻薄的模样。他手里头端着一盆脏兮兮的水，冲着我们就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丧良心的杂种，喊那个挨千刀的龙有德去挖了你家的祖坟，看你们还给不给他当说客。语罢，他一盆脏水又冲着我们泼过来，我们3人只能躲得更远。很显然，那方脸男人就是车居了。车居又碎骂了几句脏话，喊李兰多烧点纸，就得让这些人晦气的干不了活，他们一家不好过，别人也甭想好过。李兰立马就开始烧纸，车居从腰间摸出来一把菜刀，杵在了院门口，这架势，谁靠近就要和谁干仗。可他的话却让我心头惊疑不定。挖了车居和李兰家的祖坟，龙有德没说过这一茬子事儿啊，那这就说得通了，他们是因为祖坟被挖烧纸钱，闹鬼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我们3人相视一眼，秦六娘说了句先回去，我们转身就朝着外边走，穿过这片荒地，又经过了刚才有个坑的地方，回到了工地上。龙有德就在工地尾巴那儿来回踱步等着，保安已经不见踪影了。龙有德一见我们就惊喜地走上前来，问我们怎么样，看出来苗头了吗？秦六娘脸色都沉了不少，说了句：龙老板，你这钱不好赚，话都不说利索，让我们怎么办事？龙有德脸色微变，他一脸茫然，说他没有说不利索呀，发生了什么他半点都不明白。秦六娘直接就说了他们施工挖了车居和李兰家祖坟的事儿。龙有德一拍额头，脸上都是苦笑了，他立即就解释说天地良心，他们绝对没碰过人祖坟，这里头的事情复杂，他觉得都是些扯皮的事情，他就没和我们说。
瘸子张捶着胸口咳嗽了一声，让龙有德说来听听。龙有德一番解释下来，我们才清楚事情原委。原来他们最开始找车居谈拆迁的时候，从300万谈到了500万，都要签合约了。车居忽然反水，又要1000万，这合约肯定是签不下来了。在之后，他们寻来了社区方面的人去游说，结果车居就污蔑说他们施工挖了他家的祖坟。可关键是，他们祖坟在后山上边，他们工人都没上去过，甚至当时都还没施工到荒地这边。车居又带着人去看了，的确是祖坟被挖了，这就是属于使盆子扣脑袋上了，解释不清楚。在之后，他们就拿这件事情来做要挟，非要那么多钱。说完，龙有德脸上都是苦笑，我眼皮直抽搐，心想这也是够狠的。为了能占据点上风，祖坟都能自己下手挖。秦六娘若有所思，半晌后喃喃道：“那应该没错了，车居动了自家祖坟，栽赃给你们，所以工地闹鬼。这样一来，倒算是简单。晚上我们趁夜色去把车居家没投胎的鬼魂超度了就行。”瘸子张点点头，表示认同。龙有德脸上更是喜色连连。秦六娘又看了一眼时间，喊龙有德给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他先点个外卖回来，这都3点多了，还没吃东西。龙有德立马打了电话喊人来送吃的，然后带着我们朝彩钢房那边走。往那边走着，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后方，可我隐隐约约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事情看似是秦六娘分析的这样，但真就那么简单。天上隐隐蒙着一层阴云，像是要下雨一样。很快我们到了彩钢房那边，又进了龙有德办公室。龙有德给我们倒了茶水，让我们坐会儿。我喝了一口才反应过来，鞋里头硌得慌，脱了鞋子往外边一倒，我脸色顿时变了变，因为滚落在地上的居然是一根惨白色的骨头。我捡起来一看，骨头冰冷无比，仔细看几眼，竟然像是人的指骨。这时龙有德接了电话，说出去给我们拿吃的。他并没有注意到我，就出了办公室。瘸子张锐利的视线落在我脸上，皱眉道：“人骨头。”秦六娘显然被吓了一跳，也看了过来。我凝重道：“秦姨，这片荒地的事儿，我看没那么简单，要不把那个埋人的坑挖开来看看？我们刚才在那边停了最久，很可能我鞋里头的指骨是从那里带出来的。”秦六娘面色紧绷，点头道：“是有些问题，等会儿让龙有德安排人把那地方挖深一点。”同时，秦六娘将那一小节指骨接了过去。不多会儿，龙有德提着2袋子吃食回来了。我们快速吃罢饭，秦六娘就直接让龙有德安排几个工人去挖开前几天活埋了人的那个土坑。龙有德满脸的疑惑，问那个坑也有问题吗？秦六娘没解释什么，让他照办就行。龙有德便让我们先过去，他马上带着工人过来。很快我们就回到了之前荒地土坑那里，1米多深的大坑，泥土都带着些许惨白。5、6分钟后，一群工人来了，龙有德指挥着他们开始挖坑。这过程中我们都仔仔细细地盯着，只不过挖了很长时间，左右扩大了1米，深度也挖下去了3米，都只是正常的泥土，没有像我预想那样又挖出来别的骨头。不知不觉间都下午4点半了，天阴沉沉的，乌云更重，仿佛随时会下雨，冷意也变得更重了起来。一个工人从坑中抬起头，极不自然地问龙有德说：“还要挖多久？多深？是要挖什么东西吗？看样子要下雨了，挖不了多大会儿了。”龙有德则投给我们询问的眼神。秦六娘迟疑地看看我，又看看瘸子张。瘸子张蹲身下来，捻起来地上一点泥土，放在舌尖上尝了尝。半晌后，他摇了摇头。我心头一紧，因为瘸子张并没有教我这个本事，他这是在做什么？秦六娘则喊龙有德先带人回去，不用管我们。工人们爬上了土坑，龙有德带着他们走了。风变得更大，带着土沙，吹得人迷眼睛。可能是我们想错了，这么深都没挖到东西，土里头没有尸臭，有一些阴气，但没那么重，并没有埋尸体。瘸子张干巴巴地说了句。我拧巴着眉头，可刚才那手指头我们3个都看了，的确是人骨。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天色愈发阴沉，但一直没下雨，风开始变得闷热起来。我忽然又想到，是不是我弄错了，指骨不是从这里钻进鞋子的，而是在车居和李兰家那边。刚想到这里，我又很快的否定，正常人的家门口怎么会有人骨头？恰在此时，秦六娘开口道：“或许是车居和李兰家的祖坟里被挖出来的骨头，如果是那坟头闹鬼，尸骨散落出来，其实很正常。”他这分析也合乎情理。瘸子张示意我们先回去等天黑，如果等会儿不下雨，就正常猫去后山上的祖坟，要是下雨了，就还得等等。雨天阴气太重，如果打雷，上升而起的怨气就更可怕，能让那么多工人鬼上身，
还活埋人的鬼鬼祟祟，绝没有那么简单。我深以为然的点头，暂时压下了疑惑。我们三人又回了龙有德的办公室，龙有德又给我们倒了热茶，神色显得很紧张。不过他没上来多问。时间变得极为缓慢，我时不时就要看一下手机，终于熬到了快6点钟。办公室的门忽然砰砰砰被敲响了。龙有德脸上有些不满，过去开门。出现在门口的人却让我心头一惊，因为这人居然是车居和李兰。龙有德显然被吓了一跳，脸色更不好看了。你们来，想干什么？龙有德警惕地问道。车居死板着一张脸，就像是谁欠了他几百万一样。他哑着嗓子说他儿子在学校出了点意外，需要用一大笔钱，他们想通了，房子让我们拆，就是之前谈好的500万。李兰则是眼神飘忽不定的在办公室里四瞟。我瞳孔紧缩了一下，刚才这两口子的态度都强硬无比，这要巧，他儿子就出事了，要用钱。龙有德眼中浮起喜色，他顿时一改脸色，笑容满面的请车居和李兰进来，还拿出来烟盒给车居递了一根。车居没有进屋，没有接烟，干巴巴的说了句不抽烟，给钱，要现金，明天就搬。啊，这个点银行下班了，这么大笔的现金还真得等明天。龙有德解释。车居又看了一眼龙有德，点点头，说了个行字。接着他忽然又说了句地里头闹鬼，这几天每晚上还有人四处飘着，你们别瞎挖乱挖了，大半夜的最好这工地别有人吧。语罢，他带着李兰转身就走了。龙有德一直张望着，过了小半分钟才带上门回过头，脸上喜色更多了，甚至他笑出了声，哈，这两口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哪有那么巧合，儿子就在学校出事的。他赶紧又走到秦六娘跟前，慎重地说道，秦女士，刚才他们的话你别放心上，我给你加钱，再加20万，晚上一定上山给他家祖坟超度超度。我一下子就明白龙有德的想法了，他肯定是认为车居李兰两口子挖祖坟想给他们施工方难堪，顺道坐地起价，却没想到祖坟闹鬼，连自己也吓到了不敢住。可我却认为这事情恐怕还有蹊跷，只是问题在哪儿，我却说不上来。秦六娘也挺高兴，让龙有德不要担心，就算不加钱，他肯定也办好事情，这家了就会更卖力稳妥。一时间办公室的氛围都缓和了不少。晃眼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天已经黑了，外头还是没下雨，只是乌云厚重的跟铅块似的，月亮都没冒头，只隐隐露出一团白茫茫的印子。秦六娘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发。临了，他又问了龙有德后山上车家祖坟的位置。龙有德尴尬地说不知道，当时只是凭车家口说和几张照片。秦六娘只得作罢，说我们自己找。趁着夜色，我们穿过荒地浓密的杂草，沿西侧逐渐靠近后山。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扭头四下一看，我身上立时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远处的杂草上方当真飘着几个白影子，夜风呜咽，好似鬼哭，白影子在上下起伏晃动，换上几个胆小的人，恐怕当场就得吓得昏死倒地。我粗略一算，起码8、9个鬼影子，这车家的祖坟还当真是埋了不少人。瘸子张压低了声音，喊我不要多看。秦六娘更紧张慎重起来。我收回了目光，几人继续往前走。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后山脚下，车居家在山正面，我们便选了偏西的一条小路上山，到了半山腰，才顺着山路朝山正面的方向走。我疑惑地问秦六娘，如果鬼魂都跑出去了，还能超度吗？秦六娘告诉我，那其实正好了，她将超度的符文直接贴在棺材上，等他们回来就一并送走，反倒是省事儿。说着，秦六娘的速度便更快，又走了10几分钟，总算到了山正面的山路。我有许多在坟山过夜的经历，大致也能揣测，一般这种人家的祖坟不会离住家的方位太远，再加上一路过来都没瞧见别的坟头，这山上可能就只埋了车家一户人的祖坟。循着山路往上，一直左右寻找。秦六娘嘀咕了一声，说如果他朋友来了，就不用那么麻烦的找来找去，他朋友看一眼山头就知道坟在哪儿。我心知秦六娘说的朋友就是那个看风水的先生，可我还是吞咽了一口唾沫，喃喃道，这么神？秦六娘叹了口气，瞟了一眼瘸子张，说，红河这孩子那么好的资质，被你看得那么紧，咋除了背诗啥都不会，啥都不知道？瘸子张眯了眯眼，说了句，红河读了很多年书，上了很好的大学。秦六娘、瘸子张的确很能噎人，而秦六娘的话又让我对这风水界有了许多的好奇。
又走了一小段时间，秦六娘突然惊喜地说了句：“在那边。”她走下山路，朝着右侧走去。我和瘸子张投过去视线，顿时就瞧见了一个垒砌了青砖的坟头。坟被铲掉了一半，却并没有露出来棺材。只是我顿生疑惑，就一座坟，这不对劲啊！外头飘着的可不只是一个鬼。一转眼到了坟头前边，秦六娘脸色也变了变，她不自然地说了句：“怪了，没有鬼气和怨气，坟冢里的死人早就投胎了。”瘸子张微眯着眼睛，忽然道：“不是这座坟在闹鬼，红河的想法是对的，那操场荒地有问题。”我心咚咚咚的狂跳，抛却了这坟闹鬼的可能，那操场荒地闹鬼，数量又那么多，岂不是埋了同等数量的死人？那尸体埋在了哪儿？我后背顿时被冷汗浸透了。正当此时，轰隆一声惊雷作响，风变得更大。瘸子张低声又道：“下山，这刮风打雷，阴气重重的，不安全，别被劈了。”我冷不丁就想到被雷火劈死的细分弟弟，额头上更冒出来汗珠。这钱不好赚。秦六娘抱怨了一句，瘸子张已经转身下山了。我们往下走，速度就很快了。原本瘸子张要走刚才的方向，可他忽然顿住了脚步，盯着山下。我也顺着看了过去。此时一道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整个操场荒地刹那间亮如白昼。我刚好瞧见在车居和李兰家门外约莫10几米的地方，有2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从地里头扒拉什么东西，朝着一个箱子里装去。闪电之后，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黑暗再次笼罩了一切。瘸子张没有改变方向，径直朝着山下走去。不消沟通，我都看出了问题。我们下山还是花费了10几分钟的时间。等我们从山脚急匆匆地跑出去的时候，刚好看见2个人影拖着一个大箱子钻进了车家的院子。瘸子张径直朝着车家院子走去。2、3分钟，我们到了院子外边。院里头寂静无比，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老张叔，我张了张嘴，本来想说先去刚才瞧见他们扒拉东西的位置看看，可瘸子张却一推门，直接就进了篱笆院子。他转眼走到了堂屋门口，重重的敲击屋门。谁？一个不耐烦的声音从屋内传来。瘸子张声音干巴巴的喊他们开门，再不开就要死人了。吱呀一声，门直接就被拽开了。你们搞什么鬼？不是说好搬了吗？车居的脸男看得都成了猪肝色，开口又骂骂咧咧道：“死你妈的死！信不信老子又不搬了？”我面色骤然一变，这车居嘴巴简直比吃了屎还臭。秦六娘眉毛都竖起来了。不过没等我们开口，瘸子张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冷冰冰的说了句：“不要瞎扯那些乱七八糟的，把你们刚才挖出来的东西赶紧弄出来。”车居脸都黑了，可他额头却冒了汗，色厉内荏的说了句：“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老东西，出去。”语罢，车居狠狠的一推门，就要将门关上。这瞬间，我却瞧见了车居胸口挂着一样东西，那是一个工作牌，其上有一个照片，下方写着仙桃市海湖职业中专教师文明生。名字不是车居，照片上的脸更不是车居，那是一个模样敦实、面带笑容的年轻男人脸。砰！门关闭了，瘸子张抬腿，一脚踹在了门上。嗡的一声闷响，门却没开。另一侧的窗户探出来个人脸，是车居的老婆李兰。她一张脸拖得老长，尖锐地骂了句：“你们几个糟瘟的，赶紧滚！”这骂声更让我不舒服，视线顿时投了过去。我却瞧见窗户里头，李兰的身后似是站着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那人的手缓缓地朝着李兰的脖子上搭去，我心头恶寒，鸡皮疙瘩都快掉一地了。别管这几个瘟神了，明儿拿了钱咱们就走，不招惹晦气。手落在了李兰的肩膀上，那人影却怪异地变得矮小了一些。我看清楚了他的脸，不正是车居吗？是他回到房间，刚才在李兰身后。第63章，李兰将头退了回去，窗户被关上了，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我不自然地看向瘸子张，询问他怎么办。我还问他看见了没有。瘸子张点点头道：“很明显的死人影子。”我愣了一下，道：“只是死人影子？”瘸子张问我还看到了什么。显而易见，他没瞧见那工作牌，是他没注意。豆大的雨滴开始噼噼啪啪地落下。秦六娘说在这里等着不行，这么大的雨得淋出来问题，我们得先走。瘸子张不多言了，点点头，和秦六娘先转身。临头他又看了一眼窗户，悠悠道：“不想死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东西扔出来，躲在灶房里去。”不过屋内没有任何回音了，雨开始变大。我们快速离开了车居家，朝着工地方向回去。本来我还想找一下刚才他们扒拉东西的地方在哪儿，可雨实在是太大，根本找不了。
等我们狂奔回龙有德办公室的时候，3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办公室里头，龙有德趴在一张桌子上睡觉，他一个机灵抬起头来，又赶紧起身。他揉了一把脸，格外紧张地问我们：“事情处理完了？”瘸子张冷着一张脸说：“还没有。”龙有德顿时就惴惴不安。办公室外雷雨声密集无比，让我心里也格外烦躁。我总觉得恐怕会出事，鬼使神差的。我又想到那工作牌上的年轻面庞，闹鬼的不是车居家坟地，而是操场荒地。我踩到了一点点小指骨，以为是那土坑中出来的，可土坑中什么都没有，反倒是车居和李兰半夜在他家门口扒拉了一箱子东西，甚至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影子跟着李兰。瘸子张还警告了他们。显而易见，瘸子张已经猜到了什么，并且判断了一个结果。这些线索在我脑袋里头围绕一圈之后也成了形。操场荒地中必定有死人，死人才会闹鬼，那死人恐怕就在车居和李兰家门口。指骨是我在那里碰到的，他叫文明生，或许只是其中一个死人叫文明生。那车居和李兰不搬迁，真的是因为钱谈不妥吗？现在要搬迁了，真是因为闹鬼？我思绪更深邃了。有没有可能车居他们知道一些什么，不搬走是因为不敢，而搬走闹鬼是一个因素，我们的到来甚至是挖掘荒地成了另一个更大的因素。想到这里，我顿时觉得醍醐灌顶，脑袋一下子就清明了。抬头看了一眼瘸子张和秦六娘，他们都坐下来了。秦六娘在拧干身上的衣服，瘸子张端着一杯茶，一言不发。我有个猜测，瘸子张他们并没有说车居家的祖坟和荒地闹鬼无关，那他们是想等明天之后再单纯的处理闹鬼的事情。可我却觉得有可能不用等天亮，我就能弄清楚一些事情。抬头看向办公桌后的龙有德，我深吸了一口气，道：“龙老板，你能联系到以前这个直销的人吗？”龙有德赶紧抬起头，疑惑道：“小兄弟，要做什么？我倒是能联系到，这片地就是他们卖给我的。”我沉声说道：“打听一个人叫做文明生的教师。”啊！龙有德眼中更不解，但他还是拿出来手机开始打电话。瘸子张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秦六娘眼中颇为不解。其实我了解瘸子张，他秉承的一向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事儿他也想简单化处理。可我实在抑制不住心头的疑惑。而秦六娘，她的本事应该大多在超度上面，或者简单的一些算命，反倒是鬼鬼祟祟的东西并不是她那么擅长的，所以很多事情都让我和瘸子张在主导。我先给了瘸子张一个放心的眼神。几分钟后，龙有德挂断了电话，他告诉我打听到了，这职校搬迁之前的确有个老师叫做文明生，不过当时他因为一些学生的问题和这里的住户，也就是那钉子户车居起了一些冲突，车居天天在学校闹事，逼得文明生辞了职。在之后文明生失踪了，警方还来职校调查过一些信息。顿了顿，龙有德说只打听到这些了。我眼皮狂跳，额头上弥出了细密的汗珠。失踪？和车居起冲突？我感觉我已经想到一个可能性了。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有人惊恐无比地喊着说闹鬼了，荒地的鬼跑出来了。龙有德吓得脸都白了，瘸子张更是猛然站起身来，秦六娘也惊疑不定。啪！一声清脆的啪嗒声传来，办公室的窗户上多了一个惨白的鬼影子，那鬼影子紧贴着玻璃，就像是要钻进办公室。龙有德都快被吓哭了，哆嗦地喊：“我们快出手，别让鬼进来了！”瘸子张面色紧绷，他一瘸一拐地飞速到了办公室门口，我紧跟他身后。他一把拉开门，我们快速看向右侧，哗啦哗啦的声响像是指在不停地拍打，窗户上贴着的却并不是鬼影子，只是一个纸人。雨来得快，停得也快，这会儿居然已经没了。夜空中悬挂着一轮圆月，惨白的月光映射而下。工地上不少人都从房间里头跑出来了，朝着工地大门处涌去。我四扫周围一眼，整个工地宿舍区一些房门口飘着纸人，空地中央也有2个白纸人。这白纸人极为眼熟，我心里突地一跳，这不正是之前荒地上我见的那些鬼？可这些东西压根儿就不是鬼啊！就在这时，工地大门那里又传来了惊恐的尖叫，说死人了。我脸色再变，瘸子张却绷着一张脸，径直朝着那边走去。我又赶紧跟上。当我们到工地门口的时候，看见的一幕却让我心头恶寒。工地正门处有一个女人倒在了血泊中，一眼我就看出来，那是李兰。她已经没气儿了，脸惨白的纸一样，而她头发被车居从后边抓住，车居手头还攥着一根细长的断骨，像是人的小腿骨，
他用力地朝着李兰后背一下一下的猛刺，同时一个阴寒怨毒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扑学三思该死，你们都该死啊！凭什么杀了我，剁碎我，埋了我，还要挫骨扬灰？我心头更寒，这话音可不是车居的，而且车居的胸口还是挂着那工作牌，其上年轻男人的笑脸似乎要和车居现在变态的模样融为一体了。同时车居的背后还有一道极为细长的影子，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瘸子张额头上汗珠直冒，沙哑道：好凶的破尸鬼！骤然间车居停顿下来，他猛地扭过头，阴恻恻地看向了我和瘸子张，他眼睛睁大的快掉出来了，怨毒无比地说道：不该管的事情就别管，不然连你们一起杀！给我滚！工地大门口那些工人更被吓得惊慌失措，又跑回了工地里头。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更多了。破尸鬼其实很常见，但不常见的是这么凶的。吃死人饭的这一行讲究死者为大，实际上如果尸体被破坏损伤了，那尸体诈尸就不再是简单的诈尸，而是出魂。本身诈尸会出现鬼上身活人，可破尸的鬼上身更像是出魂借体。这种情况被借体的人是清醒着的，发生了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就好比现在车居是被文明生的破尸鬼借体了，他就是亲眼看着自己杀了自己的老婆李兰。往往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天亮之后都得疯了。我额头上汗珠更多，身上的冷汗混杂着之前的雨水，黏腻无比。瘸子张眼神警觉，他的手却从腰间摸出来了一根铜钱绳。我屏住呼吸，也取出来了一截朱砂绳。我的铜钱绳对付吕月的时候消耗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车居的脸更为阴霾，月光照射下更像是两张重叠的脸一般。他一张脸很痛苦，另外一张则带着阴冷的笑容，恍惚一看又像是他表情多变，更是诡谲。他的手从李兰背后一抽，那根细长的腿骨拔了出来，还带着一点血肉。文学三四车居陡然又站起身，他阴厉地看向了我。就在这时，我身边忽然踏出一个人影，那不正是秦六娘吗？秦六娘面色肃然，她一手持着一面铜镜，镜面朝着车居一照，月光好似凝聚在铜镜上，一道铜色的光晕落在车居的头顶。车居的身体一颤，好似僵硬了一般，一动不动。下一刻，秦六娘踏步往前，她手中还捏着一张符。她话音传出，却透着一股空寂感。魂游四方，无定无居，七魄散去，怨仍不平。阴明六道，难入门境。渡魂入地，接近安宁。开始秦六娘声音是空寂的，到了后边却变得肃然不少。我听得心头猛跳，这就是他超度死人的符。我和瘸子张也有符，不过是非常简单的驱鬼符。瘸子张和我说过，上三下九，精湛玄妙的符都在道士先生手中，背尸人不在上，不在下，游离在两者之间，只有一些普通的符咒传承。要是我能会秦六娘这符，背尸完了，或者先超度再背尸，岂不是根除了大部分的麻烦？当然，想只能想。秦六娘明确说过，我身上有冤孽，她不敢收我，怕死。我思绪只是瞬间，而秦六娘的速度很快，一转眼她就到了车居跟前。啪！秦六娘一符拍中了车居的额头，车居的身体一颤，好似两张重叠的脸消失不见了。秦六娘松了口气，她收起了铜镜，转过身，满脸笑容地看着我们，神色都轻松不少。我更震惊，我和瘸子张那么紧张的破尸鬼就这样被镇住，甚至可能是超度了。老张、红河，你们看，不怕他凶，就怕他不现身。这事情秦六娘话还没说完，车居忽然动了，他再一次抬起头来，头顶的符却变成了漆黑色。他抿着嘴，血似乎从嘴巴里溢出。我脸色变了，惊声喊道：秦姨，小心！同时我迈出大步，朝着秦六娘冲去。瘸子张反应速度同样快，一个箭步射出身体。可毕竟距离有那么远，秦六娘先是神色愕然一瞬间，下一刻她身体骤然朝着右侧一闪，这完全是秦六娘本能的躲闪。嗤的一声，车居手中的小腿骨从她腰身上擦穿而出，一道血花迸射。秦六娘没有被贯穿身体，但腰上还是被刺了一条伤口。秦六娘一声惨叫，我和瘸子张已然到了车居跟前。瘸子张左手抓住秦六娘的肩头，将她往后一拽，同时他右手朝着车居脖子上一甩铜钱绳。车居猛地一抬手，小腿骨居然挡在面前，铜钱绳缠在了其上。他又是一抬腿，瘸子张闷哼了一声，直接被他踹翻倒地。我不敢停顿，朱砂绳也是一甩而出，套住了车居的脖子。我速度飞快，骤然闪身到车居身后，
膝盖重重朝着车居后心一顶，拽着朱砂绳，他砰的一下跪倒在地。我粗重的喘息着，额头上青筋狂跳。冷不丁的，我却觉得车居的身体软了许多，不像是被戒体了一样。下一刻，更阴冷的感觉从身侧传来。刚才被捅了不知道多少下的车居老婆李兰，她居然从血泊里直立起来，身体满是鲜血的脸直勾勾地瞪着我。她猛然要抓我的脖子，这速度太近，我来不及抵挡。瘸子张刚从地上爬起来，他大惊失色，我感觉如堕冰窖一般的寒冷。就在这时，我觉得背篓一颤，好似一个拨浪鼓的声音传出，我瞳孔紧缩。蒋幽女发出了动静，她要帮我。说时迟，那时快，李兰就要抓住我脖颈，一个苍老的话音却在我耳边回荡：五绝绝地魂。李兰的身体忽然僵硬了，她直挺挺地倒入了血泊中。我同时觉得肩头一沉，像是有东西在我肩膀上，可下一瞬间，那东西又回到了我的竹篓里。我呼吸格外急促，猛地抬头看向了工地大门外。蒋幽女的确是要出手帮我，可先帮我的不是她。我视线飞速在搜寻，堪堪瞧见了工地马路对面的一根电线杆子下立着另外一根竹竿，布条随风轻微晃动，其上的字更让人心神一颤：时观相术定今生前世，五绝的书酿祸福吉凶。但只是那根杆子立在那里，我却没瞧见那老先生的人。我余光瞧见瘸子张也在警惕地看着工地外，不过他快速先到了秦六娘身边，将她搀扶起来。我不再犹豫，直接朝着工地外跑去。转眼我到了公路对面，却瞧见一只手从电线杆子后边探出，抓住了那竹竿，一个瘦小的人影便朝着右边快速走去。我赶紧跟上前，一口气追出去了快5、6分钟，他才堪堪停了下来。我粗重地喘息着，视线一直在他身上。我先喘着气说了谢谢，心里头又有更多的疑惑想问：他来了，是已经对付了那个叫做仁和的男人，还有吴先生那方面的事儿，他们是否认识？下一瞬，老先生回过头来，他面沉似水，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感。还有沈氏，你和其他人说了，我帮了你。老先生的话音变得很冰冷了。我脸色微变，想起来那天晚上仁和的话，让我对老先生产生了怀疑，以为是他算计了我的出生。我因此和瘸子张说了不少事情，而瘸子张打消了我的猜测。张口，我正想解释，可老先生却一副失望的眼神，又道：蒋红河，你闯了大祸，那瘸子张要被你害死了。我脸色登时就变了，瘸子张要被我害死？这没理由啊，瘸子张肯定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那什么事情会危及到瘸子张的性命？我不敢不相信这老先生，因为他说的事情都应验了。强忍着心头的不安，我问老先生：那这怎么补救？我那天没忍住，说了一些事情，但老张叔肯定不会讲出去。老先生却摇了摇头，告诉我此事无法补救，因为有的人掐指一算就能算出命数。他之前帮我和瘸子张走出八毛镇，是因为瘸子张刚过死劫，属于变数，不在命数之内。他在救了我，不让我说出他的时候，也是避免他暴露在有些人的视线之下，因为我也属于一个变数，无法被计算。而当我在将他的存在告诉瘸子张的时候，瘸子张已经不是变数了，他就会被人盯上。我脑袋有些发懵，这老先生的话我是听明白了，可又没有完全明白。迟疑了一下，我问道：有心人是吴先生，还有那仁和吗？仁和不是已经被贴上了符，您应该已经解决了他。吴先生，他到底是谁？您对付不了吗？我认为盯上老先生的要么是仁和，要么就是吴先生，如果能对付他们，那瘸子张也就不可能出事。老先生面容更深邃，他摇了摇头道：你真以为只有他们盯着你，想害你吗？我脸色顿时又变了。老先生又道：仁和没有死，我给你的符本来可以定住他，但他身上却还有一样东西挡住我的符，让他逃了。至于吴先生，老先生摇头叹息，他并不想真的杀了你，但他错了，你绝不能接近他，更不能听信他的话。老先生说的越来越深奥了，这也让我更为茫然不安。吴先生到底是谁？果然，吴先生不是要杀我的。按照老先生的话说，不能信他，那他是要骗我。我脑袋都开始发疼了，除了吴先生和仁和，还有谁在盯着我？这时，老先生又道：蒋红河，瘸子张一定会死，因为有人已经盯上了他的魂，想要撬开他的嘴。等他死了，我也就彻底暴露出来，我再贸然出现，我也会丧命。如果你想活下去，就得自己弄清楚一切。有个女人来找你了，那就是你的契机，跟着她才能活命。雨爸，
老先生缓步朝着路另一侧退去，我脸色煞白，更是满腹疑问。本来想追上他，可脚下就像是生根了一样，怎么都迈不开步伐。等到我能动的时候，老先生已经不见了踪影。我在原地站了许久，心口都堵得慌。老先生说了许多，可又像是什么都没说。我只觉得自己好似笼罩在一个巨大的谜团之下。我怎么可能眼看着瘸子张死？还有那个女人，我忽然想到了蒋淑兰给我打的2次电话。她说有个女人要找我，就是老先生所说的人。此外，我又想到一件事情，瘸子张要死了，老先生才会暴露。那如果瘸子张不死呢？是不是老先生也就没事儿？我呼吸都变得更粗重了。可冷不丁的，我肩膀被人重重的拍了一下，我被吓了一大跳，猛地回过头，在我身后的不正是瘸子张吗？老张叔，我张了张嘴。瘸子张眉头紧皱，我恍惚间好像看见是那个老先生了。你没追上？我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却不知道刚才的事情应不应该和瘸子张直接说，如果我说了还会影响什么吗？瘸子张又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问我怎么发呆了，他在和我说话呢。我一个机灵回过神来，咬了咬牙，低声道：老张叔，刚才你什么都没看见，千万不能对任何人提起。瘸子张满脸的疑惑，我又赶紧说了，等回去之后我捋顺了会告诉他，但他一定得记得我说的话，刚才就当没看见。而且我以前和他说的老先生的事情也绝不能告诉任何人。瘸子张这才点点头，说他知道了。再接着他又道，我们先回去工地那边，刚才有工人报警了，杨叉过来了，还有个老熟人。六娘大致和他们解释了一下，说的我们是来做法超度的，这地方闹鬼，却碰到了车居半夜捅自己老婆，再加上有工人佐证，我们没怎么被牵连，反倒是制止了车居。先过去，你也得说几句，不然那些杨叉会一直找我们。话语间，瘸子张转身朝着工地大门那边走去，我这才跟上他，捋顺了瘸子张说的话，我心头微跳。车居虽然是被借体了，但是他众目睽睽下捅人，大家都会认为是他捅的，而不是说被破尸鬼借体。死人了也不可能不报警。一转眼，我们回到了工地大门前，几辆警车闪着灯，警戒线围住了血泊所在的位置。车居和李兰都已经不见了，秦六娘捂着腰，还在被2个民警围着。我刚跟着瘸子张进了大门，一个高高的警察朝着我走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果然是老熟人，他不正是镇上的警察唐克吗？唐克到了我跟前，皱着眉头说了句挺有缘。我抿了抿嘴，没接话。再之后就是唐克的例行询问，我就按照瘸子张的提点和嘱托全都说了。当然关于借体闹鬼的事儿我没怎么提，更没说老先生最后帮了忙。唐克持笔记录，时不时又问我2句。这时唐克接了一个电话，脸色骤变，他快速写下最后几句话，让我随时保持电话畅通，有问题会找我们。接着他立即走向其他警察面前，迅速说了刚才行凶的车居家里头有情况，发现了一些东西。大门口只留下2个人执勤，其余的警察全都朝着荒地那边走去。人是一种好奇的动物，之前被吓得四散的工人也朝着那边围拢过去，似是要去看热闹。瘸子张去搀扶了秦六娘，秦六娘还是捂着腰间，眉毛都拧巴在一块了。龙有德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到了我们跟前，他脸色格外不安，问秦六娘这下该咋办，闹鬼闹出人命，警察都引来了。秦六娘一脸吃痛的先扫了我和瘸子张一眼，迟疑片刻才道，恐怕红河和老张发现的更多一点，我只能告诉你，这荒地应该不会闹鬼了，刚才那个破尸鬼消失的一干二净，是魂飞魄散了。我眼皮狂跳，刚才老先生那简单的几个字居然那么厉害。龙有德又看向了我和瘸子张，我略作思索就告诉了龙有德，刚才的纸人都是假的，并不是闹鬼。据我推测，应该是车居杀害了文明生，将他埋在了自家门口，他一直不搬迁也是这个原因。他之所以忽然要搬走了，是因为瞧见我们挖了荒地，他怕暴露。那些装神弄鬼的纸人是他昨晚上弄出来的，借此来吓人，不让人过去。他又趁机将文明生的尸骨挖了出来，准备带走。可这些刚好被我们看见了，我们警告了他，他却不愿意承认。之后他才会被文明生借体捅了自己老婆。总归文明生的魂魄已经散了，车居又被抓走，这事儿影响应该不大。他最大的麻烦可能就是工地闹出了人命，还有以前这地方死过人。我说完了这些，已经有些口干舌燥。龙有德恍然大悟，他迟疑了一下，又道，所以最开始闹鬼不是他家祖坟，就是他害了的文明生。我思索片刻，点点头说对。
龙有德面色踌躇了许多，苦笑着说：“只要不闹鬼，有点其他的问题也都不算问题了。”他又瞅了一眼秦六娘的腰，问我们要不要先去医院，他开车送。瘸子张摇摇头说：“不用那么麻烦。”然后又看向我，道：“红河，等会儿你开车。”龙有德挠挠头说：“那也行，刚好他现在也不方便离开，还得等警察调查的结果出来。”龙有德又向秦六娘要了银行卡，说等天亮就把钱转过去。秦六娘脸上的疼痛都因此稍微削减了一点。等他说完银行卡后，我们一行人立即就从工地离开了。回到秦六娘的大金杯前头，他给了我车钥匙。实际上从离开驾校我就没开过车了，上车后捯饬半天，车才勉强上了路。先去了一趟仙桃的第一人民医院，挂了急诊科，处理好秦六娘的伤口后，我们才回老街的铺子。一来二去的折腾下，天都快亮了。我脑袋浑浑噩噩的，瘸子张喊我先去睡觉，有什么事情等明天再说。我本来想和他商议一些，可着实太疲惫，思维也难以转过来弯，因此我就叮嘱瘸子张千万不能出铺子门，但凡要去哪儿做什么事情都得叫上我。瘸子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我们三人各自去了房间休息，疲惫和脑袋的浑噩让我倒头就睡了下去。我没有做梦，在醒来的时候，小窗户里头都照射进来了刺目的阳光，整个人都彻底清醒了。深呼吸了2下，我坐起身来，洗漱之后，我推门而出。到了楼下，我一眼便看到桌上摆着吃的，瘸子张在抽烟，却没瞧见秦六娘的人。老张叔，秦姨不在。我先疑惑地问了一句，而看着好端端的瘸子张，也让我稍稍松口气。去接他朋友了，已经到了车站。瘸子张解释，他又喊我吃点东西。我的确是饿了，快速到桌旁坐下，狼吞虎咽吃了不少的东西，才发现瘸子张一直在看着我。我抹了抹嘴，放下来了碗筷。昨晚上那老先生应该说了什么？你一直都不太对劲。瘸子张皱了皱眉道。我迟疑了半晌，又看了一眼铺门外。刚才醒来还有吃东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索。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我已经破坏了老先生的交代，造成了有人盯着瘸子张的结果。那老先生也因此受到了掣肘，再不敢随意出现。如果瘸子张死了，那老先生也会被算出来一些东西，惹上麻烦。我更不可能接受这个结果。那破解之法就只有一个，瘸子张只要不死，那盯上瘸子张的人得不到任何信息，应该就会没事。并且我还想到一个可能，瘸子张当时告诉过我，他帮过老先生一件事，或许那老先生所说还有的有心人也想要知道这件事，就能对付老先生了。思绪很快落定，我捋清条理后告诉了瘸子张2件事。第一是老先生说他会死，有人盯上他，想要从他嘴巴里撬出来一些话，但紧跟着我就说了，我会拼了一切都不会让他死。第二就是我想活下去，就得跟着一个来找我的女人走。我揣测那女人已经在蒋淑兰身边了。瘸子张的脸色顿时紧绷了起来，他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半晌之后，瘸子张才道：百鬼围宅都没能杀了我，我这条命谁想拿谁都得赔出来一条命。我松了口气，我就怕这事儿说出来影响瘸子张的心态，他还是依旧清醒强硬，就让我放心不少。而瘸子张顿了顿，又道：要不你打电话问问蒋淑兰，那女人是谁，为什么要在蒋家村等你，直接和她说我们在哪儿，让她来找你不就好了吗？我心头突的一跳，瘸子张说的没错，而且老先生说吴先生那番话我还是记忆犹新。我能避免不去蒋家村，还是尽量别去。摸出来手机，我立即就给蒋淑兰打了个电话。铃声响了一会儿，蒋淑兰就接通了。我稍微松了口气，因为我怕打不通，毕竟上次就突然断了线。喂，红河。蒋淑兰的话音略有不安。我屏住了呼吸说道：你不是之前打电话有个女人要见我吗？他人呢？我给你说我现在的地址，他能不能？我话还没说完，蒋淑兰就不安的又说了句：红河，他可能死了。我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我立即就追问蒋淑兰是怎么一回事。嘟嘟嘟的电流声传来，电话居然又断线了。我再给他打过去，却打不通了。瘸子张问我怎么了，那女人不来。我面色微变，摇头说蒋淑兰讲那女人可能死了。瘸子张面色一沉，眉头紧皱，可能死了，那也可能没死，出事了是肯定的。这女人是你的契机，我们得回去。我一时间没接话。回去就得进村，蒋家村有吴先生，八毛镇就在附近，镇上又有那么多危险，风险太大。一时间气氛变得格外沉寂。恰好脚步声又响了起来，抬头一看是秦六娘回来了。
他身边跟着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男人穿着一身浅黄色的布衣，腰间挂着一块圆形的罗盘，他双手背负在身后，颇有一种精明但却并不高深的感觉。红河，老张，秦六娘喊了我们一声。瘸子张起身，我也往前走了2步。秦六娘给我们相互做了介绍，他朋友叫杨通惠，是渭水人，不光是个风水先生，还买卖一些风水相关的东西，经常在国内跑动，消息灵通。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会觉得杨通惠精明，原来是半个商人。瘸子张和他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我恭敬地喊了一声杨先生，他却笑眯眯地说让我喊他杨叔就行。杨通惠很随和，直觉上让我感觉很好打交道，只不过我却有些忐忑，他是半个生意人，能帮忙超度蒋幽女吗？要知道蒋幽女可是血煞。杨通惠还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我感觉到一点不对劲了。招呼打完了，哪有这样一直把人盯着的？瘸子张也疑惑不已。秦六娘问杨通惠，是我身上有什么问题吗？杨通惠点点头，又摇了摇头，才道，我是在看和天元蒋家有关的人，可我怎么看都没看出他的特殊之处。秦六娘也尴尬了起来。瘸子张摸出来了烟嘴，点上了烟叶，面色却极为凝重。瞬间我反应过来了，脸色骤变，因为杨通惠说了天元蒋家。我按捺不住心头的迫切，立马就问了杨通惠，天元蒋家是什么来头，在什么地方？杨通惠却又摇了摇头，只说了4个字，不复存在。我更茫然不解了，不复存在，这又是什么意思啊？秦六娘推了推杨通惠的胳膊，让他不要卖关子了，此事人命关天。杨通惠才道，蒋家来头很大，但是已经灭门了，关于他们的消息本来都几乎湮灭，还是3年多前那杨大先生集结大量人手前往了黔西南新市的红河，这件事情才流传出来一些。红河？瘸子张也变了脸色。杨通惠眼神深邃了不少，点了点头。秦六娘给了瘸子张一个眼神，示意他不要打断。我手已经下意识地握紧了。红河和我姓名一模一样，巧合吗？我不信。那老先生给我点的名字是红河，他难道就和蒋家有什么关系？这时杨通惠又说道，具体那里发生了什么无人能知晓，但是那杨大先生铩羽而归，在风水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当时做生意和多个先生相熟，旁敲侧击之下知道了一些事情，这事儿和一个蒋姓家族有关。而至于蒋家是什么来头，零零星星有一些信息。100年之前风水界还未曾凋零，还是阴阳界的时候，蒋家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流传到如今已经是人丁断绝，只是怎么断绝的，这事儿不得而知了。至此杨通惠在看我，就透着一些目光灼灼。六娘和我说了你的事情，有很多人盯着你，想杀你，甚至提到了天元蒋家，说你该死。但如果你真的是蒋家后人，那这件事情就大发了。我打算带你去一个地方，你敢去吗？我脑袋有些发懵，因为这信息量更大。杨通惠想带我去哪儿？可老先生昨天才告诉我，我的契机是那个找我的女人，她在蒋家村。如果我不去找那女人，反倒是跟着杨通惠走，这不就是将那老先生的叮嘱视若罔闻？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额头上的汗珠成了豆大一颗。秦六娘眼中却透着惊喜。老杨，你能见到那个人？秦六娘紧张道。杨通惠舔了舔嘴角，慎重道，不一定，但是有机会。蒋红河这3个字就是敲门砖。秦六娘用力点点头，她又要开口说话。瘸子张却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低声道，六娘，红河哪儿都不能去，如果去了，他可能命就没了。瘸子张的话让我顿时清醒了不少，身上也冒了冷汗。没错，先不说杨通惠都没把握，只有一些机会。还有，我身边那么多双眼睛，身后那么多双手，如果不按照老先生的叮嘱去做，恐怕我这条小命保不住。秦六娘顿时急了，道，老张，你不明白这代表着什么？如果红河见到瘸子张，脸色却冷了不少，他看了杨通惠一眼，眼神带着审视和锐利。对红河来说，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代表着他9成9会死，而对于你这朋友来说，如果成了，他可能得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商人无利不起早，如果真心实意来帮忙，就不应该拿红河去谋利益。况且送红河去见你们说的那个人，万一对红河不利，红河怎么办？六娘，你说呢？前面的话瘸子张是和杨通惠说的，最后的问便是问秦六娘了。秦六娘呆住了，她才露出堪堪反应过来的神色。再看杨通惠，她眼中顿时多了几分恼怒。老杨，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秦六娘语气都凌厉了几分。杨通惠眉毛都皱成了疙瘩，道，六娘，我肯定是来帮忙的，
带他去见那杨大先生一趟，就会出事。况且我跟着你们一起，能出什么事情？解释归解释了，但杨通会关于好处和利益半字没说。瘸子张又摇了摇头，道：红河背着血煞，如果不超度，你能背动吗？杨通会额头密出了一丝汗珠。瘸子张声音沙哑，又道：你现在虽然说了天元蒋家的事情，但六娘找你，还想请你帮忙一起超度血煞，这事儿你也只字不提，是忘了还是六娘没说？杨通会一下子不说话了。秦六娘眼中的气愤更多，她又要开口，杨通会的语气却忽然缓和不少，试探地问道：那就解决了眼前的麻烦，我再带他去。显然杨通会退了一步，只是我心头却警惕了起来，刚才那气氛差一点都得撕破脸了。杨通会和我们素未谋面，但却忍下来了，可想而知，这是好处能大过于颜面。事情解决了，我真能跟他走吗？秦六娘脸色总算好看了一些，瘸子张却说：先上楼看看。显然瘸子张这意思是要杨通会立即解决蒋幽女的隐患了。我准备转身上楼，可就在这时，杨通会接了一个电话。路口，杨通会微皱着眉头，眼神闪烁。电话挂断，杨通会让我们等一下，他去路口有点事情。紧接着杨通会急匆匆地往外走去。他走远了之后，瘸子张总算露出了不满的神色。秦六娘略尴尬道：老张，我也没想到。瘸子张摇摇头道：天元蒋家，这杨通会带来的信息的确很多，还有那杨大先生，就是你提过的罗16吧？秦六娘立即点了点头，她不解道：老张，我怎么没懂你的意思？你这样说还是想要红河去的？瘸子张停顿了一下，告诉秦六娘，如果我们是走投无路的情况，死马只能当活马医，那他就让我去了。可现在却不是这样，具体的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我的命必须要去找另一个人才能保住。那人在蒋家村。秦六娘的面色严肃了不少，她倒是没问别的，又道：那就先解决一下蒋幽女的隐患，再去蒋家村。需要我和杨通会一起吗？瘸子张面露思索之色。我额头上却冒了汗。刚才的电话里，蒋淑兰说了那女人可能死了，这事情肯定是迫在眉睫，我最好的立刻回去。如果超度蒋幽女的话，不知道要耽误多少时间。我一时间沉默，半晌我才先开口，问秦六娘说他们能不能送走蒋幽女。我的确得立刻回去蒋家村，带上蒋幽女会有麻烦，不带的话也是隐患。瘸子张立即就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的话。秦六娘迟疑了一下，才说得等杨通会回来了问问，单凭他不行。可这一晃眼已经10几分钟了，杨通会没回来，我们又等了10来分钟，还是没见人影。秦六娘摸出来手机给杨通会先打了电话，奇怪，没在通话中啊，他电话已经打完了。秦六娘眼中疑惑不已。没一会儿，电话挂断了，是没人接听。秦六娘又打了一个，还是一样。她让我和瘸子张等等，便匆匆走出了铺子。也就5、6分钟，秦六娘一个人回来了，她脸色却难看到了极点。我心里头有个不好的念头，没等我说话，秦六娘就骂道：死胖子，看得不到好处，居然跑了！瘸子张眉头紧锁着，神色也有了几分阴霾。我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有只手捏着我心头一样。杨通会真走了。下一刻，瘸子张吐了口浊气，道：不要理会他了，就当他没来过，不能被牵着鼻子走，我们回蒋家村。秦六娘点点头，说可以。我心又突地跳了一下，扭头看了一眼2楼方向。那蒋幽女怎么解决？带着，我怕她又被吴先生控制。如果不带着，万一人和又将她带走，这高低都是隐患。瘸子张显然看出了我的犹豫，他告诉我别无选择，现在只能带着她。万一他依旧帮我呢？只要不让别人碰到他，恐怕好处要比危险大。瘸子张这话有几分道理，我不再踌躇了，径直朝着2楼走去。瘸子张和秦六娘也上了楼。很快，我将东西清点拾掇了一遍，该装的东西我放在了身上，蒋幽女则放背篓里头。在下楼后，大家都收拾好了东西，我们离开铺子，径直去街口。等上了大金杯，秦六娘开车上路，我却接到了戴卢打过来的电话。戴卢极度慌张，说他遇到麻烦了。昨晚上他喝了一些酒，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发现有个女人趴在他肚子上，用力扒拉他肚皮。他去把那女人推开，结果那女人一抬头，居然就是吕月。他差点没吓死。我面色当即就变了。吕月来得那么快？戴卢又哆嗦地说：红河兄弟，这事儿不开玩笑啊，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了吗？你得赶紧再来找我一趟。我抿了抿嘴，
额头上汗珠一颗一颗顺着脸颊落下。吕月十有八九已经成了血煞，第3等血煞级别的母煞，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戴卢罪有应得，只能好自为之了。可他对付了戴卢，还是会找上我。我没吭声，将电话挂断。紧跟着，戴卢又打了过来。我在挂断之后，他接连打了个不停。索性我直接将他号码拉黑了。可紧跟着，另一个号码发过来了短信：蒋红河，我知道了，你是故意的呀，你想坑死我。我告诉你，你真要敢坑我，不管我了，我死都不会放过你，也绝不会放过茵茵那个贱女人。显然这是戴卢发的。我刚看完，又一条短信发过来了：红河兄弟，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500万，保我一条命，多个朋友好过多一个仇家，求你了，别不管我，我眉心紧蹙，成了疙瘩。我没理会戴卢的短信，马上给茵茵打电话过去，我得让她立即离开仙桃市才行。别说现在我不可能先去触血煞母煞的眉头，而且我也没时间去管戴卢，我得回村。只不过茵茵的电话却没人接，我接连打了5、6个电话，还是没人接通，一下子我就心急如焚。恰逢此时，茵茵发过来了一条微信：红河，我这会儿不方便接电话，我跟爸妈去喂水了，等会儿和你聊。看到这条信息，我顿时就松了一大口气。我只给茵茵回了一句话：短时间内不要回来，小心代价。又吐了口浊气，但我心却没定下来。瘸子张在副驾驶上扭头看向我，问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看。我沉默了片刻，和他说了吕月闹起来了。瘸子张眼皮抽搐，皱眉道：就这要求，这么快，怕是有点问题。我心里咯噔一下，问题能出在哪儿？片刻后，我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人和。老先生说了，人和身上有东西破开了他的符，因此跑了，人和肯定不会放过我，他又卷土重来了。人和，我立即咬牙说道。瘸子张面色极为凝重，他点头，此人阴魂不散，看上去也是个先生，很不好对付。我自然清楚人和不好对付。八毛镇的李代桃江老街口利用蒋优女，险些让我被车撞死，废弃的精神病院。短短几天时间内，他出手3次，3次都将我逼上死路。每一次，若非那老先生及时伸出援手，我早就丧命了。戴卢和吕月这件事情，因为我下手留了隐患，却又成了人和对付我的契机。我额头上汗水更多，后背也快被汗浸透了。秦六娘却忽然说道：对付先生也有对付先生的手段，再怎么说我也算是个半灌水的算命女先生。那人和是个什么先生？阴术先生还是阳算先生啊？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了，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任何了解。秦六娘顿了顿，又问我人和装束怎么样，带着什么东西。我告诉秦六娘，人和一身布衣，什么东西都不带，看上去一脸正派，实则阴险狡诈。秦六娘蹙了蹙眉，说这些没用，得再具体一点。瘸子张低咳了一声，道：李代桃江，他第一次和红河见面，说的是算命相关的事情。秦六娘面色一凝，喃喃道：那应该是个算命先生了，怪不得他次次能在关键时刻拿捏红河。我迅速点了点头，但没出声打断他。瘸子张露出问询之色。秦六娘一打方向盘，转了一个弯，才道：老张，你说我的弱点是什么？瘸子张吧嗒了一口烟，说道：贪财，体弱，近身必死。秦六娘她瞪了瘸子张一眼，露出嗔怒之色。瘸子张烟嘴哆嗦了一下，皱眉说：难道不是吗？秦六娘神情恢复了些，正色道：我贪财也取之有道，做生意赚钱不寒碜，但体格弱，遇到你们这些吃死人饭的人，近身必死倒是真的。顿了顿，他又道：人和肯定算得比我厉害，但你们只要能进他身前半尺，他肯定必死无疑。我立马就回想起来，当时在精神病院里，我从后背甩出茵茵闺蜜的尸体，人和直接被撞飞，还有我给人和贴符，他的确没来得及反抗。一时间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没错，他看似很可怕，无孔不入，阴狠歹毒，可实际上他弱点也极为明显。他这么明显的弱点，我居然给忽略了。下一次如果他再出现在我面前，肯定他逃不掉。我一字一句地说道。秦六娘点点头，迟疑了一下，又道：先顾好眼前的事情吧，再说化血的母煞，这也是麻烦，人和险些被你摆一道，这次要真是他在幕后操纵，肯定会更谨慎。我抿了抿嘴，了一声，便没再说话。很快我们已经出了城，现在车行驶的方向是八毛镇，八毛镇后边才是蒋家村。瘸子张提醒秦六娘别进镇，那里也不安生。秦六娘绕了路，
多花了半小时才进蒋家村。我给秦六娘指路，车直接停在了蒋家院外。三人下车，我走至前面去敲门。很快，脚步声传来，门开了，蒋淑兰站在门槛后，愕然无比地看着我。红河，回来了。下一瞬，蒋淑兰的眼眶泛红，话音颤抖惊喜。我皱了皱眉，心里头却叹了口气。他人呢？我沉声问道。蒋淑兰脸色微变，她紧张地看了院外一眼，便快速道：“你们先进来。”我们三人进了院内，蒋淑兰赶紧关上了院门。堂屋另一头，蒋老太颤巍巍地出来了。她瞧见我，脸上也露出惊喜，不过她没吱声，就匆匆进了厨房。我没在意他们的表现，又投以蒋淑兰问询的目光。蒋淑兰眼中却露出几分惊怕，还有苦涩。红河，他可能死了。我其实已经不想喊你回来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电话总是忽然挂断，我也打不出来，想联系你就没信号。我心头咯噔一下，示意蒋淑兰先不要说别的，那女人到底怎么样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蒋淑兰才低声道：“前2天，那女人忽然到了蒋家，拉着我问了不少东西。她本来要走了，却忽然又说她走不掉了，得让我将你叫回来。其实她冒冒失失的闯来，我不该联系你的。可看她的模样，年轻漂亮，很有气质，我觉得和你很配，又怕你在外边读书没有学好，是不是辜负了人家女孩子，以至于人家都找到八毛镇，又找到蒋家来了，我就想先将你叫回来再说。”蒋淑兰这话让我瞠目结舌，就连瘸子张都一脸懵。下一刻，蒋淑兰却面色煎熬了不少，又道：“可之后就出事儿了，吴先生忽然来了。”我脸色骤变。我记得当时蒋淑兰给我打电话，我突然听到一个女人问了谁，电话就断了。那时候就是那找我的女人在说话，电话断线就是因为吴先生的突然出现。吴先生将他带走了。我额头上冒汗，沙哑地问道。老先生和我说了吴先生不少事情，老先生还告诉我，吴先生不是真的想杀我，但是吴先生错了，让我千万不能相信吴先生。现在我还弄不清楚吴先生的目的，但他肯定和我有极深的渊源，否则不会这样一直在背后盯着我。我思绪飞速，脑袋里交织了一片问题。蒋淑兰快速摇了摇头，道：“不，没有，吴先生只是来说了几句话，他是晚上出的事儿。吴先生说，这不是他该管该插手的事情，这是蒋家的家事，他非蒋家人，没流蒋家血。今天既然来了蒋家村，就交出蒋家的东西，否则的话就竖着进来，躺着出去。”我心头猛地一颤，这短短一句话就直接说明了，这吴先生居然也和蒋家有关。而那女人拿了蒋家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蒋淑兰看了看我，又不安道：“在之后吴先生就走了，我却联系不上你了。我怕吴先生害了他，就和他说了一些吴先生的事情，劝他赶紧走，又给了他你的电话。可他还是说自己走不掉，又说吴先生想杀你，绝非好人，他要清理了这祸害。”我脸色再变，大致能想得明白，蒋淑兰所知道的那些事儿一说出来，任何人听了都会认为吴先生一定想取我性命。可这女人到底是谁？要害我的人在她口中就是祸害。老先生给我的信息太少，可直觉告诉我，只要见到他，我肯定能知道很多东西。我示意蒋淑兰继续说。蒋淑兰才道：“之后没多久就天黑了，那女人问了我吴先生的住处，我和她说了那里没人，可她还是执意要去，结果她去了就没回来。我天亮的时候去那个院子看了，只见到一地的血，还有一把头发，我将那头发捡回来了。”语罢，蒋淑兰就指了指侧屋。我脸色又变了变，匆匆朝着侧屋走去，一把推开房门，屋内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木桌上摆着一把卷起来的长发，其上的血已经干涸，他真死了。我觉得周身发凉，整个人都如堕冰窖，死死地握紧了拳头。那吴先生到底要搞什么鬼？他既然不想杀我，为什么又要处处坑害我？应该没死，如果死了，这发便是尸的一部分，尸发重阴，又黑又凉，看一眼就让人瘆得慌。此发还有一些光泽，带着活人阳气。秦六娘的话音突然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心头顿时一喜，没死，那就还有机会。我的契机在他身上，他绝不能丧命。扭头我看向秦六娘，快速问道：“青衣，那你能算到他在哪里吗？”我满脸的期意。秦六娘尴尬地摇了摇头，道：“秦衣还没这本事，如果是内阳大先生，那肯定可以。”一旁的瘸子张微眯着眼睛，他让我先不要慌乱，镇定一些。说着，瘸子张进了房间，捻起来了一点头发，似是在思索什么。又过了片刻，他看了看我背上，喊我将头发装进背篓里，等天黑，试试让蒋幽女找他。我眼皮一阵狂跳，这
的确是一个办法。蒋幽女作为血煞，触碰到了生人头发，肯定能找到人的下落。我立刻走至桌旁，毫不犹豫地将头发卷起来，又放下背篓，将蒋幽女拿出来，把头发放至底部，才将蒋幽女放上去，然后低声道：“帮哥一把。”明明是白天，我却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幽凉，冷得我直接打了个寒噤。定了定神，我在背篓上盖上布，重新背了起来。屋外传来一个战栗的眼神，我扭头便和蒋淑兰对视了。蒋淑兰眼眶通红，哆嗦地喊了一声幽女，我分明感觉到背篓更重了一些。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瘸子张却沉声告诉蒋淑兰，让她不要喊了，现在让蒋幽女跟着我，是为了我和蒋幽女两个的安全着想。蒋淑兰赶紧擦了擦眼角，没让眼泪掉下来，哑声道：“我不喊，我没想喊的，幽女还在就好，兄妹两个有个帮衬，妹妹怎么会伤害哥哥？”蒋淑兰声音太哽咽了，听得我身体本能的一颤。蒋淑兰看了一眼堂屋那边，强压着哽咽，喊我们先过去吃点东西。瘸子张和我对视了一眼，点点头，说了句晚上看情况，便先迈步往外走去。秦六娘冲着蒋淑兰笑了笑，示意她一起去堂屋，我跟在最后边。去堂屋坐下之后，桌上的菜碟冒着腾腾热气，最中间是一碟子酱肉，旁边摆着一些烧菜和一碗热汤。蒋老太给我们分了筷子，还给每人打了一碗米饭。我的确也饿了，心知在蒋家村的事情不少，我便大口的吃饭。可鬼使神差的，好像有个无形中的手推动了我的胳膊，让我一筷子夹起来了几片酱肉，放入了碗中。这下蒋淑兰和蒋老太都呆呆地看着我。蒋淑兰似有些慌乱地说：“风怎么迷眼睛了？”她赶紧又去擦拭眼角。蒋老太站立地伸出手，将那碟子酱肉放到了我面前。我没吭声，吃掉了碗里头的肉。瘸子张眉头微皱，但没讲话。秦六娘眼中却透着疑惑。这一餐饭下来，桌上之人都各有心思。一餐饭吃罢，距离天黑也就2、3个小时了。蒋淑兰和蒋老太去收拾东西，我们3人则在堂屋内商议该怎么办。瘸子张的意思是尽量不去触吴先生的眉头，如果能找到那女人，就和他一起离开。秦六娘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和她明说，所以她也参与不了太多的意见。我思索了片刻，的确，瘸子张说的没错，我对吴先生很好奇，他肯定和蒋家有什么关系，但最好不要招惹他。最后确定下来的行动方案，便是天黑之后试着凭借蒋幽女引路，能找到那女人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找不到，就只能考虑是否要去和吴先生碰一碰。商议完之后，我们3人就在屋内静静地等待着。时间又一次变得缓慢起来，分秒度日一般，天色慢慢开始发沉，黑夜逐渐吞并了暮色。天黑了，只是我背着的背篓却一直没什么动静。蒋幽女不帮忙，我正想着计划怕是被破坏的时候，一旁的秦六娘突然站起身来。她原本成熟的脸上竟带上了一分滞色，冲着我诡异地笑了笑，便转身朝着堂屋外走去。我心头狂跳，蒋幽女悄无声息的居然上身秦六娘了。红河，跟上去。瘸子张低声叮嘱了我一声，就一瘸一拐地跟上了秦六娘，我也紧随其后。另一侧的屋门口，蒋淑兰和蒋老太紧张惶然地看着我们。我余光注意到，我们刚走到院门口，房门便关闭了。出了院子，村路上就一阵阵的冷风吹拂。秦六娘朝着村子西边走去。我们一路上进了村子深处，又7绕8拐地进了一个小径，我才察觉到有些不对劲，快速扭头往后看去，后边刚好是个路口的转角，有个人探头正在偷看我们。月光照射在他脸上，他神情极为死板，眼眶空洞，下方有黑，整张脸更没什么血色，就像是套着一层皮。谁？我惊疑不定地喊道。瘸子张和秦六娘几乎同时停下脚步，冷不丁的，秦六娘口中发出一阵尖细的笑声。那人的脸颤动了一下，便彻底归于死寂，一动不动了。我本来想过去看看，可刚一迈步，秦六娘就抬手按住了我。她略带滞色的脸上透着警惕。此时她被蒋幽女上身，不让我过去，是为什么？危险！下一瞬，秦六娘却转身，又朝着小径深处继续走去了。瘸子张低声道：“是个纸扎，无碍。”他示意我跟上。我撇开了思绪，继续跟着秦六娘往前走。有纸扎跟着我们，代表吴先生已经发现我们了。这小径又到了转角的位置。秦六娘先转身过去，可下一刹，一声刺耳的尖叫传出。我大惊，加快了脚下速度，和瘸子张走过转角，却瞧见秦六娘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嘴角甚至在不停地溢出白沫子。我身上的背篓一阵死沉死沉的。再看秦六娘的胸口上，
竟贴着一张符，蒋幽女的上身居然被破掉了。只是动手的人速度未免太快，不过1-2秒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瘸子张铁青着脸，警惕地左右四看。我同样全神戒备地四下扫视，却发现秦六娘身边的院墙上隐隐有些凸起的痕迹。仔细看下去，却像是墙上有一张脸，那脸极为死板空寂，可嘴角却怪异的抽泣。说真的，我被吓了一跳，本能驱使，又让我仔细地盯着看。下一瞬，异变突生，那张脸忽然往前探了探，居然从墙上钻了出来。嗖的一声轻响，墙上竟又钻出一双手，直接掐向我的咽喉。我头皮发麻，心跳都落空半拍，猛地抬起左臂，我本能地护住脖子，同时右手飞速抓出老牛角，直接朝着那双手接去。又是吃的一声，寒光在我眼前闪过，一柄分尸刀直挺挺地插入了那张脸的正中。它不动了，夜风骤然变得幽凉刺骨。我冷静下来才看清楚，这也是一个纸扎人，他身体还剩下半截贴在墙上，另外半截耷拉着，头被分尸刀戳穿，分尸刀尖端刺入了路边墙体，而他的2条手臂正在随风晃动着，处处都是纸扎人，和鬼村一样了。瘸子张眉头紧皱，他拔出来分尸刀，又斜着一挥，纸扎人从中断开。我眼皮狂跳，喃喃道：比之前的弱，不像是人皮纸扎。瘸子张嗯了一声，说：对。他又摸出来了一个小瓷瓶，打开了盖子，朝着秦六娘鼻子下放去。我伸手摘掉了她胸口贴着的符。秦六娘鼻子耸动了一下，身体一颤，便恢复了行动，但她的眼神却透着茫然和惊疑。我们怎么到这里了？秦六娘不安道。瘸子张告诉她，刚才蒋幽女上了她身，带着我们要去找那女人，但走到这里就被吴先生的纸扎和符打断了。秦六娘额头上都是汗，她不安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身前的一个纸扎，快速后退了2步。我将背篓挪至身前，扯掉了上边的布，却发现蒋幽女的尸体上已经布满了血红色的绒毛，她手中还握着一个拨浪鼓，双目睁得滚圆，显然已经诈尸起来，而且很凶。可即便是这样，她的鬼上身都被破掉，这下又该怎么找那女人？幽女还有办法，我试探性的开口，可还没等我说完，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雾气在路上弥漫，我们所处的地方左边是一堵院墙，右边是零零散散的一些房屋，还有林子。一瞬间，那些雾气笼罩了周围的一切，隐隐绰绰的，我瞧见雾气中出现了很多一晃过的人脸，他们都极为死板。我头皮一阵发麻，立刻警惕地叮嘱道：小心，老张叔，吴先生来了。瘸子张和秦六娘反应也不慢，瘸子张一只手握着分尸刀，另一只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攥上了一把铜爪，末端的朱砂绳缠在他的手臂上，秦六娘手中则是抓着一面铜镜。我瞟了一眼铜镜，背上更是一寒。铜镜这时照着路另一边，镜子里头没有雾气，只有密密麻麻的人。不，那些全都是纸扎，他们死板地盯着我们。冷意从四肢百骸传来，我整个身体都快冻僵了。就在这时，我头顶上忽然传来嗖的一声，我毫不犹豫地拔出分尸刀，朝着上方一斩。可我的刀却像是斩进了一团棉花，再等我抬头一看，那纸扎人双臂攥着我的刀，正诡异地看着我发笑。他半截身子都在院墙里头。下一瞬，他旁侧又窜出来一个纸扎人，直接朝着我冲来。我本来想喊瘸子张帮忙，与此同时，另一侧的路边雾气涌动。老张来了！秦六娘声音都在发抖。骤然间，数双手从雾气中探出，瘸子张都还没能挥出刀，刀就被那些手抓住，一拽之下，连带着瘸子张都被拖进了雾气里。老张说，我大惊失色，只是我根本来不及帮瘸子张，另一个纸扎人几乎要扑到了我的脸上，我只能松开分尸刀，骤然后退2步。另一个纸扎人没有攻击我，却转而攻向秦六娘，距离太近太突然，秦六娘脖子直接被掐住，纸扎人朝着上方缩去，这架势是要将秦六娘拖进墙里头。我心头大骇，迅速拿出一个铜爪，直接朝着那纸扎人甩去。眼看铜爪要勾住他的肩膀，刚才抓着我分尸刀的纸扎人却猛地窜出院墙，寒光闪过，分尸刀的刀刃切过朱砂绳，铜爪失去后劲儿，落在地上。这刹那间，秦六娘已经被拖走了，落地的纸扎人和我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他空洞的脸似是在看着我发笑。我冷汗直冒，又要拿出老牛角，可肩膀的位置突然被按住，一股凉风从脖子上吹过来，我余光才看见刚才骤然而起的雾气居然消失了，路边密密麻麻的纸扎人有一部分接近到了我的身旁，我左右肩头上分别被2双手按着，控制了我的行动。他们死板的脸
空洞的眼眶都在盯着我看着。我的腿软了，这是被下的。这吴先生，好大的手笔！他居然在村中设下这么多埋伏，我还想找那女人，不是痴人说梦吗？瘸子张和秦六娘一下子都不见了，他们甚至没发出任何声音。他会不会杀了他们？我额头上大汗淋漓，浑身肌肉紧绷，想要挣脱，可纸扎太多了，我压根就挣脱不了。远处的那些纸扎也开始向我逼近，风声呜咽着，若有若无的夹杂着凄厉的猫叫。转眼间就有10几个纸扎人挤压在了我身上，生冷僵硬的触感让我汗毛炸立。随着纸扎人的继续压紧，成了几十个纸扎人夹着我，这种感觉就和被一堆死人压着没有丝毫区别。耳边忽而听到了一声稚嫩的尖叫，我背上顿时一松，我脸色在变。那些纸扎人弄走了我的背篓，一瞬间我已然被逼到了绝路上，甚至半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正当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我面前的纸扎人中忽然探出来了一双活人的手，那手落在了我的头顶，我只感觉额头上方一阵刺痛，整个人便昏厥了过去。我不知道昏迷了多久，总归当我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一个空旷的屋子里。这房间很大，光线很暗，一眼看下去好像是看过了整个屋子，可又像是整个屋子都在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晰。我快速站起身来，后背空空荡荡的，背篓的确是不见了，又在身上摸索，衣服里头大多鼓鼓囊囊，我装着的东西都还在。飞速地摸到一个手电筒，我拿出来之后立即将其打开，啪的一声轻响，屋子里头有了光源，一眼我就看见了右侧摆着一些木头架子。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每一个木头架子上都躺着一个人，不是一具尸体。从小到大学背尸，我其实早就不害怕尸体了，可现在独自在这个环境里，再看到那些尸体，就让我如堕冰窖，惊惧骇然。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快步走至木架子旁，去看上面的尸身。毋庸置疑，是吴先生将我抓到这里的。我怕他杀了瘸子张和秦六娘，好在这里的10余具尸身中并没有秦六娘和瘸子张，我微微松了口气。只不过这些死人看上去总有一点点眼熟，靠我最近的那木架子上的尸身居然有几分神似蒋老太。我心里咯噔一下，又继续看其他尸体。这里男女老少皆有，大多都和蒋老太有相似之处。这些人是谁？我着实忍不住心惊了，手电筒朝着另一个方向照去，我想找出路，先离开这房间，或者让我正面遇到吴先生，我和他面对面交锋，也好过将我关在这个只有尸体的房间。好巧不巧的是，直射而出的手电筒刚好打在了这大屋的门上。我眼皮狂跳，迈步朝着前方走去。一转眼我就到了门前，用力拽住门，我往里一拉，门开了。门外是一个空寂的院子，而在前方的台阶处，背对着我坐着一个人。这是一个老人，他身形伛偻，枯瘦如柴，头顶稀疏凌乱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给人的感觉他已经是风烛残年，老态龙钟。在他身旁立着一个女婴，她身上满是血色的绒毛，而在她的身旁放着一只碗，碗里头是嫣红的鲜血。我身体一下子僵住，女婴是蒋幽女，那这老人是吴先生。我眼睛瞬间睁大，没有半点犹豫，猛地扑出，双臂朝着吴先生的脖子夹去。他真是够托大，背对着人，真不怕我出来。我们距离很近，我有信心直接将吴先生拿下，可没想到就在我要碰到他的瞬间，冷意一下子贯穿了我的身体，我双腿动不了了。这感觉分明就是蒋幽女制住了我的行动。我脸色彻底变了，蒋幽女又被他操控了。我闷哼了一声，格外不甘的低吼：你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想干什么？我眼睛睁得滚圆，眼中的杀机喷薄而出，可回应我的还是安静。吴先生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冷意越来越重，我的四肢百骸都像是被冻僵，我的心也越来越凉，心头的愤怒和勇气开始溃散。可想到瘸子张和秦六娘生死未卜，我又觉得心急如焚，粗重的喘了2口气，我又沙哑道：不管你是谁，不管和我有什么关系，什么仇怨，老张叔是无辜的，秦姨是无辜的，放了他们。我的话音至此，吴先生忽然缓缓站起身来，我的呼吸都凝滞了。吴先生似是仰头看了看夜空，才转过头来。我本以为吴先生会长着一张极为可怕的脸，狰狞恐怖，嗜血残忍，可他的脸居然看上去很是忠厚，国字脸，下巴满是白色的胡须，一双眸子透着说不出的疲惫，还有看穿一切的平静。一时间我呆住了，这样的人真是一个冷血是杀的人吗？我和吴先生对视了几秒钟，一时间气势已经完全弱了下来。他看似忠厚，但实际上他身体深处透着的冷，
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人命才能堆积出来那种死寂的冷。你到底……我张张嘴，可话还没说完，他平静的话音将我的话打断。看着那些尸体，你心里头感觉到解脱了吗？我脑袋懵了一下，以至于神色也是迷茫的。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咬牙道：“你是鬼吗？看到死人会让人解脱？”因为我着实忍不住那股子心颤了。吴先生有点像是变态。吴先生却笑了笑，又摇了摇头，道：“那些人是你的仇人，当年他们视若无睹，将你妈妈推入了柴房，让她惨遭凌辱。如果说人要报仇就成了鬼，那害人的人又是什么？”吴先生的话音更平静了。文学三四，我感觉脑袋都空白了。屋里头的那些尸体，居然是我家的表亲老小全家。吴先生在报仇？我死死地盯着他，嘴巴抿着只剩下一条缝。他到底是谁？一时间我没能说出话来。如果换个时间，换个地点，让我听说表亲一家死绝，说不定我会觉得老天终有报应。我吐了口恶气，蒋淑兰也得到了一个交代。可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尸体，知道是吴先生一个人将他们全杀了，那种感觉却完全不同。他的身份让我惶然不安，瘸子张和秦六娘的安危更让我定不下神来。正当我坐立不安，内心满是挣扎的时候，吴先生站起身来了。他还是看着我的双眼，而这时他眼眸中的情绪却成了嗟叹。我心头猛然一滞，因为吴先生的身形居然还有几分神似蒋老汉。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人想报仇，变成鬼都想报仇，那害人的人他们是什么？吴先生又问道。我用力掐着掌心，刺痛让我堪堪缓过神来。我不知道，我沙哑回答。你到底是谁？我又一字一句地问道。吴先生摇了摇头，露出自嘲一般的笑容。害人之人如九幽之恶鬼，不配入阴间轮回，魂飞魄散，未免太过于便宜他们，日夜折磨煎熬才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而我是谁？吴先生的视线错开了我的脸，望着我身后的房间，悠悠道：我是一个和你一样无父无母之人。我面色一僵，眉头却紧皱成了一个疙瘩。我感受到了吴先生情绪的低落，更是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心口像是被堵着一样。恰逢此时，吴先生又开口了，他低声道：事情要从很多年之前说起了。我眼皮狂跳起来，因为我没想到吴先生居然要自己说出来。我不敢打断他，一边听他说着，视线一边在院内扫视。院子左右都有房间，可我却看不出来瘸子张和秦六娘会被关在哪里。看吴先生这样子，他的确不想杀我。那我是否能在他面前假意听话，然后让他放了瘸子张和秦六娘？我思绪间，吴先生身形又伛偻了一些。他继续道：我父亲是一个在外人眼中宽厚仁义，您天下人负他，却不负天下人的好人。我一愣，吴先生这句话就让我觉得不一样了。他有个很好的父亲，我尚且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从蒋淑兰的遭遇来看，那绝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那我怎么可能和他一样？这时吴先生又道：可他虽对外好，但对内却让人惧怕。我娘和姐姐小心翼翼度日，稍有不慎便会被斥责，若是再做错事情，免不了一顿家法伺候。这下子我明白了，这吴先生小时候家庭暴力遭受的不少，可我却没听出来这些来历和我有什么关系。吴先生没有停顿，继续道：他是好人，赢得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称赞，可他赢不到自己家人的。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将我送给了别人，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交易。他的侄儿快死了，他要人帮忙，那人要我作为交换，他毫不犹豫就将我卖了出去。在之后我听说他又为了一些人，害得我娘惨死，害得我姐姐至死不能投胎，饱受煎熬，而他甚至还为了那侄儿死在了别处。说来可笑，他对家不忠，对上不孝，你说他凭什么仁义？若非我被送走，蒋家已经绝后。我脑袋轰然一下，这才明白了一点点，他所说那人是蒋家人，那就是我先祖了，这就是我和吴先生之间的关系。至此我脸色都苍白了不少。蒋家的无情无义从上面好几代就遗传下来了。吴先生深深地看着我，又道：我当年得知了这些事情，便离开了师门。说来可笑，我师父就是当时要交换我的人，他也并非什么好人。我寻到了这蒋家村，找了一个普通的女人生了孩子，可在之后我发现命数的枷锁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儿子极为顽劣，家人更频繁出事，是这蒋家命数要尽了，天不让蒋家留后。可那是我爹惹的祸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开始隐居，想办法让我儿子活下来。他活得很普通，很死板，但还好他没事了，甚至他生养了一个女儿，我那孙女儿当真是窈窕淑女，空谷幽兰。
话音至此，吴先生停顿住了。我呆呆地睁大了眼睛。窈窕淑女，空谷幽兰，他说的是蒋淑兰。我死死地看着吴先生，看着他的眼睛、鼻梁、脸庞，我才看出来，他和我也有几分相似之处。蒋淑兰是他孙女儿，那我就是他曾孙。这消息对我来说太大，太过震撼惊人，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而吴先生眼中的平静忽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怨恨，还有滔天的杀机。他又开了口，一字一句的沙哑道：我蒋吴以为前半生我在和命数斗蒋家的命，斗这天的不公，可我才发现并不是如此，这是蒋家的劫，而且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天不公？哼，是我那让人敬仰颂扬的父亲留下来的难。我娘死于那劫难之中，姐姐死于劫难之中，我以为我在这小小的蒋家村能安稳平静度日，却没想到他们还是找上了我。那日淑兰去参加婚宴，却惨遭凌辱，这就是他们做的报复。他们在找我，想要将我一网打尽，我也想找他们，我想将他们连根拔除。而我不现身，他们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出现，一直到淑兰产下孩子，他们却又从中作梗，在暗中阻挠了我，以至于幽女惨死。你又被那背尸人带走，唆使背尸人的那人又是我另一个对头，他也是该死之人。吴先生这一番话信息量太大，但他说的条理有据，我已经完全听明白了。蒋家自他父亲那一代就埋下了祸端，他被父亲送人，最后要隐姓埋名生活，却还是被卷入其中。他在背后想要报仇，却被人频繁算计，甚至还多来了一方人。他所说的死对头，恐怕就是那老先生。所谓的人祸，所谓的劫难，就是人和，就是人家。我眼眶很红，心里头针扎一样的难受。我妈是被人害的，甚至蒋老汉也是如此，甚至那人家人还要斩尽杀绝。他们说蒋家被命数唾弃，我是该死的，可该死的难道不是他们吗？再看吴先生的脸，他那苍老的脸庞下又该承受了多少折磨。我和他不熟络，可他的痛苦煎熬却传递到了我的心里，感同身受，院内的风变得更大了。我隐约听到了稚嫩悲怆的哭泣，余光瞧见蒋幽女脸上满是斑驳泪痕。吴先生又道：那马脸背尸人带你走，我默许了，我想等他们露头再报仇，可那些人却很小心。近日来一件件事情缠住我，让我无暇看着你，以至于他们又有了机会。甚至前几日来了一个女人，想将你带走，此女身上有我蒋家传承之物，她绝非善类，或许这一切你突然知道会很难接受，可我这把年纪已经独木难支，那女人不能留，人家人太阴狠，甚至控制幽女，让她害死了你外公，还险些杀了你。那马脸背尸人和女先生在我这里很安全，事罢之后再让他们离开。话语间，吴先生疲惫地往地上坐去。我正想问吴先生打算怎么做，可一时间又噎住，我应该叫他曾祖，还是直接喊吴先生？正当我犹疑间，吴先生又告诉我，从这院子出去，朝着西边走，有一个旧庙，那女人就被他困在庙里，他想杀她，但是他会相信我，他让我找机会杀了那女人，再拿回蒋家的东西。说完这话，吴先生垂下头去，就像是疲惫的睡着了一样。我后背传来一阵推力，让我朝着院外走去，一直等到了院子外边后，那推力才消失。下意识的，我回头看向院内，白雾又开始出现了，将院子笼罩起来。我瞧不见吴先生的人影，隐约能看见一张血红色的稚嫩脸颊。很快，又有一些死板的人脸出现在雾气中。扑穴三四，我被吓了一跳，惊怕的后退了几步。雾气又笼罩了院门，晃眼一看，像是什么都瞧不见了。我本能的朝着西边走去。夜空中的月像是无情又没有五官的人脸。刚才的事情在脑海之中回荡了一遍又一遍。对于吴先生所说的父亲，算是我先祖的那人，我的恨意没有那么多，毕竟那离我太远了。对人家，我恨不得是他们的血肉。那老先生的话是断然不能相信了，毕竟他和我藏着掖着，虽然救我2次，但我总觉得他在盘算着什么。吴先生和我流着一样的血，他的那番话更推敲得起细节。他的悲怆是真的，他的挣扎和痛苦都是真的，尤其是那一句窈窕淑女，空谷幽兰，可想而知蒋淑兰遭受凌辱，他又被牵制住不能去帮忙的时候，他有多恨。尤其是当他发现蒋老汉是被人暗中算计，才那么死板狠厉，甚至杀了蒋幽女的时候，他又该有多痛苦。如果这样我都去相信老先生，而不是相信他，那蒋家恐怕真的要断绝了，他也真的会彻底绝望。思绪至此，我一个机灵，刚才我应该和吴先生说一下老先生那些交代的，说不定
他就能推断到那老先生的目的。我还反应过来一件事儿，蒋幽女就那么把我推出来院子了。吴先生要让我去对付那女人，拿回来蒋家的东西，我连分尸刀都没带，咋对付他？另外，蒋家的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会儿刚走没多远，赶紧又往回走。可按道理来说，我已经回到了刚才的院门口位置，就算是雾气大，我也不会走错。但眼前居然是一片废弃的空地，哪有神妖院子？我额头上一直冒汗，这真见鬼了。可这同样也说明了吴先生的手段很凌厉。如果他不是我曾祖，是想杀我的人，我早就死了180次了。拿不到东西，我只能作罢，右腹朝着西边走。我心绪也彻底镇定了下来，没有家伙事儿，也有赤手空拳的斗法。吴先生还说了，那女人会相信我，这就是机会。只是说真的要杀了她，对于人家我肯定能下手，只是那女人做了什么我却不知道。听吴先生的意思，只是说她不是善类，还拿着蒋家的东西。回想蒋淑兰说的那些话，两者结合之下，我有个揣测，吴先生已经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未必真要杀他，先将他制服，拿下来东西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同样疑惑，他为什么要带我走？还有蒋家的东西他是从哪儿来的？难道他也是和人家一类的人？夜越来越黑了，月光也变得幽冷晦暗。村西也就是接近后山的位置，我临快到村西尾端的时候，正好瞧见了一间破庙。我依稀记得这庙里头以前供观音，之后贼多了，连桌板子都被偷去卖了，也就荒废了。我走至庙院门前停住，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门槛左右的地上居然摆着2个白骨骷髅头，漆黑的眼眶，空洞死寂。骷髅头的面前摆着2只空碗，2根筷子凭空竖立在空碗之中。我心头一寒，再抬头看庙院内几道白绫挂在荒废的庙门口，依稀看去，那些白绫上还写着一些复杂的符文。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手腕有些发痒，就像是被割开了一样。别的不说，吴先生的手段不算是什么正派。我想起来他让蒋淑兰来送谢米，那玩意儿也不知道瘸子张吃了会不会有后遗症。尽量撇开了繁杂的思绪，我迈步走进了庙院，又往前走了几步，我本能的回头瞥了一眼，瞬间我头皮就一阵发麻，因为庙门口杵着2个人，那2人老的皮包骨头，牙齿都掉没了。他们一手握着锈迹斑驳的刀，另一手拿着一只碗，刀刃在碗上摩擦，发出滋滋的声响。可一阵风吹来，让我立即闭了闭眼睛。再睁开的时候，庙院门口哪儿有什么皮包骨头的老人，只有那2个骷髅头。我眼皮狂跳，快速转身，3两步就走进了庙内。谁？一个冰冷的女声忽而传来。是你？下一瞬，那声音变得惊疑。我看向右侧，庙屋右边的狭小角落里站着一个女人，精致的古典面庞，如同冰山一般冷漠的容颜。我脸色骤然一变。是你？我惊疑万分。之前在秦六娘的铺子里，这冰山女人莫名其妙的出现，问了我的名字和来处就离开。我万万没想到，她居然就是来村里找我的人。只不过她比之前狼狈了许多，马尾便断掉大半，只剩下一把齐肩短发扎在脑后。她所站的角落，地面上铺着一条满是复杂符文的布，似是和这庙屋分开。我额头上见了汗，我打得过这女人？吴先生太看得起我了。同时我还发现，这女人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复杂。她忽然语气清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会到这里来？话语间，她盯着我的双眼，极为好看的丹凤眼，却透着一股看穿人心的锐利。一瞬间，我后背都被冷汗浸透。直觉告诉我，我不能撒谎，否则肯定会被她看穿。思绪迅速落定，我沙哑地说道：有一个老先生告诉我，我活命的契机是一个在蒋家村找我的女人。他昨夜告诉我，我今天就回了村。可我没有想到，那女人居然是她。我这话就没有撒谎了，老先生的确说过这些。老先生？那女人面露疑惑，她抬起手，手指轻微在指尖掐动。我眼皮微挑，这女人在算命。下一刹，她骤然抬起头来，秀眉倒竖，一双凤眸锐利冰冷地盯着我。我又被吓一跳，被她看穿了。我浑身紧绷，手朝着腰间摸去。过来！清冷的斥喝声突然传入耳中，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可后背却传来极度冰冷的寒意。我头皮一麻，身后有东西。顾不得多想，我一个箭步直接到了那女人身边。只见她指尖一弹，微弱的铜光闪过。我飞速扭头看去，我身后竟站着一个皮包骨头的人。他双目瞪得滚圆，双手曲爪，指甲黑红。晦暗的光线下，他身上弥漫着淡淡的血色绒毛，胸口在微弱的起伏。
我心头一寒，血煞活尸！刚才我要是走慢半步，怕是脖子都被捅穿了。不过此刻他眉心正贴着一枚铜钱，定在了原地。我心有余悸，那女人却面不改色，就像这血煞活尸对她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你不该进这座庙，进了这里，你也被盯上了。那女人清冷开口。我心头又是突地一跳，大致我知道，这就是吴先生将她困在这里的手段。血煞活尸，当真是可怕。可看样子，这并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压低声音问他，是什么东西盯上了他，又盯上了我？女人微眯着眼睛道：一个人。他皱了皱眉，才继续道：你应该知道吴先生才对，为何明知故问？我顿时就有些尴尬，尽量掩饰住心头的慌乱。我说我知道是吴先生，但这里明显是尸鬼，血煞活尸都不是他的对手，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被困住了，不能离开？女人摇头说，这庙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她抬头看向了庙顶天花的位置，我顺着视线看过去，顿时脑袋嗡的一下，几乎空白。粗大的房梁上吊着一排尸体，不，那些是纸扎皮，而且这些纸扎皮很诡异，皮肤上带着一丝丝幽幽的青色。我头皮发麻。白、黑、血、青，第4等的青尸煞。瘸子张只告诉我一句话，听到消息都要跑，如果等见到了，恐怕就死期到了。吴先生居然弄了一排青尸煞的尸皮，我额头上都是豆大的汗珠。忽然我发现不对劲，这些并非完完全全的青尸煞皮，隐约中又带着一些血红，分明是两者之间还未曾完全转变的颜色。可即便是这样，这也足够恐怖瘆人。明白了吧？女人轻声问我。我抿着嘴，没说出来话。半晌后，我才干哑地说道：那难道要在这里被困死？问完这话，我就是一阵心惊。如果并非我回来，吴先生是不是就打定了这主意，困死这女人？女人又摇了摇头，道：困不死我，我只是想等她出来而已。不过你来了，就没必要冒这个险。我心里又是咯噔一下。吴先生算计他，他也在算计吴先生。等吴先生出来，他该不是要杀他吧？下一刻，女人往前走了2步，到了伏部边缘，忽然一步迈出。骤然间，这庙屋内原本就阴森冰冷的氛围变得如同九幽黄泉一般恐怖。房梁上的纸扎皮簌簌颤动起来，庙外竟然也传进来一阵阵尖细阴冷的笑声。嗖的一声，那一排纸扎皮直接从房梁上落下，朝着那女人扑去。那女人一声斥喝，抓起地面的符布，猛然朝着那排青中带血的纸扎甩去。啪！符布抽中了纸扎，瞬间符布寸寸断裂，可断裂下来的布块却呼的一下收缩在纸扎皮上。那些纸扎皮发出嗤嗤的声响，大量的白雾升腾而起。庙门外却忽然冲进来了一群人。不，这并非是人，都是活尸。他们无一例外全都皮包骨头，手中攥着锈迹斑驳的刀，还捧着一只血淋淋的碗。那些活尸扑向了那女人，分外凶厉。我心惊胆战，这一幕要比之前那一大群纸扎更可怕。如果换成我、瘸子张、秦六娘来对付他们，恐怕是十死无生。女人又是一声斥喝，抽出腰间长鞭，狠狠一甩而出。噼啪的破空声传来，那些活尸全部都被抽飞了出去，落在了庙门之外。刚才那些纸扎皮挣脱了符布，又冲向了那女人。可那女人却忽然说了句：你离得太远了，这么远的距离，怎么用得好这些血煞化青的纸扎？再不出来，他们可都要毁掉了。这话显然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吴先生。我恍然大悟，吴先生在很远的暗处操控这些纸扎。果然，吴先生想困死他，他想当面杀了吴先生。两人本来都在僵持着，我的出现给了吴先生契机，这女人也因为我打破了这僵持。此时这庙中凶险到了极点，那女人显然无暇顾及我，这就是出手的好机会。我缓步往前，要朝着女人后背贴近。那些纸扎皮冲至她面门前，她扬起长鞭，似要将他们抽飞。我心头猛然狂跳，就要动手，恰在此时，啪的一声轻响，却像是什么东西击中了我后心。我只觉得身体骤然僵住，一动都不能动了。瞬间，我额头上大汗淋漓，惊恐万状。是什么东西在我身后？那女人显然没有察觉这些，她一鞭子击中了那些纸扎，扑血3、4纸扎被逼退之余，她又跨步往前，另一手中摸出一把符纸。她手一甩，符纸簌簌射出，刚好稳稳地贴在了那一排纸扎皮上。紧接着，她又一甩长鞭，鞭子缠住了纸扎皮，纸扎皮却嗖的一下朝着庙外飞射而去。舍不得，要露头了。那女人语气更冰冷。刹那间，长鞭被绷得笔直。
纸扎要逃，但长鞭将其缠住。女人身体忽地往前一倾，显然那力道太大，她索性顺着就被拽了出去。临到庙门前的时候，她头都没回，只严厉地说了句：“蒋红河，回家去等我，注意安全。”下一刻，女人已经离开了庙内。一时，庙中变得无比的空寂安静，可却让我压不住心头的惊疑慌乱了。我背后有人啊，还不知道是人是鬼。刚才就不该动手，结果放松了自己的警惕，反倒是被别的东西制住了。轻微的叹息声从后方传来，我感觉身体忽然一颤，居然又能控制住行动了。我趔趄往前2步，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一张符缓缓地飘落至地面。这符格外复杂，其上似有一张人脸，我头皮发麻，迈步就往庙外跑。不管怎么样，我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安全的所在。3步并作2步，我直接冲出了庙外。夜到了最漆黑的时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强忍着狂跳的心脏，又快步跑出了庙院。从那2个骷髅头经过的时候，我甚至感觉腿上一软，差点没跪下来。总算出了庙，我朝着蒋家狂奔而去。几分钟后，我跑到了蒋家门外，心咚咚咚的狂跳，感觉魂儿都差点被我跑丢了。扭头看了一眼后方，我才堪堪松了口气，好歹没东西跟上来。推门，我进了院内。普通正常的小院儿，让我心更定了几分。擦了擦汗，我关上院门，径直走到堂屋里头。桌上摆着水壶，我倒了一碗水，咕嘟咕嘟地灌了下去。此时心神恢复了镇定，我才腾出空来去想，那女人肯定是通过纸扎皮去找吴先生了。吴先生应该不会有事吧？还有，定住我的到底是谁？他该不会看出来我要对那女人下手？是那女人身边还带着人？想到这里，我心里头又惴惴不安起来。真要是我想的那样，恐怕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我哪儿还能在蒋家待着？等他回来，不得扒了我的皮。我一时间又想跑，却不知道该跑去哪儿了。吴先生肯定不能出事，他是我曾祖，经历又那么波折，如果他死了，蒋家多一个仇人，我又怎么对付那些人？还有瘸子张和秦六娘也在他身边，我额头上又一次出现了细密的汗珠。就在这时，院门忽然传来吱呀一声，门居然开了，而出现在门口的竟然是瘸子张，还有秦六娘。瘸子张脸上几乎没有血色，整个身体都伛偻着。秦六娘肩膀上居然趴着蒋幽女，我大惊之余又是大喜，快步朝着他们走去。秦六娘搀扶着瘸子张进了院内，我们刚走到近前，耳边就响起一声鸡鸣，秦六娘的身体直接朝着前方倒去，我赶紧一把搀扶住她。瘸子张堪堪站稳，急促地喘息着。我哪看不明白，是蒋幽女带着他们回来的，只不过机灵破晓，蒋幽女不能在鬼上生擒六娘了，可我依旧惊疑不定，是吴先生让蒋幽女带他们来找我的。我立刻就问了瘸子张我的猜测。瘸子张额头上汗珠细密，他摇了摇头告诉我，刚才他们在旁边屋子都听到我和吴先生的话了，可并不是吴先生让他们回来的，而是吴先生从院子里头突然离开了。他们想走，但走不掉，院里头还剩下很多纸扎人，是蒋幽女忽然上身了秦六娘，然后他们才从那院子走出。瘸子张这3两句话便让我恍然大悟，他又上下扫视我，惊疑地问道：“你这么心慌意乱，那女人被你杀了？”我苦着一张脸说：“老张叔，你要知道那女人是谁，就不会这样问我了。”没等瘸子张再问，我就一字一句地说了：“吴先生让我杀的女人，就是之前出现在铺子里问我名字的人。”瘸子张，我又告诉了瘸子张，我刚才找到那女人后发生的事情。瘸子张额头上的汗珠便更多，他皱眉思索了半晌，才道：“吴先生的本事不至于被杀，可他和那女人应该不相上下，或者说他有的地方被掣肘了。毕竟吴先生像是个先生，他就算有纸扎匠的本事，也不像是那女人的对手，所以他不敢被近身。我们待在这里，等那女人出来，恐怕要出事，得走。”瘸子张这话让我心头定了不少，我用力点了点头。“你去开车，先离了蒋家村再说。”瘸子张又道。我毫不犹豫地搀扶着秦六娘朝院外走去，瘸子张一瘸一拐地跟着我。很快我们就出了院子，大金杯就停在了路边。我将秦六娘放上车，瘸子张也上去后，我迅速上了驾驶座，钥匙就插在车上，我点了火，握着方向盘就是一踩油门。天蒙蒙亮，路上还有晨雾，我开了远光灯，径直朝着村口而去。很快我们就出了蒋家村。这时候我稍稍松了半口气，后边的瘸子张低喃道：“这事情太复杂了，居然你的身世这么波折。那老先生既然是吴先生的死对头，的确不能全信，只是他们的关系也很匪夷所思，我们也不能回仙逃事，那女人肯定会找上来，得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吴先生才行。我心头微跳，却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了。扭头，我问瘸子张：“去什么地方？”瘸子张迟疑了一下，道：“八毛镇，按道理说很危险，可人家的人应该是在仙桃，那除了八毛镇留下的隐患，就是一些当时吴先生留下的东西。我们被那老先生给引导了，吴先生的东西，对你来说不会是真的危险。”我眼皮抽搐了一下，喃喃道：“老张叔，你意思是回镇？说真的，这决定让我有些漏了气，这未免太冒险了一点。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那老先生不会想到我们会回去，那女人断然也想不到，人和更不会想到。”瘸子张语气慎重，我呼吸急促了几分，不再犹豫，调转车头朝着八毛镇开去。瘸子张所言不错，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冒险了。20来分钟的路程转瞬即到，金杯车停在了我家门口。我先将秦六娘背到我房间的床上，又将蒋幽女放在床头，用一张布遮住。瘸子张说，秦六娘连续被鬼上身，不能再用别的东西帮她清醒，只能等阳光出来了，多晒晒，恢复阳气。话语间，他脸上露出疲惫之色。我喊他赶紧去休息休息，家里我看着就行。瘸子张嗯了一声，便一瘸一拐地去了自己房间。初阳透过窗户照射在秦六娘的脸上，她的面色开始红润了一些。我先到家门口，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阳光暖暖的，却晒得我困顿的想闭眼睡觉。直观给我的感觉，八毛镇风平浪静，好像我们真被误导了。仁和老先生不在这里，此地就没有多大的危险。我越坐越困，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去屋里脱了一个床单，铺在地上打了地铺。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觉得脸上冰冰凉凉的，一个机灵睁开了眼睛，却瞧见蒋幽女的尸体居然躺在我旁边，她一只小脚踩在我脸上。我被吓了一跳，直接坐起身来。我还以为我睡到天黑了，可门缝里头射进来的阳光告诉我此刻日头正烈。摸出来手机瞧了一眼时间，才刚好12点。我不自然的又看了蒋幽女一眼，那她怎么跑我身边来的？困意已经没了，我将床单卷起来，夹着蒋幽女进了房间。秦六娘翻了个身，还在熟睡。我皱眉将蒋幽女放回床头，本来打算去看看瘸子张，可我才到她房门口，就听到了鼾声。我又回到堂屋坐了一会儿，彻底清醒过来之后，腹中空空，便去街上买了点吃食回来。一边吃东西，等瘸子张和秦六娘醒来，我一边回想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此时我只担忧一点，吴先生别马失前蹄，被那女人杀了。就在这时，我忽然收到了一条微信，是茵茵发过来的。这是一条语音，我立即听了。茵茵哽咽的话音入耳：红河，这2天我爸妈在旁边守着，不准我接电话发消息，我还在未睡，可他们又逼我和其他人在一起，我家里也出事了，我奶奶的身体不好，要人帮忙，他们拿我做筹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脑袋顿时一懵。又一条语音发过来，我肯定死都不会听他们的，你能来找我吗？听到茵茵说死，我脸色就是一变，正想回消息给他，他又发过来了一个定位地址，只是我刚打了几个字，手指就僵住。这会儿我去不了渭水啊，更不能进仙桃市，我得等吴先生。额头上在冒汗，我手指微微发抖。最后又几个字发过来，我爸妈又来了，我先删了记录，不然他们会抢我手机。我眼皮微跳，时间反倒是过得飞速，2、3分钟就在发呆中过去。茵茵没发消息过来，我不知道怎么回，现在也不合适回，会被他爸妈看见。我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却想不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死死地握紧了手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处理了眼前的事情，等到吴先生来了，能知道怎么针对其余那些人，我才能去找茵茵。忽然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头便瞧见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人生着一张圆脸，发际线高的都快秃了，皮肤苍白，就像是久不见天日一样。他身上穿着一套黑西装，更是透着一股子怪异。可我认得他，吴用，殡仪馆守门老汉的儿子。上一次他来蒋家村接我们，还被鬼上身，和瘸子张说时间到了。我们才刚到家，吴用就来了，我心头升起了几分忌惮和警惕。怎么了，吴大哥？我起身朝着门口走去。吴用咧嘴笑了笑，干巴巴地说他来我家好几次了，都没找见我们人，好不容易听人说我们回来，就赶紧过来了。他爸惦念着找瘸子张喝酒，他过来请了。我皱了皱眉，婉拒了吴用，说我们还有事情在忙。吴用脸色一僵，似是欲言又止。这虽说勾起了我一些疑惑和好奇心，可瘸子张教了我数次，好奇心害死猫，我便没多问，就是说以后再去便要送客。吴用苦笑了笑，转身离开。我刚回过头，瘸子张房门开了，他精神头好了不少，却望着门口问了我一句：谁来了？我简单说吴用来请他去殡仪馆喝酒，我已经婉拒了。瘸子张嗯了一声，
又看了看我房间。我告诉他秦六娘还没醒。本来我想说茵茵的事儿，可念头刚起来我就忍住了，现在说了毫无意义，反倒是会让瘸子张担心，尽量少出门。夜里头咱们更不能跑出去办事。瘸子张将烟嘴夹在口中抽了一口，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我让他先吃些我刚才买回来的食物。时间缓缓过去，下午3、4点的时候，秦六娘终于从房间出来了。不过她刚迈出门槛，抬眼瞧见我，脸色就是一垮。我被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秦六娘走到我面前，伸手用力揉了揉我的脸。虽然我觉得奇怪，但我没有躲闪。一旁的瘸子张语气也警惕了不少，说秦六娘在看我的面相。我心稍稍悬了起来。秦六娘看了我老半晌，才不安道：我算命术不高，只会看几种面相，算一点点东西。红河，你印堂青黄色，这是百事欠顺；眉心出现黑色，是为亲朋好友出现了不祥之事，这事情绕着你的命门，肯定会牵连你。我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秦六娘这话顿时就让我想到了吴先生，难道他要出事了？我心跳都落空了半拍，心头好似压上了一块大石。如果吴先生出事了，那这麻烦就大了。单凭我怎么对付得了人家？怎么对付得了那女人？还有老先生，别说报仇了，我怕是只能坐着等死。瘸子张神色变化了数次，脸上尽是阴霾，就这么僵持了半晌。瘸子张让秦六娘别再说了，也让我在一旁坐着，先不要多想。吴先生这么些年活下来不容易，面对了那么多算计，肯定死不了。我勉强镇定下来心绪，事情就只能往好处想了。瘸子张将秦六娘喊到桌旁，让她先吃点东西。这时我却想到了下午茵茵给我发的消息，显然茵茵的状况很不好。秦六娘看的面相说是我亲朋好友出现不祥之事，这也有可能未必是吴先生，而是茵茵。我手不自然地握紧，然后松开。一时间我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煎熬和焦虑。这两头无论哪一头出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知不觉间天都黑了，屋门处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居然是几个毛都掉没了的大耗子正直勾勾地盯着屋内。我被吓了一跳。瘸子张站起身来，从墙角摸出来一根笤帚，冲着那些耗子驱赶。秦六娘的视线却看向了墙角的位置。老张，我刚才脑袋有点懵，都还没瞧见这么大一口棺材。秦六娘所说的便是那黑猫皮果棺了。瘸子张倒也不避讳，直接就说了，这是之前准备葬假尸的棺材，现在倒是用不上了。说着，瘸子张走至了黑猫皮果棺前头，他笤帚冲着棺材下边一扫，却扫出来不少巴掌大小和2指粗细的尸身。秦六娘被吓得一个机灵起身。说真的，我都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那些尸体多是耗子、蛇，还有2具是黄鼠狼的，它们全都成了干尸，像是被吸干了一样。因为黑猫皮果棺上的皮毛大多都耷拉着，两侧有一些悬空，我们一直都没瞧见这些东西。文学3、4我瘆得慌，搓了搓身上的鸡皮疙瘩。瘸子张低声说了句晦气，他又瞅了一眼这棺材，道：红河，这东西没啥用了，明儿就扔出去吧，省得招惹一些精精怪怪的。我正要点头，因为这黑猫皮果棺的确招惹东西，活的年头越长的东西越想用这黑猫皮果棺保存尸身。可我的身体一下子又僵住了，鬼使神差的说了句：老张叔，扔了怪可惜，细分嫂子多半还没下葬，要不给细分嫂子用。我话刚说完，瘸子张就怔住了半晌，他狠狠吸了一口烟嘴，吐了一大口浓烟。老张叔没白疼你。瘸子张叹了口气，又道：天黑就不出门了，明儿我送过去。秦六娘眼神有些奇怪。瘸子张坐在了椅子上，开始发呆了。我去拿起来笤帚，又找了个蛇皮袋，将那些老鼠、蛇、黄鼠狼的干尸全都给扫了进去，将袋子系上，放在了屋门外边。我打算天亮了去扔垃圾堆里，免得家里晦气。我正要转身关门的时候，却感觉有些怪怪的，身上直发毛。抬头一看，路边居然站着一个女孩，她正一脸奇怪地看着我。她很漂亮，白皙的脸蛋儿，桃花眼更是吸引人，让人忍不住要多看。可让我心头发寒的是她的脚下，刚才被瘸子张赶走的那些大耗子居然在她身边窜来窜去。她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我只觉得见鬼了。正想要关上屋门，可那女孩居然抬起手来，冲着我招了招手。我下意识的迈步就要往外走去。红河，你干什么？身后传来瘸子张的喊声。我一个机灵，顿时清醒了过来。那女孩却微微蹙眉，嘟了嘟嘴，转身朝着路对面匆匆走去。我呼吸急促地回过头去，瘸子张皱着眉头问我怎么要出门。我才解释了刚才的事情，说了那个女孩。瘸子张满脸的疑惑，眼中却透着忌惮。
他告诉我，镇上问题还是很大，没有预想的那么安全，让我去他房间休息。他和秦六娘不困，可以交替守夜。我早上只睡了几个小时，其实早就困了，没有推阻。我进了瘸子张的房间，躺在床上后，我沉沉的睡了过去。可睡着，我又觉得奇奇怪怪的，好像身上毛茸茸的，有什么东西在钻一样。我本能的去薅胸口，可手却抓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其上的毛发冰凉滑腻，像是个脑袋。我吓得一个机灵，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睁眼，我就瞧见胸口趴着一个皮毛泛白的动物，我手正抓在他的头上，他生着一双圆溜溜的黑眼珠子，耳朵半圆，狭长的身体正在轻微的扭动着。更怪异的是，他眼珠子盯着我，传递给我的竟是一种狡黠的感觉。我身体居然诡异的控制不了了，张开口，我想喊瘸子张进来帮忙。这东西我勉强能认出来，是镇上以前打过的黄鼠狼，可我挣扎了老半天，一个字都发不出来。耳边听到了轻微的咔咔声，胸口那黄鼠狼的尾巴忽然用力的甩动起来，他正脱开我的手，哧溜一下爬到了我的肩膀上。我忽然像是撞鬼了似的，一下子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翻身下了床，径直朝着房间外走去。我心头惊怕，额头上更是大颗大颗的冒汗。可我又有侥幸和惊喜，这黄鼠狼诡异无比，可瘸子张和秦六娘在外边守夜呢，出去他们就能将其拿下。一转眼，我迈不出了房门，屋中的一幕却让我脑袋嗡的一下。瘸子张和秦六娘并排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味。我依旧控制不住身体，继续朝着屋外走去。我的心彻底沉下来了，难道是我和瘸子张失算了？这手段应该不是老先生的，又是人家人跟上来弄出来了什么幺蛾子？我心头都凉了半截，因为这幺蛾子怪异凶厉，我都被控制身体了，这黄鼠狼要带我去哪儿？一转眼我就出了屋门，风吹在身上，让我浑身的冷汗瞬间就干了大半。等走到路边，我才瞧见路对面站着之前那个极好看的女孩。那女孩脚下跟着好几只耗子，胳膊上还缠着一条细细的黑蛇。最关键的是，她身边跟着一只黄鼠狼，那畜生居然直立着身体，嘴巴一颤一颤，冲着我发出咔咔声。虽说我控制不了身体，但我身上的汗毛一瞬间全都竖起来了。见鬼了，这什么人啊！我心惊无比，却还是不受控制的穿过马路，到了那女孩身边。她好看的让人有些窒息，尤其是那双桃花眼，让我不禁想到一只梨花春带雨，眼神似醉又迷离。女孩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便扭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我机械的迈步跟着她离开。夜路空寂无人，月色冰冷清幽，我心也是越来越凉。人和暗中针对我的手段也不少了，可这女孩未免太诡异了，和之前每一次都不像。她要带我去什么地方？一转眼走过了大半个镇，我们到了镇北的小桥前头。过了小桥，又经过了细分寡妇的房子，最后到了镇北最尾巴的地方，这儿有个祠堂。我听镇上的人说过，以前八毛镇有个大宗族，之后出了一件大事，宗族没了，这祠堂就荒废了下来。进了祠堂门后，过了小院子，女孩先推开镇屋的门走了进去。奶奶，女孩轻声喊道。我一眼看清了屋内，心头便是骇然。镇屋右边地上铺着一张草床，床榻上躺着个皮包骨头的老妪，她脑袋上的白发扎成了几十条细小的脏辫，深陷的眼窝中眼珠滴溜转着，阴森吓人。她泛黄发黑的皱巴皮肤上又有细腻苍白的斑块。草床边放着一根旱烟枪，几个白毛大耗子趴在旱烟枪旁，似是在用力吮吸着烟气。老妪的衣服下边鼓动着，好似还藏着东西。说真的，这不只是吓人，还让人瘆得慌，直觉着恶心。不是去找几位仙家了吗？怎么带了个男人回来？老妪干巴巴地说了句。她撑起身体，拾起来了旱烟枪，吸了一口，精神头似是都好了一些。女孩答道：那几位仙家都被害了，我瞧见他们在清理仙家的尸体，不过仙家不是被他们杀的。我瞧他身上阴气最重，就将他带回来了。忽而一下，屋内变得异常安静。老妪眼睛微眯着成了一条线，盯着我看着。嗖的一声，我肩头的黄鼠狼突然窜了下来，3两下就爬到了那女孩的肩膀上，凶厉地冲着我咔咔叫了2声。我一瞬间恢复了身体的控制力，第一反应是猛地后退几步，要退出这镇屋。这女孩和老妪太过怪异，他们身边的畜生东西也太邪门。那女孩秀眉微瞥，轻喝道：不准跑！她敏捷的侧身跨步，直接挡住我退路。在她肩头的那黄鼠狼忽然尾巴上冒出来一团黄色的烟气，我赶紧屏住呼吸，却还是吸了一点点，顿时感觉头晕目眩，腿都要站不稳了。我脚下打了几个白子，才勉强站住。老妪从草床上起身，她上下打量我，
尤其是盯着我的眉心瞅着，这让我极为不适。我额头上汗珠更多，沙哑的开口道：“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但我没杀人害人。”女孩突然一闪身，到了那老妪身边，低声又说了几句话。老妪瞳孔紧缩了一下，忽然笑了笑，露出一口发黑的牙齿：“仙家是仙儿，不是人。你家里的棺材吃了仙家，这事儿总归是要有个交代的。”我脑袋嗡的一下，感觉好像听明白了点什么，可我额头上的汗水更多了。管蛇鼠、黄鼠狼叫仙儿，他们简直是有病。黑猫皮果棺上的玄猫专门针对魑魅魍魉、鬼鬼祟祟，那些邪物被吞了很正常。谁让那些鬼东西跑到黑猫皮果棺的附近？我飞快地分析出，这两人应该不是人和的人，而是巧合地来到八毛镇。他们养的那些邪物巧合地被黑猫皮果棺吞成了干尸，又刚好我们回家被碰到了而已。瞬间思绪落定，我声音沙哑地说道：“这更是个误会了。黑猫皮果棺是护尸身的棺材，对付游魂野鬼，也对付魑魅魍魉。况且我们也是今天刚回家，无意间伤了你们的东西，要赔钱还是赔什么？你们但说无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打不过他们，也就硬气不起来了。”老妪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朝着我走近了几步，甚至冲着我胸口轻轻嗅了嗅。最后他又抬头盯着我的眉心瞅着。说实在的，我很不适，更想用力抬起手肘，这样他不死也要昏厥过去。可现在我浑身无力，抬腿的劲儿都没有，更不用说伤人。临危不乱，心气儿平稳。年轻人，你不一般。老妪皱巴巴的脸上忽然挂上了笑容，他笑眯眯的又道：“虽说是个误会，但仙家丧命在你家，不是钱能抹平的。我们婆孙俩到八毛镇是为了找一个人，只是一直没找到。如果你能帮忙找到他，这事儿就一笔勾销。”下一瞬，他脸色又变得极为冰冷，阴恻恻道：“可如果找不到，你这不一般的年轻人就要偿命，包括你家里头的2个人，我将你们剥皮抽骨，好吗？”我身上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后背都被冷汗浸透了。这老妪说变脸就变脸，比鬼还瘆人可怕。我脸皮抽搐了一下，却没有别的选择，僵硬的点了点头。哑着嗓子，我问那老妪要找什么人。老妪低头思索了片刻，从身上抽出来了一张照片，递给我，同时告诉我，这人来了八毛镇20多年了，一直没离开过。我接过来一看，发现照片是黑白的，里面是一个50来岁的男人，站在一个大宅前头。那男人生得獐头鼠目，脖子很长，脸上的笑容透着奸诈。他长得太有特点了，这副尊容见一眼肯定就忘不掉。可我在八毛镇活了20多年，哪儿见过这人？低头，我苦思冥想，半晌却还是没印象。迟疑了一下，我如实告诉他，这人肯定不在八毛镇。老妪脸色一冷，悠悠道：“你都没找过，怎么知道没有？找你们村里能办事儿的人多看看，肯定会有印象。”我不敢多言了，怕他直接翻脸。老妪缓缓回到草床上躺下，她又半闭着眼睛开始抽旱烟，不多说话了。那女孩却摸出来一个拇指大的木桶子，放到我鼻翼间。我闻了一口刺鼻辛辣的味道，让我瞬间觉得身体恢复了正常。她好看的桃花眼瞟了一眼正屋外，柔声道：“你走吧，帮我们找到人，可你千万别跑哦。奶奶脾气不好，你跑了会死得很惨的。”这女孩不止容貌好看，声音更是软软糯糯，听得人耳朵一阵酥麻。可我心头却很冷，看似她人畜无害，但我已经见识了一点她的本事。甚至他们没用手段要挟我，只是警告，足以见得其自信。我点点头，勉强笑了笑，转身就往外走去，疾步出了祠堂大门。滋滋声传来，我余光瞥了一眼，几个大耗子推着关了门。夜空中的月更为冷寂，挥洒下来的月华让我心生冰寒。我脚步更匆忙地朝着家里走去。下意识的，我又拿出来了那张照片看了看，那獐头鼠目的男人就像是萦绕在我脑子里头了一样。这照片的年头也不短了，可能他现在都是个老头子了。刚才那老妪那么笃定他在这里，恐怕不会有错。而且他说让我找我们镇上能办事儿的人，镇上能办事儿的就2户人，一户人就是我们家，另一户人是操办白事的朱光。我打定主意，先回家将瘸子张和秦六娘弄醒，问问瘸子张情况，如果他不知道，就得去找朱光了。一转眼，我又刚好走过了细分家的院子，收起来照片，我本能的又朝着那院子瞧了一眼，可我却刚好瞧见有个人影子从院墙翻了出来，他连滚带爬的朝着小桥那边跑去。我面色微变了一下，贼，还偷到死人家里头了。我本来想追上去，迟疑了一瞬，又停了下来。细分和瘸子张的确关系很深，可这节骨眼上明显不能在节外生枝。没多久，我就穿过小桥，回到了家中。瘸子张和秦六娘依旧躺在地上。
屋子里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臭味，我闻了一下，又有点头晕，这和我刚才闻的那味道一模一样。将门窗全推开，我脱下外衣抓在手上，用力扇走了屋里的异味。紧跟着，我便去掐瘸子张和秦六娘的人中，两人晃晃悠悠地醒了过来。秦六娘一脸的茫然，瘸子张神色疑惑，他晃了晃脑袋，说自己怎么躺在地上。我略心惊，看来他们两个都是在不知不觉间中的招，定了定神。我捋顺思绪，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包括我被带走，以及那老妪和我说的话，我全讲了。瘸子张面色惊疑，秦六娘显然也被吓了一跳。鼠、蛇、黄鼠狼，这不是灰、柳、黄三家仙吗？秦六娘不安地说道。这大南边的，咋来了北边的人？我心里咯噔一下，秦六娘居然知道这些东西。我正想问她更多的，瘸子张却伸手让我将照片给他。摸出来照片，我递给了瘸子张，他低头看着，手却抖了抖。秦六娘也凑过去看，他脸皮都抽搐了几下，说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瘸子张面沉似水，整个人都彻底陷入了阴霾。我了解瘸子张，他肯定认识这人。屏着呼吸，我试探地问了句：老张叔，他在哪儿？死了。瘸子张起唇，他嘴皮都裂开了几条缝。不，死了。瘸子张又道：死了很多年了，差不离得有20年。我眼皮抑制不住的狂跳，迟疑了一下，我道：要不我告诉那老妪这人死了。瘸子张却又摇了摇头，道：他肯定知道这人死了，不然的话他不会让你找办事儿的。我不由得多想了几分，脸色陡然在变，道：他不会是找来报仇的吧？老张叔，这人谁杀的？我更不安地看着瘸子张，我怕是瘸子张动的手，那这麻烦就甩不掉了，真得拼个你死我活，而且我们胜算还很低。瘸子张沉默了片刻后问我，记不记得他和我说过八毛镇出过事儿，几乎没先生敢进来。我回想起来，瘸子张的确那么说过，他还讲了除了那个算命先生，没有别的先生敢来。难道这事儿和那先生有关？我投以瘸子张询问之色，瘸子张这才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八毛镇以前人口要比现在多，而且镇上有个老仙儿是从北边来的，他能给人治病看事，即便是闹鬼都能解决。头先几年大家都信奉那老仙儿，镇上风调雨顺的，就连他都去找老仙儿问过一些身体上的事情，他很准，药到病除。可之后也就是21年前，镇上开始出事，最开始是失踪未出阁的年轻女孩，之后又开始丢孩童。这事儿警察破不了案，镇民都找老仙儿帮忙，可一向神机妙算的老仙儿竟也失了灵，他甚至开始疯疯癫癫，说是镇上有人触怒了山神，以至于全镇要遭报应，想要根治这个麻烦，就得送99个女人、99个孩子进镇上后山。可进山去做什么，他却不说。全镇的人都被吓得惊慌失措。在之后又开始有壮劳力失踪了，这下大家都忍不住了，开始各家各户凑人头，并且镇长找到了他，要求将我拿出去凑数。照着镇长的话来说，我是瘸子张买来的娃子，又不是亲生的，拿出去顶一个人头，镇上就少死一个娃子，到时候再让瘸子张去买一个，大家一起出钱。瘸子张哪儿肯答应？他也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老仙儿都解决不了，肯定得找更厉害的人来。于是他想办法通过自己的人脉，请来了一群先生，又有先生带来了道士。道士说有邪物作祟，于是和先生联合布阵，将八毛镇封住，要根除邪祟。可没想到一到深夜就四处惨叫，仅仅一个晚上，所有的先生和道士全都死于非命，有的被咬断了脖子，有的人满身是孔，丢了耳朵、鼻子、手指、脚趾。更可怕的是有人被剥了皮，身上骨头寸寸断裂。瘸子张当时也被吓傻了，就要带着我逃之夭夭，可老先生却在镇口堵住了他，带着他进了镇。而且老先生身边还有一个道士，那道士头戴高冠，骑着一头青牛。他们径直去了那老仙儿家里头，从地下的密室弄出来了大量的女人皮、婴儿的骸骨，又揪出来了那老仙儿。更可怕的是，他们杀了那老仙儿，老仙儿居然大白天的都诈尸了。最后老先生和道士将那老仙儿的尸体封在了镇上某一个地方，而这件事情在镇上避讳陌生，无人敢提起，因为一旦说，就会有一些耗子、蛇钻进那人家里，将人咬得遍体鳞伤。久而久之，一些老人搬走了，剩下的将这事儿也淡忘的差不多。瘸子张这话吓得我身上都被汗水浸透了，那老仙儿可怕成了这样，得杀了多少人？大白天都诈尸，还死了那么多先生，他的尸体连那老先生都灭不掉，只能镇，谁敢去弄出来？瘸子张深吸了一口气，又道：
那老妪不管多厉害，我们都不可能让他找到尸体，就只有我知道人埋在哪里。他话音刚落，忽然门砰砰砰的被敲响了，我被吓得一颤，猛然抬头看向门口，门口站着的居然又是殡仪馆守门老汉的儿子吴用。秦六娘秀眉紧蹙，眼中犹有金色。刚才我们都在全神贯注的听瘸子张说话，根本没注意到吴用靠近。吴用白着脸，眼巴巴的瞅着我们，忽然一下就跪在了门槛上头。张叔，帮帮忙吧，我爸要被害死了。吴用站立的声音惶恐哀求，我的心砰砰狂跳起来。果然吴用有问题，之前他来我就觉得他欲言又止的要请瘸子张喝酒，有猫腻。瘸子张皱眉摇了摇头，让吴用走吧，我们回来镇上是要处理重要的事情，这会儿没闲工夫管外人的事。吴用急得差点哭出来，说他已经没办法了，想了主意去请外面的先生来，结果没人愿意进八毛镇，又去请过朱光，结果朱光把他赶出来了。他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回来，我们要不去，他爸真要死了。说着，吴用就从怀中摸出一样东西来，那是一块色泽古朴的金板，约莫巴掌大小，金子重，这么一块，少说的1公斤。吴用强忍着眼中的肉痛，又说他先给酬金，这一块金板够不够？秦六娘的杏眸紧缩了一下，明显是动心了。他扭头看了看瘸子张，我抿着嘴没吭声。金板子是值钱，可我们毕竟事情缠身，吴先生还没来，又招惹上了养仙家的老妪，现在去帮吴用一家，只怕是有命赚钱没命花。而此时瘸子张的神色却极其怪异，不，甚至他眼眸中竟带着一丝惊恐和不敢置信。他疾步走至吴用面前，一把夺过那金板，低头死死地盯着金板表面。我抑制着心惊，瘸子张明显不是贪财，金板有问题。下一刻，瘸子张骤然抬起头来，他满脸狠厉地盯着吴用，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他，东西哪儿来的？吴用站立了一下，才弱弱地回答说，是他爸弄来的，前段时间他欠了一笔赌债，老婆都要离婚，带着儿子走了，他爸忽然就带回来了好几块金板子，但是让他财不露白，家里就卖了一块还钱，别的都藏起来了。可没想到他爸却开始不对劲了，大半夜的不睡觉，总是处在院子里头站着，还喜欢喝鸡血吃鸡头。他老婆被吓得去了娘家，他想办法弄来一些辟邪的东西，可不管用，才想着找先生，却一个都找不着，反倒是他爸更诡异，半夜要拖着锄头铲子出去，他只得随时锁好门。瘸子张的神色愈发阴沉，他骂了句该死，就让吴用带路。我脸色再变，吴用却惊喜地站起身来，匆匆朝着路上走去。瘸子张示意我们跟上，可我却极为不解啊，连忙追问瘸子张是有什么问题，不是说好了不管吗？前头的吴用肩头哆嗦了一下，却没回头，还是继续带路。瘸子张脚步未顿，他先瞥了一眼跟上来的秦六娘，才将金板子塞到我手里，让我看金板子上边有什么东西。我一边疾走一边低头看，才瞧见金板的表面勾勒着一道又一道的符，这符有射煞镇神各种不同的字眼，绝大部分的符文我都不认识，但这足以告诉我，这金板子绝对不简单。秦六娘惊疑地说了句，镇尸的符，金是锐气极重的物件，金板画符更为强效，比童药厉害得多，他们挖了一口有凶尸的坟。瘸子张面色更阴沉了，一言不发。我心里头却升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八毛镇这普普通通的小地方，能有几具凶尸？能承受得起用金板画的符？该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让吴用他爸挖了那座坟？可瘸子张不是说只有他知道坟在哪儿吗？一转眼我们到了镇南边，又经过了一个黑漆漆的铁门，门头上有八毛镇殡仪馆的牌匾。很多镇上都有火葬场，八毛镇的也不例外，10里8乡死了人都往里拉。余光瞥了里头一眼，厂房还亮着灯，上空还有黑烟。吴用没有停步，继续往前走去。从火葬场侧面的一条小路又走了5、6分钟，总算到了一个孤零零的院子前头。青黑色砖块垒砌的院墙带着一股子幽冷，发黑的院门带着釉色，还有些油腻。一口铜制的大锁挂在门头上，只不过那锁有些锈蚀的迹象了，青色的铜锈也很怪异。吴用露出一副小心警惕的神色，道：得注意一点，我爸扑外人的。我眉头微皱，瘸子张依旧一言不发。秦六娘喊吴用直接开门，说这儿除了他没有一个没用的。吴用一怔，这才摸出来钥匙开门。铜锁落下，他推开门的瞬间，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我们都不由得掩住了鼻子。院中空空荡荡，并没有人。吴用不安地喊了一句爸，他声音形成了回音，在院内回荡，可却没人回应。吴用急眼了，匆匆进了院内，我们也紧随其后。瘸子张眼中凌厉，极为警惕。可就在这时，我却听到左侧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还有搜生。我猛地扭头过去，便瞧见一个人。那人伛捋着背，50、60岁的年纪，眼袋吊着，眼窝深陷，不正是吴老汉吗？他此刻油光满面，眼中尽是狡黠。更为瘆人的是，他腰间居然拴着2只脖子被折断了的鸡，血在不停地流淌着，他嘴角还有鸡毛和鲜血。我浑身肌肉紧绷起来，准备随时动手。可吴老汉却一个箭步，直接窜出了屋门，朝着远处逃窜而去。他没想整我们，是想跑啊！爸！吴用一声大喊，吴老汉半点没停，嗖的一声轻响，一道微弱的铜光从我身边闪过，一根朱砂绳瞬间绷直。月光下，我瞧见了一个铜爪，稳稳地勾在了吴老汉的肩膀上。吴老汉速度太快，直接一个后仰，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他身体不停地抽搐，四肢冲着天举起来，就像是一些畜生死的时候挣扎一般。瘸子张一瘸一拐地快速走过去，我和秦六娘立即跟上。一转眼到了吴老汉跟前，吴老汉嘴巴还在吐着白沫子，瘸子张从兜中摸出驴蹄子，一把塞进了吴老汉的口中。吴老汉双眼猛地睁大，翻了个白眼，一下子就昏死过去了。吴用被吓得不轻，该不是把他爸打死了吧？瘸子张瞪了吴用一眼，干巴巴地说了句死不了，是把他身上的东西给赶出去了。瘸子张示意我将吴老汉拉起来，我拽起吴老汉的身体，秦六娘却指着他身下，一声惊呼。我赶紧侧头看去，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吴老汉身下压扁了一样东西，那竟是一只白毛的黄鼠狼。不过定睛一看，他微张着的嘴巴早已经脱水，黑漆漆的唇缝边缘只有死寂，身上的毛发也毫无光泽。这并非一个刚被压死的黄鼠狼，而是早就死了的干尸。先进屋再说。瘸子张说着，捡起来了那干尸皮。我们快步进了屋里，又将吴老汉放在了地上。瘸子张将驴蹄子从他口中拿出来，喊吴用去打盆水来，他得洗洗家伙事儿。吴用不敢多言，赶紧去了。瘸子张又将干尸皮放在了桌上，我们3人都盯着仔细看。其实刚才在家时，瘸子张说完那番话，我有很多思绪，就包括那老妪养了那么多仙家，也就是耗子、黄鼠狼、蛇一类的畜生，还有他找那獐头鼠目的老仙儿，以及老仙儿死了又有蛇鼠咬人，这些并非巧合，10之7、8，他们是一类人。